咕噜，五脏庙的造反声惊醒了罗云起，他有些纳闷，刚吃完夜宵，怎么这么快就饿了？睁开眼便看到两个小小的身影，鸦雀一般的挤在一起，正瞪着乌黑的小眼睛瞅着他。罗云起一阵惊愕，猛地坐了起来，两个小家伙吓了一跳，齐齐往后退了一步。嫂子，你醒了。嫂子？听到这个称呼，罗云起一脸蒙圈。等等，这俩孩子的衣着怎么是古代的？你们是？嫂子，我是蓉蓉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你是韩蓉？你是韩墨？韩蓉顿时破涕为笑。是蓉蓉呀。韩墨也跟着鸡啄米般的疯狂点头。嫂子，你刚才可吓死我们了。看着紧紧围着自己的两个小不点儿，罗云起的表情逐渐从惊愕转为了呆滞。要不要这么惨啊？居然穿进来一本励志的男主升级文，而且还穿成了出场只有10几章的悲催女配。原主的夫君正是这两个小萝卜头的哥哥，姓韩名烨，父母早亡，拉扯着两个弟妹艰难过活。在他双亲还在的时候，曾和隔壁村的罗家有过婚约。不想10几年过去了，罗家发迹了，就想悔婚。韩烨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，带着弟妹会在村长家门口求公平。罗家没办法，只得把没了亲娘庇佑的罗云起嫁给了他。蓉蓉，快过来，让嫂子歇一会儿。瞧着韩墨小心翼翼的模样，罗云起不由狠狠地唾弃了一下原主。再不顺也不能拿两个孩子出气呀，咋忍下心的？伸手把6岁的韩蓉抱了起来，柔声地说道：没关系的，哎，你们都饿了吧？嫂子这就去给你们做吃的。来到了厨房，才发现汤碗皆空，没发迹前的韩烨简直不是一般的穷啊！屋里除了2张床，再无他物，厨房里也只有4个破碗和一口豁了牙的锅。罗云起一阵无语，怎么比书上写的还要惨烈？韩墨窘迫地抬起了头，讷讷地说道：先和哥哥玩一会儿，嫂子肚子疼，要赶紧去茅房。韩蓉懂事的点了点头，自己跳到了地上。罗云起已跑到了后院，随着他的意念，超市再次出现。他激动地抓向了鸡蛋，不想竟然真的拿了出来。看着手上的食物，罗云起终于没憋住，蹲在地上狂笑起来。金手指啊！有了这么牛掰的金手指，他还至于挨饿吗？立刻把6个鸡蛋全部拿了出来，顺便又拿了一个西葫芦。这东西炒鸡蛋还是挺好吃的。本来罗云起还想拿玉米面，只可惜那玉米面是50斤一袋的，他试了一下没拽动，看样子只能打开袋口用碗盛了。他用衣兜兜着鸡蛋，兴冲冲地往前屋走，院门却在此时开了。一个身材瘦高的少年从门外走了进来，少年18、19岁的样子，好俊俏的少年郎啊！回来啦。嫂子，我哥去集市上卖柴火了，咱们还是等他买回东西再做饭吧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罗云起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。转身之际，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：欢迎光临，请主动测温，戴口罩。罗云起愣了一下，这不是他家超市门口的小挂件吗？难道他幻听了？惊讶之际，超市已如全息屏幕一般的出现在了眼前，里边的陈设和往日一模一样，只是东西少了许多。比如米粮类，原本是各种米豆都有，现在只剩下了玉米面；鱼肉蛋类则只有6个鸡蛋，油类的货架直接就是空的。蔬菜倒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，但却一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。小食品类也是空的。待了半晌，他试探性地伸出了手，摸向了离自己最近的几个鸡蛋。老天鹅啊，这触感竟然是真的！要不是怕吓到那2个孩子，罗云起都想放声大笑。他居然把自己家的超市给带来了。为了试试能不能拿出东西，罗云起赶紧放下了韩蓉。蓉蓉乖啊，我自己私房钱买的不行吗？反正超市也没什么东西了，他也用不着和韩烨装笑脸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却没有听到提示音，赶紧趁着3人不注意，把一小捆菠菜和4个土豆全给拿了出来。没有米，罗云起便把土豆烀了当饭，另外又用2个鸡蛋炒了半个西葫芦。
他虽然会烧这种大锅。半个小时后，罗云起端上了菜和土豆，韩墨不由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，但却没敢动筷。韩荣的眼珠子更是不住地瞟着他。罗云起一脸无语：“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快吃吧。嫂子先吃，一起吃吧。”罗云起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罗云起本来就为玉米面下嫁的事生气，听他这么一问，火顿时冒了出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到我给孩子们剥菜吗？俩小的顿时吓住了，拿着筷子又不敢动了。罗云起柔声说道：“没事没事啊，嫂子和你哥闹着玩呢，你们俩赶紧吃。”看着罗云起对弟妹温声细语，韩烨眉头微展，只是心中还画着弧。今天的罗云起怎么和变了个人似的，处处都透着古怪。夹了一口西葫芦尝了尝，滋味还不错。抬头又见罗云起扒了一个土豆放到了韩墨的碗里，冰冷的眼眸里终于多了一丝温度。男主好感度+5，白菜重新上架。罗云起顿被噎住，剧烈的咳嗽了起来。这好感度就像过山车，一上一下的，谁能受得了啊？韩烨犹豫了一下，伸手在他背上拍了拍。韩墨，快去给你嫂子倒碗水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进去吧。我给你留了菜，你再去吃下吧。跺着脚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磨叽呢？我已经饱了。”罗云起忙活完了，他又犯了难，睡觉可咋整啊？一想到和大男人一被窝，罗云起就浑身不自在。喂，你还不睡啊？你先睡吧，我等会儿。我不困，白天睡多了。韩烨看了他一眼，人却没动。你赶紧的吧，你别磨磨唧唧了，跟个女人似的。罗云起再次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+5，手工面条上架。罗云起的眼睛一下子变瞪得浑圆。罗云起，加油啊！给自己打完气。罗云起又磨叽了一会儿才回了屋。累了一天的韩烨早已睡了，他侧着身，小臂贴在脸上，明朗的线条带着一股男人独有的力量感，一双眉头微微拢着，仿佛有着什么难解的心事。罗云起悄悄地看了他一眼，便小心翼翼地脱了鞋，裹着衣服躺在了他的旁边。因为原主身体虚弱，躺下没一会儿，罗云起就开始昏昏欲睡，迷迷糊糊中好像有人给他盖了什么东西。嫂子，你怎么哭了？嫂子没事，沙子进眼睛了。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买米回来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喂，你站住，你还没吃饭呢。罗云起喊了一声，韩烨也没有回头。罗云起有些无奈，昨晚韩烨就没怎么吃饭，今天又去砍柴，身体哪能受得住啊？转念一想，反正他有主角光环，怎么也是死不了的，还是多操心下两个小的吧。看着热气腾腾的面条，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是面条，赶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韩荣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又放下了筷子。嫂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罗云起咽了一口唾沫。嫂子不饿。韩墨立即站了起来。嫂子不吃，我们也不吃。韩荣也用力的点了点头，赶紧象征性的加了一点。韩墨和韩荣这才动了筷。看着空荡荡的盆底，韩墨这才想起他大哥还没吃饭呢，小脸顿时红了起来，指着韩荣的鼻子说道：哎呀，都怪你，把大哥的都给吃没了。韩荣小嘴一扁，看着韩墨说道：你胡说，分明是你吃的多。没事啊，等你哥回来，嫂子再给他做。嫂子，咱们家还有吗？罗云起只好骗他们，还有呢。随后又叮嘱道：好好带妹妹玩，再吵架嫂子就不喜欢你们了。嫂子放心，我保证听你的话。罗云起拿着空盆出去，又灌了2大碗水，可这肚子还是咕咕直叫。无奈间，他又打开了超市，却看到了让他惊愕的一幕：货架上竟然再次出现了6个鸡蛋、2颗白菜、西葫芦，以及昨天他拿出来的菠菜和一小堆土豆，以及一袋1斤装的面条。难道这货架还能自动补货？周期就是24小时？未免好感度降低，东西再次消失。罗云起借口收拾仓房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拿了出来。昨天他只炒了2个鸡蛋，还剩4个。
加上今天的6个，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。就算韩烨拿不回来钱，这些加起来啊，今晚也能吃顿饱饭了。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油，滋味差了许多。罗云启再次打开了超市。嫂子，你醒啦？以后这种事嫂子自己来就行了，你就别端了，知道吗？嫂子，是不是蓉蓉哪里又做错了？罗云启心头一软，伸手把她抱了起来，柔声说道：蓉蓉没做错，是嫂子错了。从今以后，嫂子一定会好好对你和你2个哥哥的。刚说完，就听到了一声轻咳，回过头才发现韩烨就在自己身后站着，黝黑的眸子中噙着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。喂，你走路怎么都没个声啊？要吓死人啊！我以为你还在睡着呢。罗云启白了他一眼道：我又不是猪，哪会睡那么久？看着他娇嗔的模样，韩烨的眼中的冷意略微消散。罗云启已洗完了脸，来到了厨房，将白菜拎了出来。韩烨回身正好看到了白菜，这是我从母家借的，等以后有了钱我再还给他们。韩烨的疑虑顿被打消了。都拿了什么？你自己记好。放心吧，我都记着呢。回想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几十年，只觉鼻子发酸，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。韩柔眼尖，看到罗云启哭了，上边还是干干净净的，接着又打开多次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，估计和他想的差不多了。恍神间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哭声，好像是韩荣的。罗云启立即跑了出去，只见韩荣坐在土堆里，一个半大的孩子正在推搡韩墨。罗云启顿时火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谁家的小崽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再敢碰韩墨一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拎着水舀子的女人就从隔壁走了出来。女人25、6岁的样子，吊梢眉，高颧骨，一看就不是个让人的主。大天白日的，谁在这放屁呢？一个没爹没妈的小崽子，打就打喽！我今天倒想看看谁敢动我儿子。听到这话，罗云启顿时火了，一把把那半大孩子扫到了一边。动你儿子又怎么样啊？你打我弟弟就是不行。罗云启力气再弱，那也是个大人，一下子就把那孩子推了个跟头。女人顿时不让了，抡起水舀子就往罗云启的脑袋上砸，嘴里还尖酸刻薄地骂道：你还以为这是在罗家村呢啊？你还以为这是在罗家村呢啊？韩烨惯着你，老娘可不惯着你，那你就过来试试啊！姑奶奶今天好好的惯惯你。罗云启那也不是被吓大的呀，一巴掌打飞了水舀子，就和那女人撕扯到了一起。女人打不过他，顿时扯着嗓子大喊：哎呦，快来人呐！啊，快来看看呐！老罗家的女人在这撒疯欺负人。刚刚喊完，就被罗云启一脚踹到了地上。女人见势不好，立即跑回了院，一边哭一边喊：哎呦，杀人哦！罗家的女人仗着娘家有钱要杀我哟！4月份的天气算不上太冷，不少人家都开着门，听到女人喊，顿时都走了出来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罗云启掠了掠被抓乱的头发，冷笑了一声道：少在那乱咬，要不是你家的小崽子动我弟妹，我才懒得搭理你这个泼妇。赶紧滚出来，让你儿子给我弟妹道歉。女人泼辣的很，站在院里跳着脚大骂道：倒你娘的腿！谁看到我儿子打他们了？罗云启几步就走到了他家院子门口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再骂一句！眼见罗云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女人顿时怕了，闭住了嘴。他儿子见老娘败下了阵，赶紧对韩墨说道：我错了，我不该推你妹妹。姓罗的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罗云启不屑一笑，伸手抱起了蓉蓉，柔声问道：你没事吧？摔疼没？罗云启赶紧哄蓉蓉：乖，不哭了啊，咱们回家。这还是韩烨的媳妇儿吗？怎么好像变了个人？回到院内，罗云启又把2个孩子拉到面前，好好的检查了一番，确定没有受伤，这才放下了心。做得对，以后要是有人欺负妹妹，你就狠狠的揍他。韩墨顿时瞪大了眼，以前嫂子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不是说谁打都不要还手吗？免得打坏了人家还得赔。以后再挨欺
衣服就回来告诉嫂子。太阳落下地平线的时候，叶子进了院，手上还拎着一袋顶多2斤的小袋子。你们都饿了吧？他问的是大伙儿，看的却是罗云起。这询问的一眼让罗云起的心中一暖，笑了笑说：“不饿，你一定饿了。我这就给你做饭去。”罗云起偷偷去仓房取回了那1斤面，把菠菜切一点做调味，又打了4只荷包蛋，10几分钟的功夫，面就做完了。看着一盆子香味扑鼻的白面条，韩烨的瞳孔震了震。这是什么呀？是面条。韩烨显然没听过这个词，不禁又看向了罗云起。罗云起给他盛了一碗，又加了2个鸡蛋，吃吧，要不死你。随即又给韩墨和韩荣分别盛好，一人加个蛋。韩烨看了看没几根面的盆，皱眉问道：“你的呢？”罗云起笑了笑：“我就要点粥，我不爱吃这个。”回到厨房，顿时听见了秃噜面条的声音。罗云起的鼻子有点酸，自己真是太伟大了，都快感动哭了。奶奶的，他也饿呀，来了2天就没吃饱过，等明天再吃面条，自己说啥也得分1碗。思量间，韩烨已经走了出来，用干净的碗装了一个卧鸡蛋递了过来，垂着眼眸说道：“我没碰过，你吃吧。”男主好感度+5，玉米面上架。罗云起顿时激动了，如果韩烨不对他减少好感，那就意味着每天他都能得到1袋子玉米面，这下子可以放心吃了。过度的激动让罗云起腾地站了起来，把韩烨给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接着系统再次响起了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减5，玉米面下架。靠，这也太快了吧！难道我会吃了它吗？至于这么防备吗？罗云起的好心情瞬间就没了，有气无力的摆了摆手：“我没胃口，你要是不吃就留给韩墨和蓉蓉吧。”韩烨顿时拧起了眉头，刚刚分明看到他很高兴啊，这又是怎么了？未免罗云起心情不顺和自己撒气，韩烨便没再谦让，把鸡蛋拿回屋。罗云起蹲在锅台前骂了一会儿娘，粥也差不多了，稀里糊涂的喝了几口，便回床上躺着去了。无力心累，想老娘。见嫂子躺着，2个小的也不敢闹了，都乖乖的趴在床上。罗云起躺了一会儿，人就开始迷糊，半梦半醒中，有人给他盖上了被。没一会儿，罗云起就听到身边传来了轻轻的鼾声，转过身，只见韩烨背对着他，4肢蜷缩在一起，跟个小流浪狗似的，看起来十分的可怜。犹豫了一下，朝他贴了贴，把被子给他搭上了一半。黑暗中，韩烨睁开了眼，半晌又闭上了。男主好感度+5，上架豆油1桶。罗云起顿时僵住了，难道韩烨还没睡？总不能他在梦里对我有好感吧？老天啊，这也太尴尬了吧！为什么这回不是玉米面了？难道超市每次上新的东西并不是固定的？这也足够罗云起兴奋的了。没有油的菜肯定不好吃，再做几天饭啊，锅都容易被他刨掉1层皮。可是现在他却不敢动，生怕韩烨没睡着，一直等到他呼吸匀称，罗云起才轻手轻脚地爬了起来。韩烨再次睁开了眼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他就知道罗云起对他们这么好，肯定没好事儿。果然他受不住穷，想偷偷跑喽。想到罗家当日的羞辱，韩烨眼神顿冷。既然罗云起的心不在他这儿，硬留着也没意思。罗云起已拿出了豆油，正想着往哪儿放能不被发现，毕竟这是塑料桶，被人发现了根本没法解释。琢磨之际，忽听有人说道：“二娘说的是这家吗？”另一人道：“没错，罗家的小娘们儿竟然敢欺负咱们妹妹，今天非让她给二娘磕头认罪不可。”罗云起赶紧找了块破布盖上了油，却听咚的一声，好像有人跳进了院儿。罗云起吓了一跳，拎起了镰刀便从仓房走了出来，迎面就见2个大黑影。那黑影显然也发现了罗云起，唰的一下点着了火折子，幽暗的火光顿时照在了罗云起的脸上，顿把2人吓得妈呀了一声。放开他！一道高大的身影从门口处冲出，一脚踹在了那人的身上。那人嗷的一声放开了罗云起，罗云起赶紧爬起来，
接着便见韩烨又挥出了一拳，将另外一个打倒在了地上。罗云起有些惊讶，想不到韩烨这么能打。等他点亮了火折子，俩人已经跪在地上求饶了。韩烨一脸阴沉地踩着一个人的胸口，周身都散着一股让人心惊胆寒的威势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们来的？两人吓得要死。没人让我们来，是我们自己想来的，我们就是想来偷点东西。你们胡说，分明是那家的小媳妇儿让你们来的。罗云起狐假虎威地走到了韩烨的身边，叉着小腰指着其中一人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人被踩得连连哀嚎，只得招：我妹妹是李二娘，谁让你媳妇打她了？韩烨不由看向了罗云起，目光中带着几分询问。哥哥，你不要怪嫂子，是大宗子推了我，非要打哥哥，嫂子才教训他的。大宗子他娘就和嫂子打架了。韩墨也连忙解释道：嫂子都是为了我们。看着连连解释的弟妹，韩烨不禁转向了罗云起。乖，别怕，没事的。他目光如水温柔，不像是装的。大兄弟饶命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韩烨见没伤到罗云起，便沉声说道：赶紧滚，再敢来这找麻烦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两人如蒙大赦，顿时连滚带爬的就跑了。没下了吧？没有。罗云起低着头答了一句，忽然又想起了好感度，忙又夸赞了一句：幸亏夫君来得及时。韩烨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便伸手抱起了韩荣。回屋吧，以后遇到了什么事就告诉我。罗云起哦了一声，跟在了他的身后。两个小的却有些兴奋，七嘴八舌地说着他们嫂子白天的英勇事迹，听得罗云起提心吊胆，恨不得立即把他们的嘴给缝上。要是被韩烨认定成泼妇，好感度又得掉了。但是他的担心似乎有点多余。吹灯的时候，罗云起再次听到了美妙的系统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+5，玉米面上架。我去，终于等到玉米面了。罗云起忍不住幻想了一下他饼子的滋味，未免好不容易冒出来的主食消失。他再次谎称去厕所，来到仓房，把一袋子玉米面给拽了出来，随后又费劲巴力地搬到了墙角，找些稻草给盖住了。做好这一切，罗云起重新回屋，盯着韩烨呼吸清浅，好像没睡着，不由扭捏了起来。一想到韩烨那紧实的肌肉线条，脸又开始发烧。随即就听韩烨闷闷地说道：地上狼，上来吧。犹豫了一下，上了床，两人背靠着背，一股温热从韩烨的身体上传来，顿让罗云起有了一种安心之感。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睁开眼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你要是困的话，就多睡会儿。这算是在关心他吗？忙笑着说道：我不困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。韩烨嗯了一声，就去仓房拿柴火。罗云起怕他发现那些东西，赶紧把他拦住了。以后这些粗活都我来吧。你要是没事呢，就读书，说不定还能考个功名。韩烨诧异地看了罗云起一眼，以前罗云起不是反对他读书吗？罗云起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不由暗骂原主目光的短浅，朝韩烨笑道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嘛。男人多做学问才是正经的。你要是以后再卖出钱，就别买米买菜了，留着去私塾吧。韩烨沉默了半晌道：我不能让你们饿着。放心吧，不会挨饿的。一会儿我就回母家再借些米粮，等你中了功名，一起还上就行了。韩烨那剑锋般的眉头顿时又拧了起来。你娘亲去得早，如今二娘当家，怎么会给你东西？我不想因为我想读书而让你回去受气。这话说的罗云起心里暖乎乎的。那也没事儿，我还有些小金库，就藏在我们村子里一棵树下，我回去挖出来，也够咱们吃一阵子。那我跟你去。俩小的也嚷嚷开了：嫂子，我们也要去啊！这可不行啊，人多了就会惹人怀疑。吃完饭你哥去砍柴，你们俩就在家里乖乖的等着，不然嫂子就不喜欢你们喽。眼见罗云起说的煞有其事，韩烨便点了点头。也好，那你小心些。几人说话之际，邻居李二娘也回了娘家。昨晚他就听到韩家院子里吵吵闹闹的，还以为自家的兄弟得了手，如今却见哥哥和弟弟都被打得鼻青脸肿，顿时气得要死，恶狠狠地骂道：
姓罗的小浪蹄子，老娘要不好好治治这个李字，就倒着写。吃过早饭，韩烨已拿着镰刀上了山。罗云起安顿好2个小的，便溜溜达达的出了院。没走多远，就碰到了李二娘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呸！小浪蹄子，咱们走着瞧。罗云起身子一横，把他给拦住了。快，骂谁呢？瞧着罗云起柳眉倒立，双眼瞪得浑圆，李二娘顿时怂了。这年头捡啥的都有哈，还从来没有见过捡骂的。罗云起点了点头，笑吟吟地说道：这话也没错啊，一脸黄花的老贱人，你可以走了。李二娘气得要死，指着罗云起的鼻子问：你骂谁呢？罗云起撸了撸袖子，说道：妈，你也想捡个骂回去啊？呸！咱们走着瞧。李二娘见周围无人，真动手啊，自己肯定还得吃亏，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便小跑着往家里走了。罗云起嗤笑了一声，得意地走了几步，立马找个没人的地方把系统给召唤了出来。大概是因为他是在12点前拿的豆油，现在超市里不但又刷新了之前的面条、蔬菜和鸡蛋，竟然连豆油也刷新了1小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大苹果。这是怎么来的？罗云起瞅着苹果愣了半天，才想起昨天半夜韩烨的好感度又增加了5点。这不是要发了吗？要是天天有豆油、玉米面以及蔬菜水果，还用得着韩烨去砍柴卖钱吗？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卖，哪样不比柴火值钱呢？想到未来的幸福生活，罗云起的眼中顿时冒出了无数颗灿烂的小星星，然后就将这些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。1刻钟后，罗云起抱着蔬菜油桶还有鸡蛋回了家。嫂子，你真的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居然又有面条。韩荣则盯着油桶好奇：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是油，咱们把它倒在坛子里，晚上炒菜。韩荣好奇地伸出了手指，往塑料桶上捅了捅。嫂子，这油是用什么装的呀？是一种塑料。咱们不要这个了。嫂子，这个又是啥？瞅着孩子连水果都不认识，罗云起不由一阵心酸，摸着他的小脑袋道：是酸酸甜甜的苹果。来，嫂子给你们洗一个。嫂子，苹果好甜啊！嫂子，苹果好好吃。罗云起这边正在点火，把2个豆油桶全部毁尸灭迹了。今晚上嫂子给你们好好的炒一顿菜吃。韩家嫂子，不好了！韩家嫂子，不好了！韩大哥让官差给抓起来了！罗云起手腕一颤，大饼子顿时甩到了墙上。怎么回事？官差为什么要抓韩烨？那少年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：本来我和韩烨买完柴要往回走，突然一堆官差冲了过来，说韩大哥偷了别人的东西，就把他抓县衙去了。堂堂未来的丞相会偷东西？县衙在哪儿啊？你能不能带我去啊？少年憨厚地应了一声：行，嫂子，我这就领你去。韩墨和韩荣一听哥哥被抓，顿时都吓哭了。蓉蓉乖啊，你跟二哥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嫂子去就回。嫂子会救我哥回来吗？罗云起被他哭得心里直难受。你们放心，嫂子一定会把你们大哥救出来，记得锁好门，谁敲都不要开啊。老妈子般的交代了一番，便跟着那少年一路小跑出了村。路上才知道，少年叫刘成武，比韩烨小1岁，家住在村西，打小就是和韩烨一起长大的，后来又一起结伴上山去砍柴，平日都好好的。也不知今天是怎么了。太阳西下之际，终于来到了县衙的门口。嫂子，咱们要怎么办呀？听说县老爷家的公子得了天花，正忙着四处求医呢，哪会轻易见咱们呢？刘成武揪着衣角，脸上又着急又紧张。成武啊，你确定县老爷的公子是得了天花吗？刘成武点了点头。确定，这事儿头几天就传开了。罗云起皱眉想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。如果他的公子真的得的是天花，这件事说不定就解了。说完，便就走到了明渊谷前，拿起鼓棒，咚咚咚地敲了起来。方县令正在后堂的长廊里来回地踱着步子。这几日儿子出了天花，
发热不止，已经昏睡了好几天，找了几个大夫都不见效。何人如此大胆，竟然敢在此时击鼓鸣冤？回大人，是个村妇，说是有治疗公子的药方。什么？方县令顿时一阵激动，此话当真？手下低眉垂眼地答道：他是这么说的。方县令一甩袍子，本令定会调查清楚，还请罗姑娘跟我看看犬子的症状。罗云起也知道这件事急不得，便跟着方县令去后堂。到了门口，见众人的脸上都围着布，看样子古代也不尽是庸医，至少还知道天花会传染，便也扯了一块布捂住了口鼻。内室一个18、19岁的小公子躺在床上，面色潮红，昏睡不醒，下颌边还有很多丘疹，的确是天花的症状。装模作样的查看了一眼，遂点头说道：用香菊生麻以及葛根粉熬汤，一部分用来清洗丘疹，另一部分用来内服。若公子真的是天花，今晚应该就可以退热。方县令大喜，忙让人去准备这些东西。另一方面，则让捕快去调查寒夜的事。天黑时分，药已经熬好了，方县令马上命人给方公子灌了下去，又让人给他擦拭身体。只是寒夜的事还没有消息，就这样无比煎熬的过了一夜。罗姑娘，公子醒了，县令大人叫你过去呢。陆之，还不谢谢你的救命恩人。那公子抬起了头，不由得呆愣了一下，才对罗云起欠身。多谢罗姑娘救命之恩。罗云起连忙回礼，声音清脆地说道：举手之劳，公子不必放在心上。旋即又转向了方县令。我夫君他……方县令一拍脑袋道：哎呀，快来正堂，我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。罗云起赶紧随着县令来到了正堂，寒夜正身板笔直的在堂中站着，他的身后还跪着3个人，其中一个身穿衙役服饰，另外2个则是平民打扮，正是李二娘的2个兄弟。看到罗云起，寒夜的眸中才多了几分别样的情绪。方县令也乐呵呵地走了过来。韩公子，莫要惊慌，是本县治下不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如今已查清，是李大牛兄弟与衙役崔成勾结，陷害了你。如今已经真相大白，你可以和你媳妇回去了。旋即一拍惊堂木，来人，将崔成衙役府扒去，永不录用。与李家兄弟将崔成衙役府扒去，永不录用。与李家兄弟各杖子20。顿有几个衙役冲上来，将3人拉出去一顿暴打。寒夜有些诧异，却还是单膝跪地，不卑不亢地说道：多谢大人为草民伸冤，草民寒夜叩谢大人恩典。都起来吧，以后有什么事你们可以直接到府衙来找本令啊。几人再次道谢，便出了县衙。刘成武因为这件事也在县衙待了一夜。没想到嫂子这么厉害，竟然敢来县衙击鼓鸣冤。罗云起瞧了寒夜一眼，笑道：夫君被抓，我哪有个不急的？寒夜立即看向了刘成武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刘成武立即把罗云起给方公子献药方的事说了一遍。得知罗云起竟然会治天花，寒夜的眸子不由微微的眯了眯。却听罗云起哎呦了一声，寒夜顿时停住了脚步。怎么了？罗云起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昨天走得太急，脚出了泡。我慢慢走吧，你跟成武先回去，韩墨和蓉蓉在家里，我不放心。寒夜忽然拉住了他的胳膊，罗云起吓了一跳，惊呼了一声道：你要干什么？寒夜已将他背了起来，声音不悦地说道：你自己走，难道我就能放心吗？可是路这么远，你会累坏的。罗云起挣扎着要下来，寒夜却紧紧地按着他的腿，男友力爆棚。别乱动，这点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瞧着人家2口子背着走，刘成武顿时识趣儿地跑开了。韩大哥，我都出来一夜了，我娘肯定会担心的，我先走了。一起走啊！刘成武也没回头，片刻就跑没了眼儿，只剩2人，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。罗云起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说什么都要下来。寒夜也来了倔脾气，抱着他的大腿死不放手。罗云起在他身上蹭来蹭去，忽然一低头，瞅见寒夜走姿别扭，一张脸腾的就红了，再也不敢动了。眼看着快到村头了，罗云起才小声说道：你快放我下来吧，让别人看到不好。寒夜嗯了一声，放下了他。不用扶着，我自己能走。我们是夫妻，你怕什么？罗云起正要说话，忽听远处有人喊道：哥，嫂子！抬头的功夫，韩墨和韩荣已经扑了过来。哎呀，
是不是饿了？嫂子对不住你们，昨天做的太急了，就做了那几个饼子。柔柔，快下来，你嫂子脚都走坏了，别让你嫂子抱了。韩墨也十分懂事的说道。嫂子，我背你回去吧。瞧着他干瘦的小样，你们能有这份心，嫂子就知足了。你哥背了我一路，已经好了不少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四人回家之际，罗云启击鼓鸣冤的事却在村里传开了。有人说罗云启是个悍妇，不怕死；也有人说县老爷英明，还了韩烨清白；还有人说县老爷亲自送罗云启出来的，罗家和县老爷肯定认识的。李二娘正想往娘家去探听消息，一听这话，顿时冒出了汗，立即把正在白话的刘成武叫了过来。成武啊，快给嫂子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李二娘刁得很，在村里人缘也没多好。刘成武一见是他，立即唾沫横飞的骗他道：韩嫂子可厉害着呢，不但敲了名媛鼓，还被县老爷请进了门，还留我们在县衙住了一夜呢。李二娘一听，冷汗顿时蹭蹭的冒，没想到罗云启还有这种关系。再听自己的两个哥哥都挨了揍，顿时就站不住了，一咬牙，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，用衣服兜着走进了韩家的门。罗家妹妹，哎呦，这还没吃饭呢。罗云启填完了水，才淡淡的问道：有事儿？李二娘本想说给拿鸡蛋的事儿，一瞧人家里盛了黄澄澄的一大碗，顿时就说不出口了。目光一转，又瞅见了雪白的挂面条和放在坛子里那清透的油，不由咽了一口唾沫。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这个我就是过来啊，看看韩兄弟。那我就先走了哈。李二娘眼红的转过身，罗云启不冷不热的说道：以后缺德的事少干点，小心遭报应。李二娘气得咬了咬牙，小跑着走了。韩烨看了李二娘一眼，低声道：他男人死得早，日子过得也不容易，以后别搭理他就是了。这年头谁过得容易啊？要不是他儿子欺负咱们蓉蓉和韩墨，我才懒得跟他废话。听罗云启说了咱们蓉蓉和韩墨，韩烨的心里顿时涌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滋味。接着罗云启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：男主好感度加10，猪肉上架。罗云启顿时僵住了，下一秒他激动地抱住了韩烨，跳着说道：太好了，我们终于……说了一半，又把有肉吃了4个字给憋了回去。还没发生的东西肯定没法说，谁知道韩烨哪下子突然恼了，又把肉给收回去了。还是保守点儿，先把肉拿出来藏好才是自己的。一抬头却看到韩烨正眯着那双狭长的眸子看着自己，这才意识两人几乎已经贴到了一起，赶紧把手放开了，讷讷地说道：那个你先进屋去吧，饭好了我喊你。我还不饿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了。瞧着韩烨比自己还害臊，罗云启总算平静了一点，一回头却见俩小的正趴门瞧着他，不由恼羞成怒，举着勺子说道：我许偷看，再看就打你们屁股。俩孩子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怕他了，顿时嘻嘻哈哈的跑了。一家人终于吃了顿饱饭，未免韩烨问起豆油，罗云启就先招了，说是他们村有一个姓王的人家卖的，他看到了就买了点。韩烨对此并没怀疑。你先睡吧，我给孩子们补补衣裳。韩烨摇了摇头，目光中有丝怜惜。你走了那么远的路，昨晚又没睡好，要缝衣服也不差这一天。四目相对，罗云启心里涌起一股温暖，他也确实累得慌，便点了点头。躺倒床上的瞬间，简直是说不出的舒爽。外的老娘常说，好吃不如饺子，坐着不如倒着。就在他以为韩烨要再等一会儿的时候，却见韩烨解开了袍子，直接钻进了被窝。罗云启本来是平躺着的，手顿时碰到了韩烨的胸口，只觉皮肤触感紧致，线条分明，顿时吓了一跳，忙把手收了回来。心神一放松，困意顿时就来了。迷迷糊糊中忽然闻到了一股糊味儿，顿时坐了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腿正毫无形象地骑着韩烨的腰。罗云启赶忙把腿拿了回来。罗云启考虑下次要不要把腿绑上，却见窗外闪出了一片光亮。罗云启吓了一跳，使劲地摇晃了韩烨一下。快起来，好像着火了。韩烨倏然睁眼，愣怔地瞅了他一下。罗云启又重复了一句。
火呀！顿见房后火光冲天，罗云起也跟了出来，不少邻居都被惊动了起来。众人慌忙救火之际，一个干瘦的身影偷偷溜进了院儿。罗云起见来了不少人，便担心起了孩子，和韩烨说了一声，就回了前院。一进门就看到有人溜进了屋，立即拎起门口的笤帚，无声无息地跟了进来。却见那黑影正四处翻找，立马一笤帚拍了过去。李二娘没想到这时候还会有人回来，立即哎呦了一声，一下就被拍坐到了地上。罗云起听出了他的声音，一把就将李二娘揪了起来。来人，有人偷东西！这会儿火也被打得差不多了，人们都来到了前院，就连住在村西的刘长武也都赶了过来。李二娘立即狡辩：你胡说八道，我是来救火的。罗云起立即揪住了他的衣襟，2颗鸡蛋顿时掉了出来。李二娘的脸顿时绿了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这是我们家的。韩烨上前了一步，冷冷淡淡地说道：李嫂子刚才说是救火，为何救火还会揣着2颗鸡蛋？村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听程武喊着火，就过来看看了。村长的身后还站着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，她瞅了一眼罗云起，羞答答地问道：韩烨大哥，没烧坏什么吧？韩烨回身看了一眼道：只是一些柴火，其他还好。那姑娘瞧了他一眼，轻声细语地说道：那就好，要是短了什么，你就来找爷爷。韩烨朝他抱了抱拳，多谢蔷薇妹妹。罗云起不禁皱了皱眉，书中可没说韩烨有个蔷薇妹妹。瞧他瞅着韩烨的眼神，分明就是满满的爱慕。罗云起心里莫名有些不是滋味，还敢撒泼？是不是真让我把你绑到衙门去，说个清楚明白？听见村长如此说，李二娘顿时怕了，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。我饿了，救完火煮2个鸡蛋吃不行吗？哼，还敢狡辩，鸡蛋分明是我们家的。李二娘立即唾沫横飞地说道：谁能证明是你们家的？那你叫他答应吗？罗云起最恨的就是这种没理辩3分的人，眼珠一转道：这鸡蛋是县令送的，他自然能证明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们就去官府讲理去。李二娘顿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又哭又嚎地说道：我不去，你们分明就是串通好了来欺负我的。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：李二娘，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莫不是真的逼我把你绑到县衙去啊？人群唰的散开，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从外边走了进来。韩烨立即走了过去，对那老人深施一礼：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家的东西什么来路。这村子里穷的响叮当的，他们家凭什么就有油啊？分明就不是好道来的。罗云起恨不得撕烂他的嘴，这女人的嘴也忒欠了。韩烨脸色微沉，冷声说道：油是我媳妇从邻村买的，鸡蛋也是娘家拿的。李嫂子若是不信，我可以领着你去问问，却不知你放火烧我们的柴火，又要如何说？李二娘哼了一声道：谁看到我烧你家房子了？别仗着有个有钱的丈人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韩烨眼眸微凉，旋即指向了他被烧掉了一块的裤脚。李嫂子又没去救火，因何衣服会被烧？我这是做饭的时候烧的。眼见这女人嘴和爆豆似的，罗云起一阵火大，抬手就是一记大耳光。啪的一声脆响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李二娘更是被打得愣眉愣眼，死死地盯着罗云起。罗云起瞅着他冷笑道：看什么看啊？别以为你死了男人就有理了，别人惯着你，我罗云起可不惯着你。你要是再敢来我家找事儿，我就把你拎到衙门去好好说道说道。李二娘顿时鬼哭狼嚎起来：哎呦，村长哟，你快看看啊！这罗云起仗着罗家有钱就欺负我，你老就忍心看着我被外村的女人欺负吗？村长不由皱了皱眉，罗云起确实有些过分，怎么也不该打人呢。无论罗云起出身在哪儿，他现在都是我们韩家的人。李二娘因为孩子间的小事记恨在心，先找2个兄弟陷害我，还有来我家放火，罗云起给他一点教训，已经算是轻的，还请村长明鉴。李二娘因为孩子间的小事记恨在心，先找2个兄弟陷害我，还有来我家放火，罗云起给他一点教训，已经算是轻的，还请村长明鉴。陷害又是怎么回事？村长显然不知道这件事，刘成武赶紧把韩烨如何被抓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。你这个毒妇，活该被打！若再敢对韩家动心思，我就罚你去跪祠堂。听到这话，李二娘顿时不哭了，心疼地瞅了一眼摔碎的2鸡蛋，
就捂着脸跑了。村长立即对大伙儿摆了摆手，火也灭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大伙都散了吧。罗云起赶紧对众人道了谢，眼见这小媳妇儿如此有礼貌，并不像别人形容的那样刁蛮不讲理，众人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些。罗云起的注意力却全都放在了蔷薇姑娘的身上。那个蔷薇是谁啊？老瞅着你。是谢村长的孙女，我未成亲的时候家里都是她帮着照看。罗云起翻了个白眼儿，吃味地说，既然她这么好，你干嘛不娶她呀？韩烨的脸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。你和我早已经定过情了，便是别人再好我也不会娶。罗云起哼了一声，没好气地说道，但你的意思就是你父母逼你娶的喽？说完就扭身进了屋，望着他细软婀娜的背影，韩烨勾起了薄削的嘴角，无声地笑了笑。一夜无话，罗云起起来，韩烨已经走了，瞧见他没吃饭就出去了。罗云起是又心疼又生气，昨晚睡得太晚，一下子睡过头了，可恨这个木头疙瘩，就不知道喊自己一声。嫂子，你醒啦？你们大哥又去砍柴去了？韩荣点了点头，大哥吃了一个饼子就走了。罗云起这才想起前晚走的时候他贴了几个饼子，总算还没傻到家，火气一下子就消了不少。你们也饿了吧？嫂子这就给你们做饭去啊！忽然又想起猪肉还没拿，都到了刷新的时候了，等于平白丢了一块猪肉，不禁心疼胆疼，赶紧把俩小的骗进屋，自己把猪肉取了出来，又把刷新的油、菜、蛋以及2个大苹果给取了出来。原主又懒又馋的，家里造的简直没个样。罗云起花了1天的功夫，总算擦得光明激净了。嫂子，你好厉害啊！哎呀，厉害什么？嫂子给你们2个拿好东西去，把苹果给2人分了，又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出去吃，便思量晚上做什么饭，决定还是来个土豆炖肉吧。瞅着天色，韩烨也该回来了。罗云起把菜下了锅，就跑到门口去等韩烨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瞅见韩烨和刘成武从村东回来了，身边还跟了一个谢蔷薇。瞧着谢蔷薇和韩烨2人有说有笑的，罗云起的笑容一下就僵在了脸上。干什么啊？现在他还没下堂呢，这姓谢的就巴不得来篡位了？男主是9公主的好不好？立即从石头上站了起来，一脸笑容的迎了上去，声音娇滴滴的说道，相公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人家都等你半天了呀。蔷薇妹子，你也跟着上山砍柴去啦？谢蔷薇瞟了韩烨一眼，低头说道，我编了些草鞋，自己又不敢去镇子上，就跟着韩大哥和程武一起去了。我家也有些吃不完的菜，蔷薇妹子要是想去集市，嫂子陪着你。你一个大姑娘家的，可不能跟着2个男人乱跑。谢蔷薇的脸色有些白，多谢嫂子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蔷薇说完就迈着小步跑了。刘成武见气氛不太对，也赶紧告辞。接着罗云起就听到了那个久违的机械声，男主好感度+5，生抽上架。好感度居然增加了。罗云起一脸蒙圈的看向了韩烨，韩烨忽然伸手摸小猫小狗一般的揉了揉他的头，进来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罗云起一脸好奇的跟着进了院。韩烨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，里边放着一只雕工精巧的小木簪。韩烨把簪子递给了他，不值什么钱，你要喜欢就带着。说完了就拎着米袋子朝屋里走，脖子红红的。瞧他的样子，罗云起就知道他害臊了，手臂一招就把韩烨给拦住了。不行，得你给我带。韩烨的脸又红了几度，支吾着说道，你自己又不是不能。我当然不能，我的眼睛又没长在头顶，万一扎到头皮怎么办？韩烨往他头上瞧了一眼，迅速的接下了那枚木头钗，小心翼翼的给罗云起别到头顶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罗云起伸手摸了摸，忍不住低低的笑了出来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菜也出锅了。李二娘闻着肉味咬牙切齿。韩家是什么条件他是知道，咋就突然能吃得起肉了？实在是太可疑了。韩烨也是一脸诧异。罗云起赶紧解释，是自己拿完钱顺手买的，给他们3个改善生活。韩烨的目光顿时暗了一下，堂堂一个大男人却要用女人的钱，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以后考了功名，加倍偿还我不就行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有什么好纠结的？韩烨用力的点了点头，
并在心里发誓，如果他韩烨真有出头之日，一定会千倍百倍的偿还罗云启。想罢，便给罗云启夹了一块肉。你也吃，你比我还辛苦。吃完了饭，韩烨又坐在门口磨镰刀。罗云启刷完了碗，便坐在了他的身边。韩烨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读书。韩烨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读书，以后你砍柴的钱就好好攒着，攒够了就去镇子上读个私塾，也好光耀门楣。韩烨的手停顿了一下，家里的事你一个人能应付得了吗？当然啊，你看这家里哪一个不是我弄的，你就放心好了。看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，韩烨有了瞬间的恍神，便又低头磨刀去了。罗云启顿时急了，拽着他的手腕使劲晃悠了一下，软声软气地问道：韩烨啊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你要跟我说说，不能老是闷在肚子里。虽说现在有吃有喝，但是谁不愿意日子过得再好一点呢？只要韩烨能当上丞相，他就可以功成身退，说不定还能来个美男成群，总比每天绞尽脑汁撒谎做饭的好。那我明天就不买米了。罗云启顿时激动了起来，照着韩烨的脸就亲了一口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你再去镇里好好打探一下哪家私塾教的比较好。韩烨下意识的就搂住了他的腰，柔软的手感让他微微晃了一下神。罗云启意识到自己激动过了头，赶紧推开韩烨跑回了屋。俩小的正坐在床上玩手影。嫂子，你病了吗？怎么脸红红的？嫂子，你渴不渴啊？蓉蓉这就去给你倒水。嫂子没事儿。哎呀，你们俩快玩去吧。俩小的一问，罗云启的脸就更热了。偏偏这功夫，韩烨又走了进来。别闹了，你们嫂子收拾一天屋子已经很累了，你们两个快回去睡觉。罗云启立即抱着背把自己裹了起来，只露出了一缕头发丝儿。对了，姐夫呢？怎么没看到人啊？话音刚落，便见一个身穿灰色褂子的少年从院后走了过来。罗金贵顿时愣住了，他之前只听说韩烨去找过村长，却从没见过韩烨，还以为是什么歪瓜裂枣。如今见到这么俊俏的一个小郎君，一双眼睛顿时就被粘住了。罗云启立即挡在了韩烨的身前。这就是我相公，你有事就说，没事赶紧走。韩烨也十分的识相，见罗云启对这姑娘爱搭不理，点了点头就进屋去了。你妈没教过你害羞俩字怎么写吗？罗云启，你别仗着自己认识县太爷就目中无人了。这消息传的可够快的啊！你这消息倒是灵通啊！我认识县太爷又怎么样？爱到你了？小贱人，你再认识又怎么样？大不了罗家花些钱也能摆平，少跟我蹬鼻子上脸。罗云启抱着肩膀冷笑道：蹬鼻子上脸的是你吧？我有请你来吗？你给我看清楚啊，这是韩家，不是罗家，马上给我滚远点！你罗云启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定然让你好看！韩烨这才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皱着眉头问：这是你妹妹，你没事吧？罗云启点了点头道：没事，你也算是聪明，知道女人吵架男人不插嘴。韩烨也确实是这个想法。在娘家的时候，这娘俩可没少对付我骂他一顿都算轻的，以后他要是再来，你回避就是。我一个人能对付他，免得那狐狸精的眼珠子跟个钩子似的，老在你身上打转。哦，对了，你再去赶集也不能带着谢蔷薇，你可是有妇之夫，带着个姑娘来回跑，好说不好听。末了他又补充了一句：我这都是为你好，你真正的桃花还没到。什么真正的桃花？什么真正的桃花？你且放心，我这辈子是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的。别说那些甜言蜜语了，等你知道什么叫做绝色倾城，你就不会这么说喽。他回身朝屋里走，肩膀却被韩烨给抓住了。罗云启硬背般的面向了韩烨，不由问道：你要干什么？韩烨认真的看着他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你是我的妻子，就算天仙来了，我也只要你。看着那双沉稳笃定的眸子，罗云启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，竟然半天都没说出话来。韩烨也快步进了屋，揣了2个昨天剩的饼子，头也不回的说道：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你就不能吃点菜再走吗？韩烨走的却比兔子还快，没一会儿就没影了。这一定是又害羞了，什么鬼啊！一个大男人脸皮这么薄，以后还能站在朝堂上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总得先培养一下看看。罗云启这个白眼狼，罗家养了他10几年，那一喘屁股就不认人了。罗父更是恨得牙痒痒，拍着桌子说道：原指望他能和县老爷说几句话，开铺子的时候好少花点银钱，不想却是如此的无情无义，活该他嫁去韩家受穷。一听韩家，罗金贵顿时又想起了高大俊俏的韩烨，在他们这个村子就没见过像韩烨这么标致的后生。早知道韩烨长得这么好，说什么也不能便宜了罗云启啊！娘，我瞧那韩烨倒是个人物，罗云启那贱人啊，根本就配不上他。你瞧上那个韩烨了？不行，韩家穷的叮当响，就算他不嫁，
爹也不舍得你去受穷。爹，咱们家不是有钱吗？你又没儿子，早晚还不是女婿的。你要是找个败家的，那没几年还不给你败坏光啊？哼，那也不行。等咱们的赌坊开起来，村子里的男人还不随你找，干什么非要韩烨？因为他，我的脸在村子里都丢尽了。罗金贵见撒娇不行，索性撒起了泼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想嫁给韩烨。你要不同意，我就不活了。罗金贵早把他爹的脾气摸得透透的，知道只要自己一闹，他准儿没辙。别做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可是罗云启已经嫁过去了，我总不能让他们和离吧？哎，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当初罗云启不是愿意嫁给韩烨吗？若是让他和离，他定然巴不得呢。金贵啊，你要是真愿意，娘就找个媒婆去说。谢谢娘。罗金贵顿时喜上眉梢。韩家罗云启还毫不知情，喂完了2个小的，就坐在院子门口思量，自己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吃不完的菜也拿出去卖卖，反正商店每天都会刷新，不拿出来也都浪费了。正思量着，忽然一个头戴红花的婆子从外边走了进来。哎呀，罗家姑娘呀，我来给您道喜了。道的什么喜啊？罗家姑娘，瞧你这标致的小模样，嫁到韩家这样的穷人家呀，真是委屈你了。眼下呀，正好有个机会可以让你们和离。嘿，这倒是新鲜，媒婆向来都是保媒拉纤儿的，居然还有劝人和离的。罗云启手抱着肩膀，似笑非笑地问道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早就听说你不愿意嫁给韩烨，我瞧这家穷得叮当响的，怎么看都不般配啊！你爹知道后啊，也是怪心疼的，就让我过来说和说和。你要是同意啊，咱们就想个办法，让韩烨啊给你出份休书，他爹会心疼他。罗云启嗤的一声乐了出来，他又想起罗金贵瞧韩烨的眼神，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。想到这儿，罗云启呵呵一笑道：万一韩烨不同意呢？咋个会呀？他一个穷小子，要谁不是娶啊？反正都是罗家姑娘，他不会不答应的。果然是这么回事儿。罗云启冷笑了一声，忽然抄起了放在门口的扫帚，照着婆子就是一扫把。现在知道心疼我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想让我做下堂妻，他罗金贵尚未捡个现成的，天下间哪有这样的好事儿？你给我告诉罗金贵，让他趁早死了这条心，再敢上门胡说八道，别说姑奶奶不给你们面子。婆子没想到罗云启会突然翻脸，顿被打了个正着，一边哎呦一边往外跑，跑到门口还不忘回头骂了一句：给你好到你不走，你就等着受穷吧你啊！呸！罗云启追到了门口，又给了他一扫帚。呸！瞧你獐头鼠目的样子，你才活该受穷，劝人和离这种缺德事儿都能干出，小心遭报应。婆子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抱着脑袋就往村外跑。罗云启瞅着他冷笑了一声，一回头正好看到了谢蔷薇手里还攥着一双草鞋，他好像被罗云启给吓住了，站在远处一脸的慌乱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嫂子，哎呀，是蔷薇妹子啊，快进来。谢蔷薇犹豫了一下，来到了门口，将手里那双草鞋递了过来。我瞧着韩大哥的鞋都坏了，正好还剩了些草，我就给韩大哥编了一双。嫂子，你千万不要多想，我和韩大哥真的没什么。他放下了扫帚，拉住了谢蔷薇的手，把她领进了院，感慨地说道：哎呀，以后也别叫我嫂子了，叫我云琪姐吧。哎，我知道你对韩烨的心思，可惜啊，咱们都是小角色，看看便罢了啊。他是不会属于咱们的。谢蔷薇的脸色红了红，旋即又一脸诧异地看向了罗云启。我的意思是，妹妹还年轻，以后会见到更大的世面，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心人的。云琪姐，我对韩大哥真的没别的，姐姐相信你，姐姐也知道你是洁身自爱的好姑娘。谢谢云琪姐，云琪姐放心，我只是可怜她，放心不下。罗云启笑了笑道：姐姐知道，以后你要是想看你韩大哥呢，随时都可以过来玩，咱们韩家永远都欢迎你。你要是再想去集市卖草鞋，姐姐也可以陪着你去，我还能教你编些别的花样呢。谢蔷薇顿时抬起了头，惊讶地问道：云琪姐也会编草鞋吗？罗云启耸了耸肩：草鞋我不会，但是我会编别的东西，说不定也可以拿出去卖呢。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但是呢，得需要个特殊的东西，等你韩大哥回来，我让他做一个，到时候我再教你怎么编。谢谢云琪姐，你可一定要教我编啊。得知他没有蓄意破坏他和韩烨的感情，罗云启也放下了心。等韩烨回来，就让他去弄2根硬铁丝来，并告诉要把针尖的位置做成鱼钩状。韩烨对此很是纳闷，但还是按照罗云启的吩咐认真的打磨去了。当晚，
韩烨就把那2根钩针给罗云启做成了。你弄这个做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啦。忽然又想起了谢蔷薇送的那双草鞋，就赶紧给他拿了出来，语带酸意的说道：“这是谢家妹子给你的，穿上吧。”韩烨皱了皱眉，伸手推到了一边。我不要，这双还能穿呢。罗云启歪头瞅了他一眼：“怎么不要啊？你不会是心里有鬼吧？”韩烨的俊脸上顿时露出了几分不悦。我韩烨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中间对得起父母，心中何来的鬼？罗云启翻了个白眼儿，他就说了一句，倒把韩烨的话勾出了这么一大堆。那你为啥不要？我已经娶了妻，如何能要别的女人的东西？听到这话，罗云启的嘴角顿时扬了扬。这是我帮你收下的，也是我同意的，你就拿着吧。每天走那么远的路，穿着烂的鞋子，总归是不舒服。那也不要，我就只穿你做的。以前没有我的时候，你也没光着。那不一样，现在我已经有了你，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女人的好意了。虽然知道韩烨未来会名草有主，这话还是让罗云启偷偷的乐了一下。那行，我也学着给你编一双。韩烨点了点头，又说：“你也别太累了，一天照顾2个小的已经够忙的了。”罗云启笑了笑道：“韩墨和蓉蓉都懂事的很，你放心吧。”韩烨嗯了一声，瞅着罗云启还别着那只木头钗，嘴角不禁微微扬了扬。罗云启抬头正好看到，立即说道：“韩烨，你笑了吧？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为什么总要板着一张脸啊？难道这样会显得你比较威严吗？”韩烨的笑容瞬间就没了。我没笑，你看错了。罗云启有些无语，翌日立即让韩墨跑了趟腿，把谢蔷薇给叫了过来。眼见罗云启居然会编这么精巧的花纹，谢蔷薇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立马虚心和罗云启求教。一晃眼就忙活到了下午。就在罗云启准备伸个懒腰的时候，好几天没响的系统忽然传来了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减5，豆油下架；男主好感度减5，猪肉下架；男主好感度减10，玉米面下架。罗云启当时就懵了，今天着急研究怎么勾草鞋，商店里的东西他还没来得及拿，怎么就突然下架了？谢蔷薇也是个极有眼色的，眼见罗云启情绪不对，便拿着钩针回了家。市集上，韩烨的脸色也是阴沉如水。那罗云启啊，根本就没想和你好好过日子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他早就和别人私通了。你真以为他在县衙过那一夜？真是县老爷让他留下的吗？其实都是在骗你，都别人私会去了，偏就你傻，说什么都信。韩烨不由咬住了后槽牙，冷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？”以前啊，我和你母亲那也是认识的，知道这些，自然也不忍心瞒着你。这女人呐，实在是要不得。你要是信我的话呀，你就赶紧和她和离了吧。媒婆子说完，便唉声叹气的走了。进了巷子，立即点头哈腰的问道：“二小姐，我这话说的还行吧？”罗金贵拿出了1吊钱递了过去：“什么二小姐？罗家就我一个女儿，下次说话你给我小心点。”“是，大小姐说的是，以后我要再说错话，您就掌我的嘴。”罗金贵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大小姐说的是，以后我要再说错话，您就掌我的嘴。”罗金贵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那姓李的小媳妇儿倒是有些门道，你再去找她，让她寻个机会煽风点火。这几个钱啊，是我赏他的。”婆子收了钱，顿时眉开眼笑的走了。罗金贵远远的看着韩烨，眉目含春。韩烨走到刘成武的旁边问道：“罗云启那晚是在县衙住的吗？”“是啊，我和嫂子都在县衙了。”韩烨的声音又沉了几分。“这是你亲眼看到的？”刘成武愣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和嫂子住的地方是分开的，但是应该是吧？嫂子在县城又没亲戚，还能去哪儿啊？”韩烨哼了一声，转过身，柴都没要，便往村里走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韩烨没说话，直接进了屋。你到底怎么了？罗云启紧追了进去，又问了一句。韩烨依然没答话，一张俊脸阴冷的好像要滴出了水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倒是说个话呀！你不是一直想要和离吗？今天我就成全你，你可以走了。罗云启接下了休书。超市里再次传来了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减5，苹果下架；男主好感度减5，土豆下架。不断响起的提示音吵得罗云启心烦意乱，火气蹭蹭的往外冒。韩烨到底是抽了哪门子的风啊？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变了脸？你想要和离也行，总得给我个理由。韩烨冷冷地说道：“做了什么？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？”
他做什么了？罗云启还真不清楚。你就直说吧，你就直说吧。韩烨目光冷凝。你去县衙那一夜究竟是在哪里住的？既然早就有了姘头，何必还如此假心假意？什么？他什么时候有姘头了？他怒极而笑，指着韩烨说道：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？韩烨已经站了起来，不想再搭理他。你给我站住！韩烨冷冷说道：如果这个家里还有你能看上的，尽管拿走。说完又从怀里拿了5枚铜钱，这是我这2天打柴赚的，也一并给你。眼见他态度如此决绝，罗云启的火又压不住了，他一把打掉了铜钱，冷笑着说道：你以为我跟你就是为了这几个钱吗？既然你不信我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。罗云启一把将韩烨推倒在了床上，伸手解开了自己的褂子。韩烨吓了一跳，俊脸顿时蒙了一层红。你要干什么？罗云启已经爬到了他的身上，咬着牙说道：你不是说我和别人私通了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现在还是不是黄花大姑娘。你不是说我和别人私通了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现在还是不是黄花大姑娘。说完便抱住了韩烨的脸，朝那2片薄唇吻了上去。微凉的触感混合着处子的幽香，顿让韩烨的呼吸急促，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。别胡闹！听着他略带几分无奈的声音，罗云启就知道他的火已经没了。一想到刚才的大胆，自己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，赶紧系好了衣襟，捂着脸：我给你做饭去。片刻的功夫，韩烨的心境便沉静了下来，来到了厨房。不住了，我不该听信别人胡说，就误解你。这话你是听谁说的？一个婆子说认识我的父母。罗云启顿时想起了被他打跑的婆子，就把那人的相貌说了一遍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时韩默领着妹妹从外边跑了进来。哥，这婆子之前就来过了，还说让嫂子和你和离，嫂子抡着扫帚就把她打跑了，嫂子可厉害了。哥，什么叫和离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罗云启没好气地说道：我那个妹妹罗金贵看上你了，想着招你去做乘龙快婿呢。韩烨顿时哼了一声，愠怒道：荒唐！我韩烨也有妻子了，如何能再娶别人？刚才你不是还想着给我修书吗？这会儿倒是和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韩烨眼中的羞愧又浓烈了几分。那是因为反正我对不住你。见他知道错了，罗云启也不想老揪着不放。这回就饶过你了，还不快劈些柴去，火都要烧灭了。韩烨应了一声，便带着2个小的出去了。他前脚刚走，罗云启就听见了系统的声音：男主好感度加5，陈醋上架；男主好感度加5，精盐上架；男主好感度加10，鲤鱼上架。什么鬼？怎么不是苹果跟土豆了？看样子系统的上架功能还真是随机的。大的对付不了，你可以从小的下手呀。和罗云启相比，韩烨肯定相信他弟妹的话。你就说，2人的声音又压低了几分，罗云启已经听不清了，但却能分辨出是那死婆子的声音。接着就听李二娘奸笑着说道：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你就让罗家大小姐等好吧。果然是李二娘搞的鬼。罗云启眼珠一转，弯弯的嘴角勾出了一丝坏笑。既然他们自己找不自在，那可就怪不得他了。从仓房出来，罗云启就故意哼着小曲儿回了房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，我得赶紧走了。说完就小跑着出了李二娘的家。房中，韩烨正在床边坐着，见到罗云启进屋，立即站了起来。还有什么要收拾的吗？没有啦，早些歇着。吹了灯，韩烨也慢腾腾地上了床。2人仍然背靠着背，只是气氛莫名有些暧昧。罗云启更觉得全身都不对劲儿了，干脆披着衣服下了床。片刻，身后就响起了脚步声，韩烨那极富磁性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：你还在生我气吗？没有，已经说开了，还有什么好气的？韩烨已来到了他的面前，目光幽深地说道：你放心，这种事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罗云启抬起了头，正好对上那双深邃的眼，心头突的一跳，仿佛漏掉了一拍。我脸上有什么吗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脚下却不小心踩到了韩烨放在门边的磨刀石，哎呦了一声，朝后边倒去。韩烨眼疾手快地搂住了罗云启的腰，罗云启下意识地想要躲开，韩烨却没有放手，温热的大手仍然牢牢地抱着他。人家已经站稳了，你快放开啊！
韩烨这才像是被蛰了一般的松开了手，不自然的说道：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嫂子，我们都知道了。罗云启满意的在2个小脑袋上拍了拍，去玩吧。却听韩墨和韩荣一起在门口喊道：李二娘搞破鞋，不要脸，烂媒婆，拉皮条，长鸡眼。李二娘搞破鞋，不要脸，烂媒婆，拉皮条，长鸡眼。李二娘正要叫韩墨过来跟他挑拨离间，说罗云启的坏话，听他这么骂自己，顿时气得眼珠子暴突，火冒3丈。小崽子，这话谁教你说的？这话还用教吗？你一个单身的女人却和媒婆扯在了一起，难道还能有什么好事吗？李二娘脸色顿变：你放屁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认识媒婆子了？话音刚落，那婆子就小跑着朝这边来了。李二娘她怎么了？罗云启抱着肩膀走了过去，脸上挂着一丝让人琢磨不透的笑。罗云启脸色倏地一冷，一嘴巴抽了过去。你个为老不尊的东西，竟敢跑到韩烨面前去嚼舌根，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。一想到下架的豆油和玉米面，罗云启的火就蹭蹭的往外冒。婆子上次就被罗云启吓破了胆，如今又挨了一下子，连手都不敢还了，回身就往村外跑。你不是说不认识媒婆吗？罗云启顿时瞪大了眸子。当然了，我要是骗嫂子，我就被雷给劈死。罗云启只觉得心里好像喝了蜜，甜滋滋的。哎，别瞎说了。好妹子，嫂子信你。谢蔷薇用力的点了点头，这才想起自己来的目的。嫂子昨天交给我的花样我忘了，便想过来问问，正好我也要勾呢，咱们一起吧。罗云启决定从不需要本钱的草鞋开始，一晃眼太阳就偏了西。谢蔷薇赶紧站起身告辞：罗家姐姐，老爷从马上摔下来了，让你赶紧回去看看。罗云启仔细的端详了他一眼，才认出这是罗家佃户的儿子孙小强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一早，老爷说要去县里看铺子，谁知刚出村子，马就毛了，撂了个蹶子，就把老爷掀了下来。罗云启嗤笑了一声，他摔死摔活，关自己屁事啊！正要拒绝，便见韩烨从外边走了进来。孙小强十分有礼貌，立即给韩烨行了一个礼。姑爷好，你是？韩烨觉得这小孩面熟，小的是孙佃户的儿子，曾经和姑爷见过一面。此番来找罗家姐姐，是因为老爷摔下了马，想让罗家姐姐回去看看。岳丈的事情，咱们里该过去看看。不用了，天马上就黑了，韩墨和蓉蓉在会害怕的，你还是陪着2个孩子吧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罗云启生怕韩烨去找他那个便宜爹道谢，到时候吃的东西可就露馅了。韩烨皱了皱眉，明显不太放心。姑爷不必担心，若是晚了，别让罗家姐姐留宿一宿，明天天亮，小的再送罗家姐姐回来。那就这么定了，饭菜我已经做好了，你赶紧叫2个孩子吃吧，我去就回。你不是说不认识媒婆吗？刚才他叫的是鬼啊。眼见罗云启柳眉倒立，竟眼中火气腾腾，李二娘顿时往后退了一步。我怎么知道？你还敢嘴硬？罗云启忽然抬腿，一脚就把他踹倒在了地上。李二娘疼得哎呦了一声，连滚带爬的跑进了院，锁上大门，才骂道：姓罗的，你少嚣张！我要是整不死你，我就不姓李。好啊，那咱们走着瞧。哎，是蔷薇妹子啊，快进屋。嫂子，我突然好羡慕你啊。羡慕我做什么？在你韩大哥眼里啊，没准我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泼妇呢。不，谢蔷薇声音急切地说道：韩大哥对嫂子向来就是十分敬爱的，那天为了给嫂子买这枚木簪，他连午饭都没舍得买。真的。打扫了一下衣服，便跟着孙小强出了院。路上2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，一晃眼就出了村。前边是一片杨树林子，罗云启不由打了个哆嗦，不由慢下了脚步。罗家姐姐，咱们快点走吧，老爷让你快点回去呢。他着急见我，为什么现在才让你来通知啊？上午忙活着找大夫了，就耽误了。即使找了大夫，为什么非要我回去？老爷说想罗家姐姐了，便让小的过来了。罗云启倏地站住了脚，一张俏脸也在瞬间冷了下来。孙小强，我看你是个孩子，也不想跟你一般见识。你给我实话实说，是不是罗金贵让你来诓我的？真不是，罗家姐姐要是不信的话，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他越是催促，罗云启就越发觉得可疑。今天太晚了，你回去告诉我爹，就说我明早再回去。话音刚落，就见孙小强打了个口哨。小娘子，往哪儿跑啊？咱们都等了你2个时辰了，赶紧陪爷几个乐呵乐呵去。另外几个也冲了过来，拎着罗云启的裤脚就往林子里拽。罗云启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救命，眼瞅着就要被人拖入了林子。罗云启心中不禁害怕，今日怕是要凶多吉少了，张嘴便找捂着他的人咬了一口。小娘们儿，让你咬我，一会儿非弄死你不可。
大哥，烈的玩起来才带劲呢。没错，我瞧这小娘们儿还挺有料的。刺啦一声脆响，罗云起的衣服已被撕开了，胸口的凉意让他又气又恼，眼见就要遭人毒手，一道颀长的人影从远处奔来，一脚便踹飞了一人。朦胧的月光勾勒出那人的样子，罗云起不由一阵惊喜，是寒夜。寒夜已拽住了另外一人的衣领，一拳便将那人掀了个跟头。罗云起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眼瞅着前方有根小孩手臂粗细的树枝，立即捡了起来。你们这帮狗杂种，竟然敢打姑奶奶的主意！罗云起本来就是个暴脾气，如今受了欺负，更是一肚子的火，抡起棍子就往那几个王八蛋的身上砸。寒夜更是拳拳到肉，没一会儿就把几个人打的是哭爹喊娘，四散逃窜了。看着罗云起被扯开的衣襟，先穿上，免得着凉。罗云起这才发现自己都要走光了，赶紧把衣服给掩上了。我不冷，你穿着吧，一定是罗金贵搞的鬼。寒夜，你敢不敢跟我回罗家？寒夜点了点头，目光炯炯地说道：你是我的妻，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，我都愿意陪你闯。那好，咱们这就去找姓罗的算账。小姐，夫人，不好了！要死了你啊！话也说不明白，什么不好啦？孙小强很是害怕罗金贵，赶紧把寒夜救了罗云起的事给学了一遍。定是你办事不力，要不然寒夜怎么会跟上去啊？罗金贵气急败坏，抬手又扇了他2巴掌。干啥不行，吃啥不剩的废物东西，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留你何用？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出去！话音刚落，就听砰的一声巨响，院门好像被人给踹开了。罗金贵，你个没脸没皮的东西，是不是嫁不出去了？为什么非要盯着我相公？看着罗金贵锦衣玉食，还有人伺候着，罗云起更是火冒三丈，为原主鸣不平。哎，小贱人，你好大胆子，竟然敢回罗家来闹！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不想活的是你吧？罗云起一把就将李淑琴扫了一个屁股堆，接着便揪住了罗金贵，抬手就是一记大耳光。听到娘儿俩不是好声的叫唤，下人顿时冲了进来，却被寒夜3拳2脚就给放倒了。他冷冷地看着众人，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从那高大的身体里涌出。几个下人被他看得汗毛倒立，竟然再无一人敢动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李淑琴以鼻青脸肿地跑了过去，抱着罗天福哭道：老爷哟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！你再不来，罗云起就要把我们给打死喽！罗云起，你太放肆了！哼，我放肆？罗金贵劝人合理又如何说呀？贱人果然只会生贱人。当时若不是他烛台暗结，和你勾搭在一起，我娘如何会被气死？罗天福顿时恼羞成怒，指着罗云起道：住口！你有什么资格说老子？我想找谁就找谁。那我也同样，想打谁就打谁。你个狼崽子！来人呐，把那2只白眼狼给我抓起来！罗家的佃户不少，罗云起怕寒夜双拳难敌4手，立即大声喊道：谁敢动我和寒夜一下，我保证他下辈子都在衙门里吃牢饭。佃户们顿时都站住了。村子不大，罗云起认识县老爷的事早已传到了罗家，下人们耳聪目灵的，再见罗云起说的如此笃定，顿时都不敢动手。罗天福也顿了一下，毕竟他还想去县城里开赌坊，要是罗云起真的和县老爷有交情，他的赌坊肯定没法开。声音顿时缓了不少。罗云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罗云起冷哼了一声道：哼，我来只是想通知你，告诉你那不要脸的女儿少打寒夜的主意，若再敢跑去韩家生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眼见佃户不拿人，罗金贵气得要死。罗云起，你才是个不要脸的，当初是你不想嫁给寒夜，现在反倒说别人的不是。罗云起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，冷声说道：此一时彼一时啊，现在我只想和寒夜好好的过日子，你若再敢使坏，我便让县老爷治你个不贞之罪，再把你挂上破鞋去县里游行，让大伙都瞧瞧你这勾引姐夫的贱妇是什么德行。相公，咱们走吧。众人谁也没敢拦，就眼睁睁看着2人走出了门。爹，你就这么眼瞅着我和娘被打吗？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们？你怎么知道我会遭到不测？我并不知道，只是担心路太黑，怕你害怕，便跟了上去。罗云起的鼻子莫名有点酸，干咳了一声道：我之前那么坏，为什么你还对我这么好？
我虽然不爱说话，却还是能够分出好坏的。现在的你已经变了，我自然要对你好。其实你不用这么对我，以后会有一个别的女人对你更好的。韩烨的脸一下子便严肃了下来。不许胡说，你是我韩烨认可的妻，便是别人再好，也不会入我的眼。罗云启撇了撇嘴，心说傻小子，这话你要是在看到绝色倾城的公主之后还能说出来，我才真个算佩服你。好，你也是我认可的夫君，我这辈子也是非你不可了。韩烨自然不知罗云启的心思，目光顿时又柔和了下来，伸手在他头上轻轻地揉了一下，温声说道：这话才对嘛。折腾了大半宿，两人都累得够呛，简单的洗漱了一下便上了床。韩大哥，你怎么了？韩烨这才回过神儿，我没事，心中却乱成了一团。今天早晨他进仓房去找绳子，翻找的时候竟然在墙角边的破油纸下发现了一堆新鲜嫩绿的菜，还有一袋子足有50斤的玉米面，以及一些鸡蛋和一小坛子油。韩大哥，到家了。行，那我就先进去了。回来啦，饭都做好了，快洗手吃吧。看着桌上的牛肉，韩烨再次震惊了下。这个年代是不允许宰马杀牛的，罗云启是从哪儿搞到的牛肉啊？瞧着韩烨微缩的瞳孔，罗云启也想到了这一点，赶紧解释道：前几日我回去的时候，正好碰到有户人家的牛病死了，便买了一点，快趁热吃吧。韩烨哦了一声，没再多问，心里却再次画起了弧。罗云启怕他多想，赶紧把自己勾的草鞋拿了出来，看，这是我做的。哥，你快看，我们的鞋也是嫂子做的呢。那你们有没有谢谢嫂子呀？韩荣软糯糯的答道：有啊，我和二哥早就谢过了。我是他亲嫂子，谢什么呀？你们俩快吃饭去。我这种草鞋能卖得出去吗？韩烨点了点头，能的。一双能卖多少钱啊？有你的柴值钱吗？韩烨苦笑了一声道：虽然比我的柴值钱，怎么着也可以卖上3个钱。那私塾1个月的学费是多少啊？韩烨想了想说：至少要50钱吧。罗云启眸子一亮，那岂不是20双草鞋就够了？嘿，一会儿我再勾点去。看着罗云启兴奋的样子，韩烨心中一阵感动。秋天入学就可以，我不想你那么累。罗云启立即拒绝：不行，那可还要等半年呢，说不定这半年你学得好，就能参加乡试了呢。最主要的是韩烨不入学，他就没法出去卖东西，就那么点大一个市集，真碰上他可就没法解释了。而且超市每天都在更新，这么多菜肉吃不完，岂不是太浪费了？刚刚想完，系统的提示音就再次响了起来：版主好感度加10，白面上架。我去，白面都来了！那一瞬间，罗云启感觉自己好像拥有了全世界，终于可以蒸馒头、烙饼，随意的吃面条了。你一定可以高中的，我看好你啊！如果真的能读书，我一定会刻苦求学的。大哥，加油啊！大哥，我也相信你，你以后一定可以当大官的。你们几个给我站住，瞅什么呢？听到罗云启说话，几个女人顿时就撒丫子开跑，片刻就全都没了眼儿。嫂子，他们都说你是妖怪变的，美蓉蓉才不相信呢。嫂子，我把小铁子给打了，他说嫂子是狐狸精，会变化东西出来，还说嫂子会吃人心肝。罗云启皱了皱眉，那小崽子说没说这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？我问了，说是老曹家。好，嫂子这就找他们问问去。韩家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坐就免了。跟孩子们说曹家嫂子跟别人说我是狐狸精，还会吃人心肝呢，把我们蓉蓉都吓哭了。我来就是想问问，我和曹家嫂子似乎没有什么仇怨，嫂子你为什么要这么编排我？曹家的男人顿时急了：混账东西，这话真是你说的？韩家妹子，你别误会啊，这话可不是我先传的。罗云启冷冷地哼了一声。那是谁？曹家女人往东指了指，小声地说道：是李二娘，她还找了个道士，说一会儿要收服你呢，还说你们家有不少吃的，都是你用妖法变出来的。罗云启顿时拧起了眉头，又是这个贱人，看样子前几次教训的还是轻。曹家女人话音刚落，就听外边吵吵闹闹的。嫂子，咱们家门口忽然来了一堆人。到了院外，果然看到门口围了一大堆人，李二娘正扯着村长告状呢。有邪说，这次可真不是我撒谎，罗云启家里还有牛肉呢，前几天我就闻见味儿了。昨晚他们家居然又炖牛了。就算罗云启不是妖精，可吃牛也是大罪呀。而且他家还有别的东西，还给孩子吃水果呢。
我都没见过，肯定是罗云启使了什么本事，从皇城里搬运的。罗云启心头一跳，立即冷着脸走了过去。李二娘，你可知道诬陷罪要蹲多久的大牢？李二娘仗着人多，人又神气了起来。用不着跟我说这个。姓罗的，你敢把门打开让咱们进去搜搜吗？罗云启一脸讥讽地看着李二娘。要是搜不出什么，你又如何说啊？话音刚落，谢蔷薇那弱弱的声音便传了过来：嫂子不是妖精，我可以作证。进去搜。韩烨好大的胆子啊，竟然敢吃牛！赶紧让开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村长无奈地看向了罗云启。韩烨他媳妇，你看这该怎么办呢？罗云启笑了笑，转向了李二娘。想进门也不是不可以啊，要真的搜出东西，我也可以随你们去衙门。旋即脸色一冷，厉声说道：可要是什么都搜不到，你马上就给我滚出这个村。没错，要是什么都没有，又该怎么说？李二娘紧了紧捏在手中的黄符，今天不是罗云启死，就是他亡，说什么都得分个输赢出来。如果他们家什么都没有，我立马就领着我儿子离开这个村。罗云启嘴角一扬：好，村长，这话你听到了吧？村长点了点头。罗云启又转向了大伙：你们也都听到了吧？围观的人立即确认：听到了。又转向了大伙：你们也都听到了吧？围观的人立即确认：听到了。听到了。那成了，你们进去搜吧。罗云启身子一侧，让开了院门。嫂子，他们想去看就去看吧，反正咱们家什么都没有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蔷薇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之前的草都编没了，我又去山上弄了些，我想嫂子的草也可能要没了，就给你送了过来，谁知就碰到爷爷。谢谢你啦，蔷薇妹妹。老先生是村长，过来看看也是正常的，千万不要瞎想。哎，还有我告诉过你，以后叫我云七姐就行了，别老嫂子嫂子的，弄得咱俩跟外人似的。谢蔷薇点了点头，可她还是想叫嫂子。这姓李的是不是疯了？居然说韩家吃牛肉，除了1斤多点小米，韩家屁都没有。别说牛肉，能熬几天都是问题。可不是嘛，还真以为能找到点稀罕物。这李二娘这娘们果然干不出好事来。说话间，进去的人也都陆陆续续的走了出来。找到牛肉了吗？肯定是你藏起来了，我是不会问错的。罗云启抱着肩膀，云淡风轻的笑了笑。既然你觉得是我藏起来了，那你找去，反正离天黑还有时辰，你可别平白无限了。李二娘早就把能抠的地方都给找遍了，只可惜罗云启带的是系统，不但能刷新，还能自由回收各种东西，只要一个意念就结了。早在罗云启从曹家出来的时候，就把东西都给装进系统，为的就是要好好整治一下李二娘。乡亲们，韩叶家的院子这么大，说不定他埋哪儿了，咱们应该再找找。李二娘，我劝你还是消停消停吧，土这么夯实，哪有新挖的印呢？就是，我看就是因为你和韩家媳妇有仇，你这根本就是报复。你还指望咱们给你挖土啊？想得倒是美。你别走啊！就算没东西，也不代表罗云启就是好人呐。眼瞅着这些人三三两两的出了院，李二娘顿时急了，拿出攥了半天的黄符，照着罗云启的脸就是一巴掌。啪！黄符正好贴在了罗云启的脑门上，罗云启顿时就站住了。你们快看看啊，姓罗的不动了，他果然是个妖精。众人立即回过了头，却见罗云启咯咯一笑，把黄符给扯了下来。挑你个大头鬼啊！我看你才是妖精变的，不然心眼怎么会这么坏呢？现在总该愿赌服输了吧？李二娘冷笑一声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我服个屁！村子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我才不走。罗云启的脸顿时冷了下来。刚才咱们可都是当着大伙的面说好的，难道你想反悔打赖吗？李二娘打的就是这个心思。我的家在这儿，我凭什么走啊？哦，不走是吧？那咱们衙门见。罗云启不往村外走，李二娘吓了一跳，赶紧给他拦住了。罗云启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至于要报官吗？是你自己言而无信，这能怪得着谁啊？李二娘顿时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，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哎呦，我知道错了，罗家妹子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愿赌服输，赶紧滚！愿赌服输，赶紧滚！李二娘又气又恨，哭得更凶了。却听远处响起了脚步声，原来是韩烨和刘长武，立即见到救星一般的扑向了韩烨。韩家兄弟，你可得救救我呀！韩烨身子一闪，躲开了。李二娘一个趔趄，顿时坐到了地上。刘长武立即哈哈笑了起来。
我韩大哥的身子金贵着呢，除了嫂子，哪个女人都不能碰。刘成武嗓门特别大，罗云启顿时听得一清二楚，不由嗔怪地看向了刘成武，这傻小子怎么什么话都敢说？哎呀，大哥，不要管这个坏女人，她说嫂子是狐狸精，是妖怪变的，还领着村里人来咱们家搜东西。韩墨口齿伶俐，几句话就把事情给讲明白了。韩烨听完，俊脸顿时沉了下来，他冷冷地看向了李二娘，厉声说道：既然应承，便要做到。莫非你希望你儿子长大以后也和你一样出尔反尔吗？李二娘不由气得眼珠子冒火，抬手就朝他的俊脸打去，一只纤细的手腕抓住了李二娘。想打韩烨，你问过我了吗？你给我滚开！李二娘仗着人多，又要对罗云启动手，却被罗云启甩了一个趔趄，坐在了地上，顿时嚎哭了起来。你们就眼瞅着我被一个外村的女人欺负呀！还有没有点良心呀？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罗云启嫁给我韩烨，便是我韩家的人，倒是你一再的挑唆，究竟是何居心？刘成武紧接着说道：没错，你先让你2个兄弟怂恿衙门的人抓了韩大哥，又放火烧韩大哥家的柴火，你这种奴妇还有什么脸在村子里待着？韩烨竟然被衙门抓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韩墨立即把之前的事学了一遍，竟然如此对付邻居，果然是恶毒啊！就是啊，这种人就是一条臭鱼，搅和了一锅汤。让他滚，不能再让他待在村里。没错，快滚吧！村长也站了出来。李二娘，你之前既然已经承诺，便该自行离开，别让大伙动手请你出去。眼瞅着大伙都不站在他这一边，李二娘咬了咬牙，好，我走，你们给我等着瞧，早晚有一天我让你们好看。哼，多谢啊，我们已经很好看了，就用不着你了，赶紧滚蛋！李二娘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，便拎着孩子出了村。他走以后，大伙也都散了。李二娘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刁蛮不讲理，倒也没人觉得惋惜。嫂子，为什么刚才他们就没找到呢？罗云启笑了笑道：哼，谁知道呢？可能没看见吧。罗云启拿着白菜出来，正好看到了眉头深锁的韩烨，笑着问了一句：怎么了？没事。韩烨扯了一下嘴角，便去一边磨刀。罗云启瞟了他一眼，顿觉不太对劲儿。你想什么呢？是不是也觉得我是妖精变的？只要你不害我们，就算你是妖精，我也认了。想了这么半天，他也想明白了。哼，你就不怕我吃了你的心肝吗？韩烨一脸认真地说道。不怕。罗云启顿时笑得前仰后合。嫂子，你笑什么呢？嫂子，什么东东这么好笑呀？啊，他们说啊，嫂子是妖精变的，会吃人心肝。嫂子就问问你哥怕不怕？嫂子对蓉蓉好，才不是妖精呢。嫂子真的要吃，就把蓉蓉的心肝给你。嫂子又不是真的妖精，才不吃这些呢。看着罗云启这么喜欢韩蓉，韩烨心里的柔软顿时又被触动。罗云启将谢蔷薇送来的乌鲁草一一捋好，搓成草绳，坐在门口勾了起来。大哥，嫂子的手流血了。怎么弄的？没事儿，不小心碰到的。韩烨已拿起了他的手指，将指尖上的血给吸了出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快忙你的去吧。瞧着弟妹都在仰着小脸看着自己，韩烨也怪害臊的，干咳了一声道：快别弄了，也不差这一天。好，嫂子今天就早点休息一回。那嫂子可以给我讲故事吗？我要听孙悟空大战白雪公主。好，那嫂子就给你讲故事去。你们俩先去洗漱啊，你也别疲了，这些柴火够烧好几天的了。快进来泡泡脚。等以后咱们有钱了，就把李二娘的房子买下来。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？你就不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？一夜没睡。没有，我也是刚刚才起来。韩烨看了一眼地上的草鞋，脸色更沉了。胡说，我又不是多急，你为什么连夜走活呀？身子不要了。罗云启有些心虚，小声说道：昨晚突然失眠，反正也睡不着，还不如干点活呢。睡不着你可以叫我，我陪着你，下次不许你再连夜干活了。是，我知道了。罗云启心里一阵温暖，朝韩烨笑了笑道：今天这些草鞋要是能全卖掉，1个月的钱差不多就够了。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千万不能再耽搁了。韩烨瞧了他一眼道：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在赶我走呢？罗云启一阵无语，有这么明显吗？哎呀，你乱想什么呢？我就是希望你能好好读书，考上个功名，
才算没有白来人间走一趟。人家那些没读书的，不还是活得照样好好的？我现在还挺羡慕他们的，朝更夕回，每天还能逗逗孩子。这傻子究竟中了什么邪？怎么张口孩子闭口孩子啊？必须得赶紧打消他这个想法。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天生就是庄稼人，你却是要做大官的，所以必须要去考功名。罗云起一激动，差点就把他会当丞相的事给说了出来。韩烨垂着眸子问道：你就这么希望我当官吗？罗云起用力地点了一下头，憧憬地说道：当然啊，当官多好啊，既威风又有钱。瞧着他一副神往的样子，韩烨不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学出个名堂来，定要让罗云起当上一个一品夫人，也跟着过过威风的瘾。嘴上却道：那好，我听你的就是。见他答应，罗云起顿时松了口气。我给你做饭去。刚进门就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加10，超市成功升级成1星。居然还有这种好事儿，我这个超市还带升级的。罗云起赶紧抽空看了一下，果然发现超市有了变化，就连货架和展台都高级了不少，菜架上的菜也变得更精致了。以往随便摆放的大白菜都变成了精致包装的娃娃菜，土豆也变得更大更干净了，之前的油桶也变成了51的大桶，肉类更是出现了净排这种奢侈品。罗云起飞速地扫了一圈，随即便发现超市内竟然多出了一小节药品类的柜台，只是上边还空空如也。难道以后也会出现药品吗？如果继续升级，他的超市会不会变成那种什么都有的超级现代化大超市呢？罗云起离开了超市，里边的好东西他准备留着等韩烨走了以后再吃。你就这么想我走吗1.8米几的身高在罗云起的头上拢了一大片阴影，压迫感倍升。罗云起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嗔怪地说道：你瞎说什么呢？难不成你真怕我是妖精变的，把俩小的吃了不成？韩烨的目光顿时落在了那2片不断扇动的粉唇上，喉结上下翻动了一下。你不会的。罗云起笑了笑道：那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韩烨忽然抱住了他，那力量仿佛要把罗云起揉进身体里似的，继而贴着他的耳根子极小声地说道：我舍不得你。温热的呼吸吹在了耳根子里，他有些慌，赶紧去推韩烨。快放开，孩子们还在院里玩呢。你放心，他们不会进来的。韩烨紧抱着他，温热的嘴唇已从那丰润的耳垂上移下，在罗云起的脖子上轻轻地啃咬起来。不要，孩子刚睡，你可不许瞎胡闹。韩烨的眼神有些戏谑，挑着眉毛轻笑道：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去求学不能天天回家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千万要把门闭好。你安心读书就好，其他的不用惦记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这2天我劈的柴足够烧上1个月了，我会算着日子，不够了我就提早回来。等我确定了学堂，就让程武给你捎信，若是有事你直接过去找我就好了。罗云起了一声，闭着眼睛说道：好，我都记下了。韩烨又说：曹家嫂子人还行，蔷薇也没有坏心眼，没事的话多和他们走动走动。罗云起忍不住转过了脸，想不到这么年轻的一个少年却能把什么事儿都想得面面俱到，不由觉得好笑。你笑什么？罗云起忙道：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你能去读书挺开心的。韩烨不置可否，若非罗云起一直逼他，他还真的不想去了。又不远，你要是想家了随时都可以回来。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回来，家里就靠你了。不用说那些客气的话，照顾弟妹是我应该做的。两人又聊了一会儿，便手拉手睡了。第二天，罗云起难得起了个大早，给韩烨做了一顿像样的早饭，带着2个小的一直把他送到村口。瞧着1步3回头的韩烨，罗云起的心里莫名有些难受，一直到他消失不见，才拉着2个小的回了家。没一会儿，谢蔷薇就来了，他怯怯地往屋里瞧了一眼，小声小气地问道：嫂子，韩大哥走了吗？程武病了，今天的草鞋只能让韩大哥帮我卖了。罗云起顿时兴奋了起来，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你韩大哥今天去镇里求学去了，要不咱们自己拿出去卖卖？谢蔷薇有些紧张。没个男人跟着，我们俩能行吗？罗云起笑着说道：怕什么啊，有嫂子在呢，保管没人敢欺负你。更何况你韩大哥只凑够了1个月的学费，下个月的还没着落，我得先替他准备着。嫂子，我也去，
我保护你。看着快到自己胳肢窝的韩墨，罗云起笑着拍了拍他的头。你的任务是保护好妹妹，嫂子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。蔷薇妹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看着罗云起信心满满的样子，谢蔷薇也颇受鼓舞。成，我跟嫂子去。罗云起找了个靠边的位置，拉着谢蔷薇摆上了草鞋，随后又挤出了一小块垫儿。成，我跟嫂子去。罗云起找了个靠边的位置，拉着谢蔷薇摆上了草鞋，随后又挤出了一小块垫儿，摆了2个煎炸的金黄的玉米饼，未免其余的落灰全都背在了身上。谢蔷薇有些纳闷，小声地问道：嫂子，这能卖吗？罗云起笑了笑：能卖就卖，不能卖也没人咬咱们呢。油炸玉米饼，又香又酥又好吃，1文钱5个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给我来5个尝尝。好嘞。那大婶当街咬了一口，不由一阵惊愕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做的呀？怎么这么香？这是我们罗记的秘方，不外传呢。他这一说，这是我们罗记的秘方，不外传呢。他这一说，顿时有不少好奇的也都买了1文钱的。没用上半个时辰，罗云起那一盆饼子就都被抢光了，连带着草鞋也卖出了好几双。瞧着罗云起一脸笑容的收着钱，谢蔷薇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天才刚到中午，2人的草鞋就全都卖完了。嫂子，咱们卖的也太快了。这还不好呀，早点回去咱们还能勾几双。谢蔷薇使劲的点了下头，便跟着罗云起往回赶。罗云起摸了摸怀里的铜板，足有20几枚，心里也是乐得不行。想不到古代的钱这么好赚，既然东西拿不出去，它可以做成成品，油炸玉米饼、香煎馒头片。罗云起仿佛看到了无数的铜板在向自己招手。嫂子识字，认识一点吧。那嫂子能不能在家里先教我一些？好啊。看到韩墨如此好学，罗云起也是很乐意教的。一晃眼又有4、5年没见了，简直长得都快比老夫高了。家中的弟妹可还好啊？韩烨立即躬身道：多谢夫子挂念，家中一切安好。快坐下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必顾及那么多礼俗。只是不知贤侄可有识字，我好看看能把贤侄安排到哪个班。识得一些字，也读过几篇文章。关夫子了一声，拍着韩烨的肩膀笑道：那就好，你就在我这后院住下，明日我就安排你进入书院学习啊。韩烨立即说道：后院是夫子家人住处，韩烨不敢打扰，韩烨和学生们一起住书院通铺就行了。嘿，你这话可就见外了，我与你父亲可是8拜之交，如何能睡通铺？雪雁呢？还不出来把西房收拾一下？来了。清脆的声音从房中响起。爹，这是谁啊？都不给人家介绍一下，就让人家去铺床。关夫子的目光闪烁了一下，随即介绍道：这是老夫的小女关雪雁，这几年都把她宠坏了，若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贤侄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韩烨一直垂着眼，闻言再次躬身。学生不敢。关雪雁扑哧一笑道：这还没学呢，就成个书呆子了。关夫子立即呵斥：口无遮拦，还不赶紧干活去！关雪雁走后，韩烨再次说道：学生还是去书院住的好。不瞒夫子，学生其实已经有了家室了，关师妹却正当妙龄，若被有心人传出去些什么，必然是好说不好听的。且学生打小就过惯苦日子了，睡在这种地方没准会起惰性。眼见韩烨一直推拒，且句句在理儿，关夫子不由点了点头，叹息道：也罢，既然你已经成了亲，那我便不多留你了。等晚上吃完了饭，再让书童送你去书院啊。韩烨还想推辞，关夫子却说什么也不答应，韩烨只得留下。关雪雁听到韩烨成了亲，顿时有些惊讶，再瞧韩烨端坐廊下，眼观鼻，鼻观心的样子，又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果然是个呆子呢。韩烨听到有人轻笑，却没有抬头，一张俊脸，神色淡淡。关夫子不由点了点头，此子是个人才。送走了韩烨，关夫人立即呵斥女儿：嫂子要是勾了草鞋，就让我来帮你们卖。没事儿，我在家也待不住，还不如出来走走。罗云起说着，便放下了油纸，将馒头片和油炸玉米饼各摆了2块，旋即清了清嗓子，就吆喝开了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人就围了一大堆。罗云起带的2大盆干粮就卖的差不多了。因为人多，有人买了吃食，又看中了草鞋，顺带把刘成武的那款柴也给卖了。瞅着包裹里还剩了几个馒头片，罗云起便直接收了摊儿。
用油纸包了，交给了刘成武。给，这些你拿回去吃吧。你们要是不买什么，咱们就回去了。嫂子，我不要，你还是卖钱吧，好给韩大哥读书。不差那点钱，这是嫂子的心意，你快拿着吧，回去给婶子吃。哎，这当日啊，要不是你来报信儿，我也不能那么快的把你韩大哥救出来。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。客气啥呀，咱们走吧。罗云启等人刚走，关雪燕就心急火燎地跑了过来。不是说有个卖香煎玉米饼子的吗？人怎么没了？那小媳妇的东西太抢手了，已经卖完了。你想吃，明儿个去早点来。关雪燕失望地跺了跺脚，便往回跑了。第二个早晨，她去学院送饭，见韩烨只盛了半碗粥，就觉得肯定是自己手艺不好，韩烨才吃这么少。回去的时候听到邻居议论什么馒头片、玉米饼，便想偷偷给韩烨买点，谁知还是来晚了。小娘子，你天天上集市卖货，怎么也得交点保护费呀。三人同时回了头，只见身后站了3、4个不怀好意的男人。嫂子，刘成武则站到了两人的身前，挺着胸膛说道：我在县里卖了好几年柴，怎么从来没听过收什么保护费的？没钱给人也行啊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莫不是想要强民女，眼中还有国家的法度吗？刘成武也气得不行，指着他道：刘二麻子，我认识你，你是师爷的侄子，我们嫂子还认识县老爷呢，识相的就赶紧让我们走。刘二麻子大嘴叉子一咧，伸手就把刘成武推到了一边。谁认识县老爷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少废话，一人给我们100文，要是拿不出来就用人抵。我认识县老爷，你若不信，咱们可以上县衙去看看。你若是敢动我一下，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刘二麻子又吼了一声，走向了罗云启。哟，小娘子的性子还挺烈的，我就陪你们去县衙走一遭。要走我也是自己走，用不着你们陪。刘二麻子的斜拔子脸霎时就阴沉了下来。别他娘的敬酒不吃罚酒，把这俩小娘们给我抓下来。刘成武赶紧去拦着，谢蔷薇则吓得哭了起来。眼见这些人油盐不进，罗云启也有些紧张，照着抓着他的人的手就咬了一口。快跑！他喊了一声，便拉着谢蔷薇朝镇子的门口跑。那里有官兵，怎么也能搪塞一下，不想走得太急，和一个进镇的公子撞到了一起。看到那双清澈净透的眸子，那公子神色一喜。是你？罗云启微微一怔。你是？说话间，刘二麻子也已追到了近前，见到那公子，顿时低下了头。方少爷。那公子扫了他一眼，冷声说道：干什么？刘二麻子挠了挠头。没事儿，就是闲溜达。一听刘二麻子叫他方少爷，罗云启脑中灵光一闪，顿时知道他是谁了。这不就是县令那个出了天花的儿子吗？顿时喜道：原来是方少爷。哎呀，我们姐弟3人在集上卖东西，这些人非逼着我们要保护费，不知镇上是否有这个规定啊？放肆！这是谁规定的？刘二麻子浑身一抖，弓着腰道：这位娘子误会了，我就是想逗逗他们玩。胡说八道，此人分明就是没安好心。见方县令的少爷还认识罗云启，刘成武的胆色顿时壮了不少。刘二麻子还想狡辩，一抬头却见方露之面罩寒霜，眼珠子一转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。少爷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还请少爷高抬贵手，千万不要告诉我二叔啊。方露之一脚将他踹开，转向罗云启道：姑娘怎么说？若是想让他上公堂，我这就差人把他拿来。罗云启皱了皱眉，凭他多年的经验，这种无赖还是少惹为妙。沉吟了一下道：拿倒不必，只要他给我个保证，再也不与我为难，这件事就算了。刘二麻子顿时喜上眉梢，忙不迭地说道：我保证，我要是再找你们几位的麻烦，我就让雷给劈死。方露之多少也要顾忌几分师爷的面子，见刘二麻子如此说，便摆了摆手，轰苍蝇般的说道：滚吧！刘二麻子如蒙大赦，转身就跑。我就让雷给劈死。方露之多少也要顾忌几分师爷的面子，见刘二麻子如此说，便摆了摆手，轰苍蝇般的说道：滚吧！刘二麻子如蒙大赦，转身就跑。罗云启赶紧弯腰道谢：多谢方少爷替咱们解围，来日必定登门拜谢。方露之勾唇一笑，一双眼睛好奇地打量着罗云启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何必言谢？若再遇到什么事，可直接去县衙的后院找我。多谢方少爷，若是没别的事，
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说完，便拉着谢蔷薇和刘长武朝镇子的门口去了。爷，你怎么就知道他是救你的人呢？当日他的脸上可是罩着布巾的。眼睛，此女长了一双比星星还要明亮的眼睛，这么多年，我从未见过那双眼睛能如她的眸子一般璀璨。没事啦，明日你就不要来了。你一个姑娘家和我不一样，万一吃了什么亏，我也不好和村长交代。没关系，有嫂子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今日多亏那个方少爷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还能认出嫂子啊！罗云启也纳闷了。他怎么一眼就认出他了呀？几人胡乱聊了一会儿，便到了村。晚上，罗云启左思右想了许久，还是决定不带谢蔷薇了。不想天还没亮，谢蔷薇和刘长武便来了。嫂子，你笑什么呢？谢蔷薇一脸诧异地看着他。没什么。罗云启迅速包好了玉米饼和馒头片，又仔细地嘱咐了2个小的几句，便和2人出了村。关师妹，我还有书未读完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哎呀，这几日我见你吃的都不多，定是书院的饭菜不合你的胃口。听说镇上来了一个卖香煎饼子的，咱们俩买些尝尝去。我只是不想吃多犯懒，关师妹的心意我领了，说是没别的事，我这就回了。韩烨转身便往回走。不行，都已经出来了，不许你回去，不然我就不理你了。韩烨眉头紧皱，声音淡淡的说道：你若想吃就自己去，我在这等你。不行，我就要你和我一起去。韩烨，你快点，在那儿呢。韩烨一抬头，顿时看到了刘长武和谢蔷薇，不由一阵惊喜，几步便来到了摊位前。成武、蔷薇，你们来了。韩大哥，几日不见，刘成武也是一脸的惊喜。再见到他身后跟着的姑娘，不由皱了皱眉。谢蔷薇的脸色也不太好看。韩烨顿时明白2人误会了，连忙说道：这是关夫子的女儿，叫来买香煎饼子，便让我跟着来了。学院那么多人，怎么就偏偏带着韩大哥来？刘成武的嗓门却比谢蔷薇大了不少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这位关姑娘恐怕还不知道，这饼子就是我们韩嫂子做的。这是你嫂子做的？谢蔷薇没好气地说道：不是他嫂子，是他老婆。韩烨已弯下了腰，拿起了一块玉米面的饼子，低头咬了一口，一股香醇的味道涌入了口腔，熟悉的让他嗓子发紧。你们嫂子她还好吗？嫂子在家呢，都挺好的。韩墨和韩荣也挺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韩烨，这是你媳妇儿做的？韩烨点了点头，没错，是我娘子。关雪燕忽然就变了脸，小脚一跺道：既然是你老婆做的，那还买什么？说完就提着裙子头也不回地跑了。韩烨看了他一眼，便又询问起家里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走到县衙门口的罗云启突地打了个喷嚏。麻烦2位差大哥帮着通报一声，我姓罗，找县令大人有些事。去，县老爷忙得很，没工夫搭理你。话音刚落，便见方露之带着小厮从侧门走了出来，急忙朝他摆手：方少爷。见是罗云启，方露之顿时快步走了过来。是不是刘二麻子他们又去找事了？没有，是我做了些饼子，特意留了些送来给县老爷尝尝。方露之不由食指大动，拿了一块煎炸的焦黄的馒头片，嚼在口中又香又脆，不由大赞：好吃，快拿进去吧，趁热吃更好吃呢。方露之立即吩咐小厮把东西送到后院去。罗云启也准备告辞了，正要开口，忽见罗天福从远处的马车上跳了下来，接着便是罗金贵和李淑琴。罗金贵已提着碎花的裙子走了过来，指着罗云启的鼻子破口大骂道：罗云启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罗云启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勾搭小白脸！听到这话，罗云启顿时乐了：放肆！你等是何方刁民？罗金贵哪认识方露之啊？见方露之衣着还算可以，便认准了他就是哪家员外家的公子。小白脸儿，你少跟我装腔作势，罗云启可是有夫之妇，都不怕我告你个通奸之罪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方县令的儿子，再敢废话，杀为棍伺候！罗金贵吓了一跳，李淑琴更是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磕头如捣蒜般的说道：差大爷饶命啊，方少爷饶命，小女不知天高地厚，冲撞了少爷，还请看在他年幼的份上饶过他这一回。罗姑娘怎么说？这声罗姑娘叫得罗云启怪别扭的，忙低头道：此女是民妇的继妹，看在同宗的份上，便请方少爷不要和她计较了，民妇还有事要办，便先告退了。罗云启说完，朝着罗金贵勾了勾嘴角，便转身走了。将这3人拉入大堂，各打10大板，再敢胡说八道，这便是下场。罗天福顿时懵了，方少爷饶命啊！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求方少爷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吧。看着罗天福手上的银锭子，方露之不屑一笑：竟然想用钱贿赂，你好大的狗胆！给我拉进去打！罗天福已经彻底的蒙了圈，
本来他想来打探一下开赌坊都需要什么手续，顺便打通一下关系，谁知门还没进呢，就先挨了一顿板子，直打的三人哭爹喊娘，皮开肉绽，罗金贵直接就疼晕了过去。罗云起自然不知他们三人挨了顿好揍，想到罗天福后期带着娘儿俩到处要饭，心里顿时一阵舒爽，脚步都轻快了好几分。回到了摊位，今天比昨日又早了点，没事咱们就先回吧。哦，好。蔷薇你怎么了？有人来捣乱了？谢蔷薇犹豫了一下道，我看到韩大哥了。韩烨他怎么样了？刘长武立即给谢蔷薇使了个眼色。韩大哥他挺好的，帮着书院出来买纸张，顺便到这儿来看看。罗云喜立即追问，他问我了吗？刘长武点头道，当然问了，还吃了一个你做的饼子呢。他爱吃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给他多拿几个？韩大哥着急，也没来得及多说话，就被书院的学生给叫走了。哦，哎，你们没说我来吧？刘成武和谢蔷薇齐齐摇头。未免他再来碰见，咱们还是快些走吧。嫂子，你回来啦？你们饿没饿呀？嫂子给你们做好吃的去。我们都不饿，嫂子先歇息一会儿吧。嫂子一定渴了，先喝口水。好，嫂子谢谢蓉蓉。不用谢，这是蓉蓉应该做的。嫂子，你先坐会儿，我烧火去。晚上，罗云起用从排骨上剔下的肉炒了个大白菜。虽然排骨每天都在更新，但是罗云起却不敢老给他们吃，孩子毕竟还小，万一吃馋了就不好了。谁知道韩爷哪天会突然和他生气，排骨一下就没了，到时候他可就没地方弄去了。方少爷便叫我韩罗是吧？方露之微微一愣，这才想起罗云起成了亲，当日他就是为了救他夫君才给自己献的药方，眼中的光线微微暗了些。罗姑娘既然成了亲，为何自己在这边卖东西？你相公呢？他在天成书院读书呢。说话间，刘成武和谢蔷薇已经找了过来，得知他们都卖完了，罗云起也把剩下的几个饼子包好，递给了方露之。这些饼子方少爷拿回去吧，是我孝敬县老爷的。这可使不得，你昨日已经送了不少了，你这也是小本生意。罗云起打扫了一下沾面衣服，哎呀，没有几个钱，拿回去吧，我这就先告辞了。罗云起知道谢蔷薇要买布角，便拉着他朝绸缎庄去了。少爷，人已经走远了，咱们回吧。啊，掌柜的，有卖布角的吗？柜台前，一个姑娘正带着丫鬟挑布，闻言回过了头。关雪燕，嫂子，咱们换一家吧。换什么？我看这家就挺好。听到谢蔷薇叫她嫂子，你是韩烨的什么人？看着小三如此理直气壮地质问自己。韩烨是我相公，姑娘莫非认识我的相公？那又如何？自己还是黄花大姑娘呢，难道还比不过一个结了婚的婆子？不由勾了勾嘴角，仰着下巴说道，当然，我爹就是天成书院的夫子，韩大哥呢，现在是我爹的得意门生。罗云起挑了挑眉，张口回对道，原来如此，只是我相公读书又不是不给钱，关姑娘到底想向我炫耀什么呀？关雪燕的小脸顿时冷了下来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用得着炫耀吗？罗云起嗤笑了一声道，哼，既然不是炫耀，何必鼻孔瞧人？你个刁妇，好利的一张嘴，小心我给你抽烂！罗云起面无惧色地看着两人，我怎么觉得是你这个狗奴才狗眼看人低？小心你那一口狗牙，免得哪时被人拔光了。丫鬟气得要动手，却被关雪燕给拉住了。咱们出身书香门第，何必跟一个乡野村妇一般见识？小桃，咱们走。慢着，你说谁是乡野村妇？关雪燕停住了脚，瞧着他不屑一笑，自然是你。哼，肚子里没有2两墨水，也敢自称是书香门第？姑娘，我劝你呢，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了。我们小姐饱读诗书，岂是你这个村妇可以质疑的？在我们村有句老话，叫做会咬人的狗可不会像你这样乱叫。莫非你肚子里的墨水比我多便是了？我瞧你的模样，狗大的字怕是都不认识几个。罗云起挑起了挺秀的眉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，不知这位关姑娘可肯跟我这个村妇比一比啊？关雪燕心中一喜，比什么？你说。关雪燕勾起了嘴角，心中骂道，哼，死村妇，今天若不让你无地自容，我便不姓关。哼，那咱们就以菊花为题，一人作一首诗，如何？好。罗云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此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好事的人，其中还有一个天成书院的学子，正是爱开黄腔的李慎。
菊花好啊，雪燕妹妹，为兄看好你。关雪燕瞧了李慎一眼，忽地又动起了心思，旋即对罗云起道：你先说，可别说本姑娘欺负你。嫂子，咱们还是走吧。罗云起拍了拍他的手，朝关雪燕不屑一笑：你是怕自己先说了，被我学来吧？如此小人之心，也配称为书香门第吗？关雪燕被戳破了心思，脸顿时微微的红了一下。少说那些废话，你到底敢不敢比？怕的是你不敢。你且听好了，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气透龙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因为天龙国的国都名叫龙安，罗云起便改了一个字儿。这4句诗词一出口，众人皆惊，即便是不懂学问的，也觉得这诗词大气磅礴，气冲霄汉。无论关雪燕再说什么，都死输没赢。李慎更是直接愣住了。好啊，好诗。眼见学子带头叫好，其他人也跟着拍起了巴掌。关雪燕顿时臊得满脸通红。小姐，你快对呀，对死他！关雪燕提着裙子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掌柜的，有破布脚卖吗？想不到这位姑娘如此有学问呐，布脚也不值什么钱，你要是喜欢就都拿去吧啊！罗云起急忙道谢，但却不愿意占人家便宜，便用意念取出了2颗青翠碧绿的大白菜，从背篓里拿了出来。既然掌柜的不要钱，便把这2颗白菜送你吧。嫂子，我有钱。谢蔷薇赶紧走了过来，却让罗云起给拦住了。看到这么新鲜的菜，掌柜的顿时乐得合不拢嘴，又从后屋给抱出了不少布脚。刘长武二话不说的就扛了起来，3人也算是满载而归了。路上，刘长武崇拜地说道：嫂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一首诗就把新官的给对跑了。让他再勾引韩大哥，咱们嫂子哪点都不比他差。罗云起心虚地抿了抿嘴，他这呀都是盗版。这诗是谁做的？此人现在何处？李慎挠了挠头道：是个衣衫破旧的妇人，身边还跟着1男1女，好像是到集市上赶集的人。李慎把衣着样貌都学了一遍，韩烨顿时坐不住了。回到通铺，他又仔细地问了几遍妇人的相貌，心中已认定那人的确是罗云起。可是罗云起明明斗大的字儿都不识一个，如何能做得出这么精妙的菊花诗啊？再想起罗云起这段日子的各种表现，怎么看都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云起啊，我们这是来跟你道歉来了。韩烨的事是你妹妹做的不对，以后你和韩烨爱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，我和你爹呀，保证不再掺和。现在想明白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罗天福立即说道：你二娘已经说过你妹妹了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他一摆手，孙小强立即抱来了一匹湖蓝色的布。这点布是我和你二娘的一点心意，够你们家4口一人做一套衣裳的了，县令那里就要靠你多美言几句了。罗云起瞧着布，只见这布面精致，还带有暗纹，应该不便宜。正好俩孩子的褂子都破了，不要白不要。眼见罗云起接了布，罗天福顿时又堆起了笑。乖女儿，爹开赌坊的事情可就拜托你了。罗云起一阵反胃，想让我帮忙也可以，你得让罗金贵给我磕3个响头，还得跟我保证，从今以后都不能再打韩烨的主意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，也配让我给你磕头？哼，这嘴倒是还挺利的，我看是上次打得轻了吧？谁让你看中韩烨了？赶紧给你姐姐赔礼道歉。罗金贵气得小脸通红，罗天福顿时火了，按着他的脑袋就磕到了地上。娘说的对，一切都是你的错，赶紧给你姐姐道歉。罗云起看得心烦，一摆手道：行了，明日我就去找县令，后天你们再去镇里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着你说好了，后日再去。看着这3人远去的身影，罗云起冷冷一笑：别哭了啊，这磕几个头又不能掉块肉。罗天福的脸色也是十分的难看。等老子开了赌坊，再慢慢修理罗云起，要不然早晚有一天他得骑到我的头上来。爹，你最好弄死他，韩烨就是我的了。你还想要韩烨？忘了他是怎么砸咱们家的吗？那也是罗云起的主意，不然韩烨是不会这么做的。他那么在乎韩烨，那我就非让咱们的女儿把他给抢过来。罗金贵顿时高兴了，爹，还是你对我好。看样子罗姑娘今天又要满载而归了。哎呀，方少爷又来逛集啊？方露之点了点头，笑眯眯地说道：是啊，真的无聊，
便出来瞧瞧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小玩意儿。身后的小厮立即把脸转到了一边，简直是没眼看，分明就是为了找人家小媳妇儿，却偏偏说的自己很闲似的。今日的集市比以往人多了不少，方少爷可以多赚几赚，定然能满载而归的。哦，方少爷可还记得日前那几个被赏了板子的人？记得。如果他们再去县衙，便请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再打了。他们原本想来镇子上开赌坊的，那日去找老爷，就是去求相关的手续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倒也不难，买了地契，按时交税便可以了。罗姑娘是我救命恩人，你说话了，我自然会帮你办妥。罗云起立即欠了欠身，那就多谢了。男主好感度减10，活鱼下架；男主好感度减10，大米下架；男主好感度减5，苹果下架。我去！罗云起心头顿凉，慌忙转过了脸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了眼帘，剑锋般的眉，狭长的2片微薄的嘴唇紧紧地抿着，一张俊脸阴沉似水。罗云起赶紧朝寒夜跑了过去，寒夜已经转过了身，朝远处去了。罗云起大急：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寒夜却是越走越快，罗云起也开足了马力，撒腿狂追。这点误会要是解释不清，指不定又有什么东西要下架，他现在可就指望着这点米面出钱呢。你怎么样？哎呀，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误会我？难道我对你的好还不够吗？看着那双因为隐忍而猩红的眼，寒夜心头顿软。先起来再说。罗云起身子小狗一般的蜷缩成了一个团，紧抱着自己的双腿说道：你为什么跟我生气啊？是不是因为方禄之？寒夜垂下了眼眸，没说话。人家过来，我总不能装作不认识，更何况我早就告诉他我跟你成了亲，你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哼！我还没说你呢，到处的沾花惹草，今天谢蔷薇，明天罗金贵，这会儿又勾搭了一个关雪燕，你这么多烂桃花还好意思怀疑我？寒夜的目光一下子便凝重了起来。这不一样，我对他们毫无心思。罗云起扬起了清丽的小脸，爆豆般的说道：难道我对人家方少爷就有心思了？我要是有那种想法，我至于每天跑这么远的路来这里赶集吗？寒夜的眼中顿时闪出了一丝愧疚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想你。他伸手扶起了罗云起，将脸别到了一边，声音极小的说道：你别生气了。罗云起嘴角扬了一下，故作气恼的说道：你要道歉就看着我，背过身算怎么回事？寒夜犹豫了一下，便转了过来，一双黝黑的眸子微垂着。娘子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寒夜还是第一次这么称呼他。罗云起勾了勾嘴角，罢了，今日就原谅你了。正好见到你了，我也有一件事想和你说说。什么事？我想搬到县城来住，你同意吗？寒夜顿时眼露喜色。真的？但是片刻，那双眸子便又暗淡了下来。我现在上午功名，买房子恐怕要不少钱。只要你同意就行啦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以后我也想让韩墨跟你一同去读书。寒夜的目光有丝错愕，半晌摇了摇头道：不可，一个人读书已经够你操劳的了，但日后我得了功名，自会精心培养韩墨的。罗云起撇了撇嘴，书上寒夜的确是想培养韩墨，不过话可先说好了，我若真在这里买了房子，就不许你再在学院住了。看着这个表情生动的小女人，寒夜的眼中闪出了一丝笑意。好，都依你。眼见寒夜没了脾气，罗云起的心也舒坦了，只是刚才掉的好感度还没涨回来，让他挺郁闷。为了恢复好感度，罗云起从怀里掏出了10个铜板。这些钱你拿着吧，虽说公吃公住，可身上也不能一个钱都没有。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，也不需要钱，不必惦记。韩大哥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娘子，娘子，这是关夫子的女儿关师妹。关师妹，你好啊。罗云起冲他挥了挥手，便又紧紧地搂住了寒夜的脖子。看着两人如此亲密，关雪燕强自挤出了一丝笑。原来是嫂子啊，你们的感情可真好。我们是夫妻，感情当然好。哦，对了，麻烦关师妹帮我相公说一声，她要送我回家，今晚就不回去住喽。正是如此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立即朝丫鬟耳语了几句。这如何使得呀？你就不要管了，只管给我找门道去。若是能弄到那个东西，我亏不了你。丫鬟低下头道：那好吧，奴婢尽量试试。若是弄不到，那小姐可千万不要埋怨我。小蹄子，你不是有个堂叔开药铺吗？定然会有门路。要是弄不来，本小姐就不要你了。二人
人说话之际，韩烨已背着罗云起回了市集。韩大哥，嫂子，韩烨对两人点了点头。你们嫂子不小心摔了一下，我先带她回去。那就一起吧，我们的东西也卖的差不多了。嫂子，我那双鞋也卖了6文钱，多谢嫂子。客气什么呀，这都是你自己费心费力做的，我又没帮上什么忙。一会儿回去我就给韩墨和蓉蓉量量身子，赶紧把他们的衣服给做出来。韩烨有些疑惑哪儿来的布，但却没有当着外人的面多问。事实上他更想知道昨日那首诗是不是罗云起做的。俩小的见大哥回来了都乐得不行，不住地夸着嫂子好。瞧着两人的脸上又多了些肉，韩烨更加觉得愧对罗云起。这布匹是买的吗？不是，便把罗家3口挨揍的事学了一遍。听到是方露之帮忙教训的，韩烨的脸色一下子又寡淡了起来。你可别胡想啊，以后你的成就厉害着呢，但凡是你认识的人都会对你望尘莫及的。没错，嫂子还说哥以后会当大官呢。韩烨之前也听到这种话，不由抬起了头。你怎么这么笃定？罗云起抿嘴一笑道，我会算命，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不凡的人才。既然觉得我好，为什么还要上吊？罗云起立即强行没理变3分。我那都是为了考验你。韩烨目光熠熠地问。真的？罗云起面不改色地说道。当然啊，我哪会骗你啊。昨天那首菊花诗是你做的吗？罗云起心道，他果然知道，只是不知关雪燕是如何形容他的，却不知这种丑事关雪燕根本就没敢说，一切都是从李慎的嘴里露出去的。当然不是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哪有那么大的学问啊。这首如此有气势的诗词究竟是何人所作？罗云起顺口胡诌道，是个姓黄的人，以前就住在罗家村，挺喜欢做这些诗词的。那位黄先生还住在那里吗？娘子可否带我过去拜访？果然是个书呆子，听到这个比什么都兴奋。罗云起偷偷地翻了个白眼儿，一脸惋惜地说道，晚了，这人5年前就死了。这位黄先生如此有才，为何上天不让他多活几年？他的诗我倒是记得几首，你若喜欢，我可以念给你听。好，你快给我念念。罗云起清了清嗓子，正要念黄巢的另外一首菊花诗，忽见刘成武从门外跑了进来。韩大哥，嫂子，我娘。韩大哥，嫂子，我娘她没了。韩烨起身迎了出去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刚才。刘成武话没说完，眼泪就噼里啪啦的往下掉。成武兄弟，快别哭了，韩烨，咱们先过去看看。来到了刘成武家，这功夫村长和谢蔷薇也来了。刘成武已跪到了床前，咚咚咚的磕起了头。孩子不孝，连套装老衣服都没给娘准备。大伙瞧着刘成武跪在地上嚎哭，心里都不好受。罗云起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匹布，立即把谢蔷薇叫了过来。蔷薇妹子，你跟我回去一趟，把我那布扯一块，给老太太赶一件衣裳吧。谢蔷薇抽噎着瞅着他，嫂子，你对我们可真好。咱们都是穷人，穷人有事就得穷人帮，赶快走吧。两人赶紧回家扯了布，谢蔷薇又回去拿了剪子，便在屋里缝了起来。刘成武见罗云起把自己的布让了出来，心中更是感动的不行。与此同时，罗云起的脑袋里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加10，大米上架。罗云起抬起了头，正好对上了韩烨那双深邃狭长的眼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除了安心，罗云起也松了一口气。今晚我就不回去了，在这陪陪成武，我先送你回去。罗云起点了点头。人死了总要买口棺材，这点钱算是咱们的一番心意，你拿给成武吧。好，我会帮你给他的。两人踩着凹凸不平的土路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回了家。韩烨把罗云起送进了屋，又说道：下葬也得需要人手，明天就先不回私塾了。听到韩烨还能留一日，罗云起有些欢喜。行，你自己做主吧。你早点歇着，我这就去了。天一亮，罗云起蒸了一大锅2盒面的饼子，拿到了刘成武家。刘成武早就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趁热，先吃一个。刘成武抹了一把眼泪，哽咽的说道：谢谢韩大哥，谢谢嫂子，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哥亲嫂子。没一会儿，谢蔷薇也拿着做好的褂子来了。刘成武和韩烨将褂子给老太太穿上，又花了20文钱买了一口棺材，在大伙的帮助下把老太太给葬了。回到村已经到晌午了，罗云起索性把谢蔷薇和刘成武叫到了自己家，给他们热热乎乎的做了顿饭。趁着两个男人说话的功夫，便把谢蔷薇叫到自己的床边，让他教自己怎么做裁剪。谢蔷薇喃
难得打趣了罗云起一次。嫂子干什么要这么着急给韩大哥做衣服呀？是不是怕他被狐狸精给勾去了？小妮子，你也来调侃我啦？他信心满满的瞧了韩烨一眼道：我才不怕呢，那是因为你韩大哥的褂子太破旧了，在家里倒是不妨事，可出了外面怎么也要像个样子。嫂子的心眼可真好，韩大哥能娶到你，自然是祖上积德了。嫂子好厉害哦，这袍子好好看。你和你二哥也有，明是你蔷薇姐姐就能帮你做出来了。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。大哥，你快来，嫂子把你的衣服给做好了。你都忙了一天了，快点歇歇吧。我不累，来试试。他忐忑不安地帮韩烨穿上，不想竟然意外的合身。湖蓝的颜色穿在韩烨的身上，更显那身姿颀长挺拔，俊朗不凡，无形中也多了几分内敛和沉稳。哇，大哥可真好看呐！大男人家的脸皮这么薄可不成，以后得学着厚一点。还有啊，干什么事要以家人为先，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只有家人才是咱们的根，别人帮咱们可是要人情的。韩烨点了点头，认真的说道：我知道了。他瞅了一眼跑出去找韩墨的韩荣，忽然伸手抱住了罗云起。罗云起吓了一跳。你要干啥？韩烨垂着眸子，你不是刚教过我脸皮不能太薄吗？说完便朝罗云起的嘴唇压了下去。看着那张不断放大的俊脸，罗云起心中顿慌，赶紧捂住了韩烨的嘴。别胡闹，弟妹都在外面呢。韩烨轻笑了一声，这会儿知道怕了。温热的气息从他耳边划过，酥酥痒痒的。倒是跑来戏耍我。你是我娘子，又不是别人，难道夫妻之间也要一本正经吗？行，你说的对，反正你是读书人，我说不过你。此言差矣，不管我有多大的学问，以后都会听你的。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。你也忙活一天了，早点歇着，明天还要早起赶路呢。韩烨也确实很累了，帮着刘成武下葬了老娘，回来又上山打了些柴，忙活了一天，总算把罗云起过日子用的东西都给准备好了，便应了一声，躺下休息去了。韩烨今天还不回来吗？姑奶奶饶命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你们不是住一起吗？你就没听他透露过家里有什么事？韩烨他不爱说话，我们很少聊心事。我说姑奶奶呀，你总盯着他干什么呀？人家韩烨可早就成了亲了，倒是我们这一堆光棍，姑奶奶您就不能多瞅两眼吗？关雪燕立时瞪了他一眼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：你们有什么好看的？简直是污了姑奶奶的眼。嘿嘿，那韩烨就不污你的眼了。哦，对了，那日和你对视的妇人是谁啊？倒是有几分姿色，你认识她吗？关雪燕眼珠一转，低声问道：怎么，你相中了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那你就去集市上找他呀，不是有句话叫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吗？说不定你就能得到些便宜呢。李慎的心顿时痒痒了。那他今天也会来赶集吗？关雪燕白了他一眼道：肯定会啊，村里的人穷得很，不出来赚钱吃什么呀？李慎兴致勃勃地点了点头。好，一会儿我就说出去买纸，到时候还请姑奶奶帮我打个掩护。这个没问题。关雪燕的话音刚落，便见身穿新袍的韩烨从门外走了进来。瞧着韩烨步履沉稳，气宇轩昂，关雪燕的一双妙目差点沾到了他身上。韩烨并没看他，对众人点了点头，便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关雪燕顿时想起了罗云起搂着韩烨脖子的亲昵样，恨恨地跺了跺脚，在韩烨身后的位置上坐下了，旋即勾了勾嘴角。李慎在学院里是出了名的色，县城里的小寡妇他勾搭了不少。别看这家伙学问不怎么样，那对付女人倒是有一手。只要他能搞定那个村妇，还怕韩烨不投入他关雪燕的怀抱吗？思量间，关夫子已经进了门，看到女儿不由怔了怔。这丫头从来都不喜欢读书，这几日倒是转了性了。他并未多想什么，便开始上课。韩烨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，顿时全神贯注地听了起来。李慎却是如坐针毡。李慎嘿嘿一笑道：有相公好啊，要是黄花大闺女我还不要呢。怎么样，小娘子，我带你吃饭去。罗云起顿时火了，居然敢调戏他，抡圆了手臂，一巴掌就扇在了李慎的脸上。不要脸的东西，你把老娘当成什么人了？啪的一声脆响，把不少买货的都给吓了一跳。你个小娘们儿，别给点不要脸！不要脸的是你，再敢对老娘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掰掉你的牙！李慎也来了火，他也算是常在河边走，没想到今天失了鞋，伸手就去拽罗云起。今天本公子就要拉你去吃饭，放开他！你
你算哪根葱啊？见是方露之，罗云启顿时面露喜色。方少爷，人群中已经议论起了方露之的身份。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你该当何罪？嘿嘿，俏娘子，你这鸡蛋是怎么卖的呀？1文钱2个，要几个啊？罗云启抬起了头，顿时认出了眼前的人。那日他和关雪燕对诗，这男人就在门外给他加油。来10个，反正他家有钱，不差这几个铜板。收完了钱，清丽的小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。还买东西吗？不买就赶紧离开这儿，别耽误我卖货。李慎不由瞧了罗云启一眼，这小娘子还挺厉害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买了？我不得看看吗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诚心买东西就往脚底下看，你盯着我做什么？李慎嘻嘻一笑，我盯着娘子，自然是因为娘子好看呢。罗云启的脸顿时又沉了几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有相公的，你可别跟我开这种玩笑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少爷饶命，草民只想逗逗他，并没别的心思。少爷，你心心念念的一上午，怎么不多留一会儿啊？你知道什么？旋即轻笑了一声，便朝衙门走了。小厮急忙跟上，又说道：我瞧着刚才那个人像是天成书院的学子，听别人说这位罗姑娘的相公好像也在那儿读书。方露之顿时停住了脚，这话当真？小厮挠了挠头道：应该是真，是咱们县衙里的衙役说的。好，那咱们也去玩几天。另一边，李慎已经跑回了天成书院，一边脸肿得通红。如何了？可得手了？得手个屁啊！牙签先没被人打掉，那小媳妇儿可是厉害的很呢，而且她还认识方县令的儿子。关雪燕顿时来了兴趣，哼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跟我说说。李慎立即把刚才的事添油加醋的学了一遍。成武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难道就想一辈子砍柴为生？刘成武闻言垂头丧气地说道：等过些日子可以种田了，我就种些菜来卖，砍柴实在是难出几个钱。是啊，一捆柴2个铜板，刘成武每天砍2捆也才4个铜板。砍柴的确不是常事，若想以后出人头地，你还是要跟着你韩大哥。刘成武没太懂他话中的意思，干笑了一声，又把头低下了。蔷薇，我过几日可能就要搬到镇子里去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啊？比如在镇子里弄个什么买卖？哎呀，嫂子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哪里会做买卖，更何况哪里都要钱。只要有这种想法，就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奋斗。我觉得你可以弄个鞋铺，这在咱们镇子上可还没有呢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你。谢蔷薇紧紧地攥住了手指，半晌又摇了摇头。嫂子能搬到镇上陪着韩大哥是好事，我就是村里的穷命，能多赚几个钱已经很满足了，可不敢让嫂子为我操劳那么多。你们啊，就和我的弟弟妹妹一样，也算是我在这里仅有的2个朋友。如果我有那种能力，一定不会自己独自享乐的。罗云启的一番话把2人说得心底发热。既然嫂子这么看得起我们，不如咱们3人结拜为兄妹如何？好，那咱们就结拜为异姓姐弟，从今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因为没有香，罗云启就去树上折了3根棍儿，插在了路中间。3人随即下拜。罗云启虽然比刘成武小了1岁，但还是被2人尊为大姐。刘成武是2弟，谢蔷薇则是3妹。小姐，东西来了。她从袖子里悄悄地拿出了一包药，递给了关雪燕，收了药便去找关夫人。娘，我听说韩烨的媳妇在这里买了房子，以后定然就不会在书院住了。他爹和我爹是世交，咱们是不是该留他吃顿饭再走啊？关夫人白了女儿一眼，我看你是舍不得他回去吧。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娘也年轻过，你那点心思我会不知道吗？只是韩烨已经有了结发妻子了，就算他有功名在身，可以再娶，那你也只能做小，又是何苦来的呢？娘，你别说了，人家只是单纯的想给他践行，你怎么生出那么多话来？这事儿啊，得问你爹，他若是同意了，我自然会好好的做一桌子的菜。那好，我这就找爹去。关雪燕跑跑跳跳的来到了学堂，趁着下课的功夫，把韩烨要走的事偷偷的告诉了他爹。关夫子的目光忽的有些冷，旋即勾了一下嘴角，便答应了。韩烨心急如焚，想回去见罗云启和2个弟妹，关夫子却是一个劲儿的挽留，若是再不留下，便有些不知好歹了。哎，你这么说便是老夫惭愧了。我与你父亲情同手足，本该早日将你们一家接过来，如今又拖了这许多年才见面，实在是有愧韩兄的在天之灵了。老师言重了，是韩烨不愿受人恩惠，与老师无关，如今来了也不算晚。
没错，也不晚，只是你这性子呀，也要改一改。没听过刚极易折吗？日后若是真能走上仕途，当懂得如何转还。多谢老师教诲，学生定谨记在心。寒夜，难得我父亲能和谁推心置腹，你不陪他喝一杯，如何说得过去？这是我亲手酿的竹叶青，酒性不烈，今日特地给你倒些来尝尝。寒夜，你是不是醉了？先去偏房中歇息一会儿，醒醒酒再走也不迟。日后若是真的出人头地了，少不了要进名利场，你的酒量得先练练了。寒夜躬身道：老师说的极是，只是学生天生不胜酒力，未免出丑丢人，便不打扰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说这些外头的话？若真的晕沉，便去休息一会儿吧。不必了，学生惦记弟妹，就回去了。既然他们已经搬到这儿了，便不用着急了，歇一会儿也不打紧。关雪燕心中一喜，立即给小桃使了个眼色，两人强行把寒夜扶到了偏房。寒夜靠在床上，心里却是火烧火燎，难受的厉害。师妹，能不能给我拿点水过来？他声音阴哑地张开了嘴。好，我这就给你倒去。片刻，关雪燕端了一杯凉茶过来，温软的手指碰到了寒夜的手上，顿像火种一样，轰的一下子便把寒夜体内压制的火给点燃了。他无意识地抓住了关雪燕的手，一抬眼却恍惚看见罗云启正站在一旁，巧笑倩兮地看着他。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看你了。心中的火不断地涌上脑海，寒夜头脑一阵昏沉，冥冥中却又像在渴求着什么，不由伸手抱住了罗云启，大手紧紧地箍住了他纤细的腰。这几日我好想你。寒夜，人家也想要你。羞怯的声音顿让寒夜心头的火又烈了几分，不由将罗云启压到了床上，低头去寻找他的唇。镇郊，罗云启已经做好了饭，正拿着给寒夜新买的靴子来回的翻看。嫂子，大哥怎么还不回来？嫂子，大哥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是不是饿了？咱们先吃饭去。嫂子，咱们真的不等大哥了吗？不等了，可能他遇到了什么事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三人刚坐到桌子上，便听到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。罗云启赶紧跑了出去，顿时看到了脸色发红的寒夜摇摇晃晃的从外边走了进来。你喝酒了？我没事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嫂子都等你好半天了。大哥，你已经吃过了吗？嫂子还饿着肚子等你呢。寒夜只觉脑内昏沉的厉害，那团不断在他体内燃烧的火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大哥先去休息一会儿，你们去吃，不用等我了。你们先吃去吧，嫂子一会儿就来。说了一声，便赶紧把寒夜扶进了偏房。哎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不用管我，我没事，你出去吧，我真的没事。罗云启拧着清秀的小眉头，站在床边低头看着他，不知寒夜到底是和书中一样中了药，还是生病发了烧。犹豫了一下，将被子扯了过来，盖到了寒夜的身上。那你先睡一会儿，我给你倒点解酒茶去。寒夜闷闷地哼了一声，抱紧了被子。罗云启回头瞅了一眼，却见他不住地发着抖，顿时又担心了起来。此时的寒夜早已被药性烧昏了头，刚才就差点铸成大错。好在他意志力强大，在最后的关头发现了面前的人是关雪燕，立即将他推开，跌跌撞撞地朝罗云启的新家跑。他猛地抱住了罗云启，将他揽到了床上，火热的双唇已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。哎呀，罗云启吓了一跳，想推开寒夜，下面的话却被那狂似的热吻给逼回了肚子里。几声绵薄的脆响，罗云启只觉肩头发凉，不由打了个哆嗦。看来他猜中了，寒夜果然走到了被关雪燕下药的剧情。但是此时他似乎控制不住了，山岳一般的重量落在了罗云启的身上，迫得他喘不过气来。罗云启不由想哭，搬家真的应该看看黄历的。哎呀，放开我，寒夜，我不是你的脏。哎呀，放开我，寒夜，我不是你的脏。寒夜的舌尖儿已趁虚而入，和他纠缠在了一起。一双黝黑深邃的眼眸早已蒙了一层血丝，迷离的看不出色彩。温热的大手不住的在他脊背上游走，仿佛带着火种，差点就要把罗云启给点燃了。眼见寒夜已没了理智，罗云启顿时慌得不行，一狠心在寒夜的嘴唇上咬了一口。寒夜吃痛，眸中顿时又恢复了一丝清明。罗云启
捂着衣襟跑出了门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心里仍然砰砰乱蹦。嫂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呀？罗云起赶紧整理好衣服，来了，嫂子这就来了。那个，你们怎么还不吃饭？我们要等嫂子一起吃。嫂子不太饿，你们先吃吧。俩小的却执意要他也吃，罗云起无奈，只得夹了几口菜。一夜里不知往韩烨的房间瞧了多少次，直到天空亮起了鱼肚白，才躺到床上稍微的眯了一会儿眼。别怕，是我。缓了一下神，才想起这个人就是韩烨，回想昨夜的种种，心中又羞又怒，把身子扭到一边去了。你不去书院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顺着他的纤细的脖颈，韩烨看到一片青紫的吻痕，眸中的怜惜又多了几分。我不放心，想来看看你。浑厚且带着几分阴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莫名的性感诱人。罗云起更不敢转过去了，背着身道：你走吧，我挺好，用不着你看。想起他昨晚失去理智的样子，心里又有些生气。可怜他好心好意，早早就做了一桌子菜，他倒好，不但喝了酒，还喝了药，平白让他担心了一夜。犹豫了片刻，再次张开了手臂，将那娇小的身体抱到了怀里。今日我不去学堂了，就在家里陪着你，你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吃。我错了，保证这种事情这辈子都不会再发生了。娘子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知道错了还不松手，别让孩子看到。不要，我就想一直抱着你。我已经告诉他们了，不叫谁也不许过来。罗云起的瞳孔顿时缩小了一圈，他没听错吧？韩烨居然能说出这话来。在书中九公主各种引诱，他也没说过这么肉麻的话，不由甜甜的笑了笑。青天白日的，你胡闹个什么？我这就下去做饭，孩子们也饿了。见他要去做饭，韩烨立即按住了他。昨夜你都没睡好，今日便好好歇着吧。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们做。一晃眼，日头就上了3竿。罗云起再次被韩烨叫醒，看着桌上的小米粥和碗里剥好的2个鸡蛋，心里一阵温暖，忙把鸡蛋夹给了韩墨和韩荣。嫂子，我们都吃过了，你快点吃吧。嫂子吃，哥说嫂子生病了，要好好补养啊。罗云起不由白了韩烨一眼，他生病还不他闹的。韩烨却是一脸正经的端坐在桌子前，对俩小的命令道：快坐回来，好好吃饭。瞧着他眼观鼻，鼻观心的模样，罗云起不由撇了撇嘴，心说假正经。吃完了饭，他又被韩烨给按回了床上。韩烨，日后咱们俩要是和离了，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钱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和离啊？因为你以后会遇到一个……罗云起的话还没说完，韩烨的嘴唇便压了下来。罗云起吓了一跳，赶紧红着脸推开他。你疯了！瞧着他慌张的模样，韩烨轻笑了声，再敢胡说八道，这就是惩罚。罗云起很是无语，这并不是胡说，你以后真的……哎呀，我不说了，你把那个拿给我，我要去趟集市给蔷薇送去。韩烨有些诧异，挑着眸子问道：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这么急啊？打开来，原来是给他做袍子剩的布角，不由笑了笑，这小媳妇儿还怪能操心呢。若是蔷薇要用，我去做面好了。今日你就好好歇着，哪里都不要去。看着韩烨这张轮廓越发深邃的俊脸，罗云起心里不禁有些吃味了。一出去啊，不知又要吸引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儿的目光。不用你了，反正白日我也睡不着。两人争来抢去的，最后决定一家4口一起去。程武呢？二哥去了武行，以后就不卖柴了。怎么，程武成了你二哥？我们还有大姐呢。剑锋般的眉头不由挑了挑。罗云起白了谢蔷薇一眼，笑着说道：你韩大哥的脑袋只会读书，让他猜这些倒是为难他了。这回他可不是我韩大哥了，以后我要叫他姐夫了。你们3个结拜了？怎么行吗？瞧着小媳妇儿的娇俏样，韩烨心中一荡，扬着嘴角说道：你喜欢就好，为夫哪敢说不行呢？你喜欢就好，为夫哪敢说不行呢？罗云起又和曹家媳妇儿问了好，然后拿出了2捆绿色的菠菜，分别递给了谢蔷薇和曹家媳妇儿。以后我3妹就麻烦曹嫂子照顾了，要有什么事儿你们就过来找我。蔷薇，这些菜你拿回去做点汤。谢谢大姐。谢蔷薇甜甜一笑，收下了。几人聊了几句，韩烨便让罗云起回去。月沉日升，一转眼就到了第2日。今日便早些去书院吧，别忘了和夫子说一声，就说以后都回来煮。好，你也要仔细着自己的身体，别太操劳了。韩烨应了下来。大哥一定是舍不得蓉蓉，所以才不愿意走。才不是，大哥分明就是舍不得我，舍不得我，舍不得我。都不要吵了，嫂子一会儿要去集市，你们呢就在家看家。
今天嫂子再教你们几个字，一定要记好哟。谁记得多，回来我会有奖励的哟。俩孩子顿时围了过来。我一定要拿到奖励，我也要。你们要是记得好，就一人一份。两人用力的点了点头，都闭住嘴，认真的听罗云起讲字的结构和读法。罗云起赶紧回屋，打开了系统，他得先看看今天卖什么好。不想却被里边的东西吓了一大跳，之前空荡的柜台居然全都装满了货，不但鸡鸭鱼肉都有了，蔬菜水果也全都装得满满登登的，苹果、香蕉、凤梨，还有哈密瓜和圣女果。除此之外，还多了一些奶豆、棉花糖等小食品。看着这一片琳琅满目的东西，罗云起吃惊地张大了嘴。韩烨这是对他加了多少好感度啊，也太夸张了吧。随后罗云起又惊喜地发现，卖药的柜台上居然也出现了氨酚黄钠醚片剂以及罗红霉素2种药，简直是发了。赶紧取出了药，将药片全都扒了出来，分别用2张油纸包好，写上药名和过期的日期，又拎出一个哈密瓜，准备给2个小的晚上当奖励。就1200文银子，说什么也不能再少了。1100吧。你这房子位置不好，东边还挡光，一进来黑漆漆的，我能出1100都不少了。行，你要现在能买，咱们就成交。好，那咱们就一手交钱，一手地契，成交了。不到1个时辰的功夫，罗云起已经成了铺子的店主。为免谢蔷薇发现系统的秘密，罗云起没敢叫他过来帮着打扫。这小媳妇倒是有几分本事，竟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开启了铺子。那可不，你不是说他还认识县令的公子吗？他这张脸也算有些姿色，只要勾勾手指，那不还有大把心甘情愿上钩的吗？有人愿意，自然就有钱了。唉，只可惜啊，就连韩大哥都着了他的道。就算他认识方少爷又如何？方少爷总不能时时跟在他身后，还有那个混账韩烨。关雪燕立即拎住了他的耳朵，厉声说道：李慎，你想女人可以，但你最好别打对付韩烨的主意。你要敢对他动手，别说姑奶奶翻脸不认人。既然是姑奶奶看上的，我怎么敢呢？不过这件事若想成，还需要姑奶奶帮个忙。你想我怎么办？李慎立即凑到他耳边耳语了几句。关雪燕听完，顿时露出了笑容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从打扫到摆摊，罗云起弄完已经快到下午了，身子本就没好，这会儿更是疲累的不行。转眼瞧了一眼摆好的货，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只是这么老些东西，难保韩烨不会问，今晚就得编出一个货源来。是罗姑娘吧？是罗姑娘吧？韩烨和几位学兄去了江边，师祖掉进水里去了。罗姑娘，快去看看吧！罗云起一阵诧异，他不是在书院吗？那人心急火燎地说道：是在书院。下午的时候，父子忽然说要以江水和鱿鱼为题做一首诗，大伙便嚷着要去江边，韩师兄也跟着去了，不想脚下一滑就落了水。江在哪儿呢？快带我去！哦，往前走半里就能看到一条江了。罗姑娘先去吧，我还要回去通知父子呢。不想那学生转了一圈，又领着2人回来了，朝着罗云起离开的方向嘿嘿一笑道：哼，听说李氏弄了个极品，反正咱们也逃了学，不如过去看看。另一人道：这个女人既是李慎相中的，为何你要说韩烨的名？这个女人既是李慎相中的，为何你要说韩烨的名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别看韩烨一副老实相，其实早就和这小媳妇勾搭上了。这话可是李慎亲口告诉我的。最后一人道：怪不得关姑娘叫咱们来传话，她定然是被这个小媳妇给气死了。废话少说吧，咱们赶紧看看去。3人一拍即合，立即去追罗云起。嘿嘿，小娘子，你在找谁啊？是你。话一出口，他就明白自己被骗了，不由往后退了一步。你想干什么？自然是想好好的疼疼你。罗云起顿时汗毛倒立，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，他骂了一句不要脸，回身便跑。李慎一个箭步扑了过来，将罗云起压在了地上。同样的当，他竟然上了2次。罗云起又气又恼，愤怒不已，心里顿时发了狠，照着李慎的裆部就是一记膝撞。李慎被正撞到红心，顿时嗷的一声滚到了一边。罗云起爬起来就跑，脚脖子却被李慎给拽住了，摔了一个狗啃屎。好在江边都是杂草，摔得并不疼。罗云起再次使足了劲儿，踹开了李慎的手，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跑。李慎已捂着裤裆爬了起来，
看着自己被踹没皮的手，不禁气得眼冒金星。这个小娘们儿，今天说什么都得办了她。立即踉踉跄跄地朝前追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脸色怎么这么白呢？没事儿，可能是今天累了。都说了这几日让你好好歇歇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？晚饭我来做，你累了就先躺一会儿。韩烨弯下了腰去给罗云起脱鞋，再想起刚才害怕失去韩烨的恐惧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，哽咽地喊了一声韩烨，便用力地抱住了他的腰。怎么了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罗云起正要说话，忽见一道人影从门外走了进来，照着韩烨的脑袋就是一板子，心中大惊，一把将韩烨推到了一边。一声木质的脆响砸在了罗云起的肩膀的木板，顿时碎成了两段，疼得他冷汗直冒，看着李慎大骂道：不要脸的东西，竟敢追到家！韩烨顿时就明白了，照着他的脸就是一拳。李慎被打了一个趔趄，撞在了墙上，韩烨的拳头却没停，雨点般的呼在了李慎的脸上。几个喘息的功夫，李慎便被打得鼻孔穿血，面条一般的倒在了地上。韩烨又过去踹了几脚，好像死了。罗云起后退了好几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床上。韩烨一把手伸到了李慎的鼻子下，脸色顿时也有些青，直到看到墙上的钉子，才恍然明白了过来，是这东西要了李慎的命。镇定，是李慎先到咱们家来的，他死了，咱们也算正当防卫。你不必惊慌，我就去县衙报官自首，相信县老爷明察秋毫，自会给我一个公断。罗云起赶紧拽住了他，别，先不着急。你熟悉天龙国的法典吗？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如何判啊？韩烨沉吟了一下道：杀人者偿命，防卫者可依情节而视，或无罪释放，或监禁3年。那咱们这算正当防卫，是李慎闯进家门意图不轨的，对不对？韩烨点了点头。确实如此，我会向县老爷说明情况的。你先去偏房和韩墨、韩荣待一会儿。罗云起有心要跟着他去，却又怕韩墨和韩荣害怕，只得答应。如果韩烨被收监了该怎么办呢？罗云起越想心越乱，在屋里站不住坐不住了。这时忽听院门开了，急忙跑了出去，只见几个官差气势汹汹地进了门，片刻就把李慎的尸体给抬走了。这点钱几位差大哥拿去喝茶，请问我夫君怎么样了？到底会如何宣判？当差的认识罗云起，当日他来救韩烨，他正好也在堂上，收下了钱后笑道：罗姑娘放心，韩公子已和县老爷禀明情况，是此人破门在先，一切都另当别论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韩公子就会回来了。罗云起大喜，连忙道谢：谢谢差大哥，谢谢大哥。那人摆了摆手，便带着李慎的尸体走了。罗云起回屋收拾了一下地上的血迹，便在院中等着韩烨回来。眨眼就到了天亮，仍然不见韩烨的踪影，不禁有些着急，给俩小的做好了饭，就赶紧往县衙跑。民妇罗云起参见县令大人。原来是韩家小娘子啊，起来说话吧。罗云起看了一眼韩烨，似乎没受什么伤，这才把心放下了一点。多谢县令大人，这县令大人何时才能放我夫君回去？这件事恐怕有些难办呐。你家人说你勾引李慎，将其骗到家中，谋财害命。外边的民妇顿时抬起了头，冲进衙门就要打罗云起。原来是你这个狐狸精害死的我儿子，你给我偿命！放肆！罗云起立即跪在地上道：大人明鉴，民妇向来安分守己，是那李慎几次前来集市纠缠，今日又将民妇骗到了江边，欲行不轨。民妇拼命跑回家，不想那李慎竟然跟了回来，还打伤了民妇，我夫君这才动手。民妇虽然不才，对我夫君却一心一意，从来都不存在勾搭之说。那妇人又疯了一样的骂他：胡说，分明就是你不要脸，勾搭我们家李慎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可差人把天成书院中人叫来详查，昨日便是书院的人诓骗民妇，说我相公掉下了香。韩烨不由看向了罗云起，一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想不到李慎竟然不是第一次纠缠罗云起，他为什么不早些告诉自己？方县令听罢，一拍惊堂木：将天成书院的人
都给本官押回来。片刻，天成书院的学子全被带到了县衙。方县令瞧这几人说道：你且认认，是何人给你传的信？罗云起看了一圈，指向了右手边的少年，就是他。这少年正是昨天的3人之一，见自己也摊了官司，顿时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谢老爷饶命啊！事关……他刚说出了2个字儿，关夫子便从堂外走了进来。他狠狠地看了那个学生一眼，一撩袍子跪了下来。草民关城参见青天大老爷。李慎是否勾搭这位小娘子，草民并不知道，但是韩烨与李慎不和倒是众所周知，且韩烨更是多次扬言要弄死李慎。老夫本以为他只是说说，没想到韩烨竟然针对李慎动了手。老夫实在是没想到韩烨竟然是这种人，收下这种学生是我天成书院失职啊！关夫子一脸痛心疾首的模样，顿时看呆了关雪燕，也看懵了韩烨。夫子何出此言？我何曾与李慎有过过节？韩烨，你的心思我都知道，你喜欢雪燕，李慎也喜欢雪燕，情之一物，果然是害人不浅呐。罗云起顿时忍不住了：胡说八道！韩烨与我伉俪情深，如何会喜欢别的女人？你身为他的夫子，为何要睁着眼说瞎话？关雪燕也急道：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关夫子手捻着胡须，一脸的道貌岸然。草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韩烨与李慎均是我学生，如今出了这种事，实在是让人痛心不已。于情于理，草民都不会有所偏袒。韩烨的目色顿时沉了几分，他不明白向来对自己还算不错的关夫子为何要临阵倒戈。他挺直了腰板，冷声道：大人明鉴，学生从未喜欢过关雪燕，更不曾与李慎争风吃醋，夫子之言纯属一派胡言。关雪燕听罢，脸色顿时一阵惨白。关夫子顿时一阵愤怒，指着韩烨的鼻子道：韩烨，老夫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想我与你父相交一场，本望把你培养成才，不想你竟是如此鸡鸣狗盗之辈，不但觊觎小女的姿容，更下狠手杀人，此等人面兽心之徒，谈何学问，更不配进入我天成学院。你个老匹夫，枉你自称夫子，竟然如此抹黑自己的学生，你莫不是收了李家的钱了？你个刁妇，还敢胡搅蛮缠！李慎娘听罢，又要过来打罗云起，却被几个官差死死的架住，半点都动弹不得。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本县便将韩烨收监，待查清楚，再行开堂。都退下吧。方大人，韩烨抬手制止了他，一双朗星般的眸子淡然如水，不见半点涟漪。我相信大人自有公断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先回去等候消息。眼瞅着他被人押走，罗云起不由恨恨地转向了关夫子：你个老匹夫，咱们走着瞧！愤然出了公堂，却被人拉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方禄之。方禄之做了晋升的手势，把他带到了后院。方少爷，还请为我父出堂作证，还他一个清白。不必行此大礼，你相公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本来我父会判令夫正当防守，不想却冒出个关夫子。敢问罗姑娘，这位夫子和你相公有仇吗？罗云起想了想，便摇了摇头：那便是收了贿赂。罗姑娘可从这方面入手，查找一下证据。多谢方少爷指点，还请方少爷能代为照拂我家相公。方禄之点了点头，目光却一直落在罗云起的脸上。罗云起一抬头，正好对上了那双说不清道不明的眸子。草民家中还有弟妹需要照顾，便不多留了。若我相公能逃出牢狱，草民必登门拜谢。说完，便快步朝市集走去。大姐，今日你怎么才来啊？出了些事，你过来说话。罗云起把谢蔷薇拽到了偏僻处，便将韩烨的事跟他说了。谢蔷薇的脸顿时白了。姐夫他会不会出事啊？关夫子的证词对他很不利，说是坐实了韩烨因为嫉妒而杀人，怕是要有牢狱之灾。这几日我恐怕要四处打探一下，你若有时间就帮我照看一下孩子。大姐，我没事，你通知二哥了吗？罗云起摇了摇头，还没有。哎呀，那咱们快去找他吧，有他在总比咱们两个妇道人家强。武行门口，大姐，你说这事要怎么办？我都听你的。你去叮嘱天成书院的人，我去跟着李慎他娘，看看他都和谁接触了。好。刘成武应了一声，便朝天成书院走。罗云起则重新返回了县衙。不想李慎他娘早已走了，四下张望之际，忽听有人喊道：罗姑娘，你还有脸叫我？为什么要和你父亲合谋谋害韩烨？我也不知道我父亲为何突然变了，这件事都怪我。夫子正找你呢，
了，大小姐快回去吧。关雪燕力气不敌他，顿被拽着走了。站住！我和这位关姑娘还有话没说完，等我们说完了再回去也不迟。那学生听见罗云起叫喊，跑得更快了，眨眼就没了影儿。罗云起便朝天成书院去了，再抬头已经到了书院，看到刘成武明晃晃地站在门口，罗云起不由一阵牙疼。有这样盯梢的吗？这心眼也太实在了，连个伪装都不懂。跟我走一趟，我倒想看看姓关的为何突然转了性。好，便是龙潭虎穴，兄弟也陪你闯一闯。罗云起被他说的心头发热。书院出了杀人犯，已经放假了，你们想要求学就改天再来吧。我们不想求学，我们要见关雪燕大小姐。已和他娘亲回乡下了，若没别的事，两位就请回吧。关夫子呢？见他也行。老爷今日不见客，请回吧。罗云起沉吟了一会儿，便拉着刘成武出了门。刘成武愣眉愣眼地瞧着他。大姐，人还没见到呢，怎么就走了？人家摆明了不想见我们，硬闯进去也未必能找到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要是坐实了韩大哥的罪，他就完了。他不会完的，就算所有人都完了，他也不会完。只是这牢狱的苦头却是免不了要受一些的。想到家里还有些钱，罗云起立即交代了刘成武几句，便往回赶。嫂子，我大哥会被砍头吗？邻居说我大哥伤了人。是哪个烂舌头的在跟孩子嚼舌根？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老娘撕烂他的嘴。没事的啊，没事，都是误会。限定找你大哥呢问点话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谢蔷薇也挤出了一丝笑。蓉蓉乖啊，听你嫂子的，不哭了啊。不哭，没事的，快带妹妹进屋去玩吧，嫂子去看看你们大哥。说完就进了屋。罗云起使了钱，老头便把他送进了监狱，让他和韩烨小叙。他们没打你吧？没有。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罗云起一阵无语。不然还能如何？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急也没用。话虽如此，可咱们也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啊。若下次开堂那姓关的还如此说，咱们岂不是太被动了？定是那不要脸的匹夫收了李家的钱，只要找到他行贿的证据，这事就好办了。咱们能想到的，县老爷自然也能想到，你就不要跟着着急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韩墨跟蓉蓉，等你回来的。话刚说完，牢头就来喊罗云起了。我先走了，你再委屈几天便可以出去了。韩烨勾了勾削薄的嘴角，对罗云起点头道：好，你不用惦记。府衙内院的假山上，少爷，人家都走远了，幸好老爷没答应你去天成书院的事儿，不然可就真的说不清了。若是我去了，或许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。查到李慎家住哪儿了吗？小厮忙道：查到了，在连山村，是个种田的大户，家境不错。若说他娘给了姓关的钱，倒也不无这个可能。只是堂堂的书院的夫子，会收这种昧心的钱吗？方禄之白了他一眼道：你又没钻到他心里去看，怎么就知道他不会收钱？方禄之又道：找人盯好那泼妇，记好他接触的人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这边罗云起已回了家。大姐，果然像你猜测的那样，关学院并没有走，还在书院里呢。那些学子也还在书院，只是换了个读书的地方。想要救你韩大哥，咱们就要见到关雪燕。二弟，你敢不敢陪我夜闯书院？我敢。一盏茶的功夫，两人再次来到了书院。刘成武费了些力气，把罗云起推上了墙，自己则轻松地跳了下去。看来学这几日还是有些成效的。刚到房檐下，就听有人冷笑道：韩烨，我要他像他老子一样有死无生。罗云起顿时听出这是关夫子的声音。只见房中除了关夫子，还有一个管家模样的男人。只要关先生能让韩烨死，便是给我们少爷抵了命，这好处自然是不会少的。我与韩家本就有些私旧，好处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便是李夫人不说，我也会帮她这个忙的。那就多谢关先生了。那人笑着站了起来，从怀里拿出了一封银子。这是我们夫人的一点心意，若是事成了，还有厚报，请先生千万不要推辞。嘿，好说。关夫子笑着收下了银子。听说韩烨那小娘子曾经救过县老爷的公子，这件事情可不宜拖得太久啊。那是自然。好，那小的便告辞了。罗云起赶紧把刘成武拉到房侧，接着便见两人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。难道他害韩大哥还有别的隐情？当年你害死了韩先生，如今又要害他儿子，
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住口！关夫子顿时恼羞成怒，一巴掌打在了妇人的脸上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心疼了啊？胡说！我与韩先生只是兄妹的情谊，若我对他有情，我为何还会嫁给你？关夫子冷笑了一声，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你心里如何想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若非雪雁随你，如何会这么大胆做出下药的事？你们母女俩都是一样的，下作不要脸！罗云启大惊，差点叫出声来。韩烨他爹竟是这个老匹夫给害死的。接着便见一个袅袅婷婷的人影从远处走来，眨眼间关雪雁便已来到了门边，正要进去，就听关夫人艰难地说道：够了，雪雁已经是大姑娘了，心中早有自己的想法，其实我能左右的。关夫子眼中厉色一闪，粗暴地将他甩到了一边，随即冷笑道：哼，也多亏了你那不要脸的女儿，我本想利用她治韩烨一个强抢民女之罪，不想她竟杀了人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所以你明知道雪雁给他下药，你也不阻止。雪雁也是你的女儿呀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？哼，怪就怪她喜欢上了韩烨，这次我定要让韩家寸根不留。关雪雁手指一顿，端着的汤药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房门被人踹开，关夫子从房中走了出来，看到关雪雁，冷哼了一声，便朝远处的书房走了。娘，你好些了吗？娘只是染了风寒。娘，你疼吗？不疼。关雪雁立即扑到了他娘的怀中，低低的哭了起来。想不到我爹竟然是这种人，若是韩大哥真的因为他而死，该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韩烨那孩子面相周正，定然不是个短命的，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都怪我，说是我早点告诉李慎，罗元启是韩烨的娘子，便不会惹出这些事。若非我让人去诓罗元启，李慎就不会死了。我对不起李慎，也对不起韩大哥。看到是罗云启，关雪雁脸色大变。你怎么来了？说完便要关门，罗云启立刻伸脚把门给别住了。关姑娘，我今天来是想救你娘亲的。我娘亲没事，只是感染了风寒，要不了几日就好。你回吧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风寒，若不快些医治，必然会伤及性命。我这里有些药，没准可以治好你的娘亲。那也不需要。关雪雁往外推人。关姑娘莫非是觉得心里有愧，所以才不敢让我进门吗？住口！我有何愧？哼！既然关姑娘什么都不怕，何不用我的药试试？关雪雁犹豫了一下，伸手过来抢罗云启手上的纸包。想要可以，只要你下次能在公堂上说实话，我就把这药给你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那好，我也不强求。关夫子，我已经招了，你确实是收了银子的。胡说八道！大人若不信，可以去天成书院搜查，若有程封的银子罪名，我便认了。话音刚落，就听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说道：大人，银子在这里。罗云启回过了头，顿见关雪雁拖着一封银子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他果然来了，看样子自己并没有看错人。方县令已让人把银子拿到了公堂上，一拍惊堂木，沉声问道：这又如何说？关夫子的脸霎时变青了。便是我收了，又能代表什么？韩烨他确实杀了人。韩烨一撩袍子跪了下来，声音朗朗地说道：学生确实错杀了李慎，却是那李慎几次三番纠缠我的娘子，且又入舍在先，学生出手实在是无奈之举。胡说！关夫子指着韩烨的鼻子道：分明是你和李慎因为雪雁起了争执，便把他骗回家杀之而后快。关雪雁的声音有些哽咽：民女可以作证，李慎并不喜欢民女，他还有怪癖，喜欢的都是人家的小媳妇儿，确实去骚扰过韩烨的娘子。我可以作证。方路痴已走入县衙，一撩袍子跪了下来。孩儿曾亲眼见到李慎调戏韩家小娘子，若非孩儿出手，那姓李的定然不会放过韩罗氏。好，既然人证物证皆在，便是他李慎自作自受，韩烨可当庭释放。继而又把目光转向了关夫子，怒喝一声道：来人，把这扰乱公堂、杀死韩烨之父的凶手给本官拿下！关夫子面色发青，目光怨毒地看向了关雪雁。关雪雁
然避开了他的视线，人已经退堂离开了。大人，这话是何意？本县已接到密报，你父之死并非失足落水，而是此人因妒生恨，将你父亲骗到水边推下。虽是一桩陈年旧案，但是本县也不会坐视不理。没错，是我杀的。若非那姓韩的，我早已登科入京了。是他抢了我举人的名头，他该死！韩烨顿气得浑身发抖，没想到他往日敬重的先生，竟然是个如此心胸狭小、心狠手辣之辈，不由冲了过去，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原来是你！你还我父亲的命来！关夫子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一把推开了韩烨，猛地撞到了墙上。谁也没想到关夫子会畏罪自杀。此人知法犯法，罪不可赦。如今既已畏罪自尽，当可结案，其余人等全部退下吧。韩烨，罗云启又轻轻地拉了韩烨一下，他这才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，来到堂外，却见李慎之母坐在地上大哭。罗云启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便和刘成武一起扶着韩烨往家里走。大姐，姐夫已经没事了吗？将这些情况和谢蔷薇学了一下，谢蔷薇不由嘴巴大张。眼见刘成武从房中出来，便小声说道：姐夫此时必然会很难受，咱们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还是先回去吧。刘成武点了点头，也压低了声音说道：大姐，要是没别的事，我送完三妹就先回武行了。好，你们两个小心一些。罗云启送走了两人，不由又朝韩烨的房间看了一眼，只见他侧着身躺着，面朝着墙，也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。这种事罗云启也不知要如何劝，叹息了一声，便去给两个小的做饭。晚饭的时候，韩荣跑去叫了韩烨，他也没有出来，直到把两个小的哄睡了，他才端着热好的饭菜去找韩烨。多少吃点吧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身体也同样要紧啊。你要是什么都不吃，公公婆婆在天之灵必定也会担心的。韩烨仍然没动。韩烨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韩烨忽然转过了身，用力地搂住了他的腰。听到了，我还不饿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还有几个月就要秋试了，你若是没有力气，能读得动书吗？韩烨没有说话，又把手臂紧了紧。罗云启无奈，只得任由他这样抱着，不知不觉竟然迷糊了过去。睁开眼，天已经亮了，愣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被窝里，韩烨早已不知去向，赶紧叠好被子来到了院里。嫂子，你大哥呢？在那儿。顺着他的小手，罗云启顿时看到了在后院刨地的韩烨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韩烨抬起了头。现在天暖了，这里有块地，闲着怪可惜的，可以来种些菜来吃。罗云启被他笑得心里发毛。这些活我干就行，你的任务是好好读书，快把锄头放下。我不想读书了，功名利禄不过是眼前的云烟之物罢了。啊！这样的回答让罗云启大吃了一惊。不会吧，韩烨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？他要是不读书，他的安家费怎么办呢？还有他的美男梦，岂不是彻底的破碎了？哇，不是你没发烧吧？没有，我仔细的想过了，与其去追求那些虚无之事，不如和你好好的过日子。啥？居然要和他好好过日子？韩烨怕不是疯了？罗云启表情僵住，半晌又挤出一个尴尬而又不失优雅的笑容来。韩烨，咱们俩似乎该好好聊聊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你因为关父子的事心里难受，但这并不代表天下所有有学问的人都跟他一个样子呀。德高望重之人还是占多数的，且镇上又不止他一家学馆。你不是说过，公公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韩家有人光耀门楣吗？所以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放弃。韩烨神情淡淡，一张俊脸平静如水。娘子的话确实有理，但是好好过日子也没什么不对。天龙国那么多人，当官的总是少数，与其汲汲营营求索一生，倒不如平平淡淡去过一辈子。可是相公难道不想拯救万民于水火吗？只有当官了，才能实现你的抱负。韩烨温和一笑道：天龙国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有明君良相，何须我来操心？我只要好好陪着娘子就够了。罗云启顿时冒出了汗，完蛋了，这下子坏了，剧本彻底被他给整偏了。立即义正言辞地说道：
姐夫一直强调要传宗接代，莫不是想媳妇儿了？罗云启顿被他说了一个大红脸，用力的啃了一口苹果，含混的说道：媳妇儿有什么好想的？肯定是受到了官夫子的刺激，必须得想个办法让他尽快振作起来。要不然大姐先给姐夫买些书，他自己先看看，说不定就来兴趣了呢。哈，这是个好办法呀！你知道书铺在哪里吗？知道，我这就带大姐去。不急，先卖东西。蔷薇，明天你就去铺子里卖吧，我在这附近盘下了一个铺子，我不来的时候，正好你还可以帮我看着摊儿啊。大姐都买铺子啦，在哪里呀？就是那儿。罗云启把谢蔷薇领了进来，一些不怕坏的米油还在铺子里摆着。为了掩人耳目，罗云启都换上了自己新买的摊子。看着罗云启把铺子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谢蔷薇不由衷心的感叹：姐夫能娶了大姐这么能干的女人，定是积了几辈子的德。罗云启被他夸张的模样给逗笑了，指着门口的一块空地道：这块是给你留的，等我回去让你姐夫给你写个幌子，以后就不用蹲市集了。谢谢大姐。你都叫我大姐了，还客气什么？谢蔷薇用力的点了下头，跑出去拿自己的鞋摊，弄好这一切，心里也挺有成就感的。之后两人去书铺买了些书，便各自回家了。罗云启抱着一大堆书回了家，韩烨有些惊愕，赶紧上前接下：你买这么多书做什么？我想黄金屋，我想颜如玉，看看还不行吗？之后又跑到后院去刨土。嫂子，我大哥的脑袋是不是坏掉了？哎呀，先不要管他了，他喜欢刨地就让他刨好了。罗云启仍然想刺激韩烨一下，吃完了饭便说道：我准备明日送韩墨去学堂。嫂子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嫂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说完偷偷瞟了韩烨一眼，见他端着碗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恍似未闻，不由咬住了后槽牙。韩墨顿时开心地跳了起来。我也可以上学了。是啊，既然你大哥想种地，就让他种好咯，以后呀，咱们韩家就靠你了。韩烨的手腕顿了一下，又快速扒饭去了。罗云启不由偷笑了下，就不信他对读书没感觉。今天嫂子买了一些书，以后嫂子就当你的先生，在家教你读。谢谢嫂子，嫂子对我可真好。罗云启勾着嘴角笑道：当然，爱读书的人嫂子都喜欢。今晚嫂子就和你们一起住，还给你们讲唐僧大战葫芦娃的故事。嫂子，我要听白雪公主智斗牛魔王。好，嫂子给你讲啊。韩烨忽然放下了碗，冷硬地说道：不行，你们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和嫂子睡了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你嫂子是我娘子，自然我陪着。罗云启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：你又不爱做学问，我干嘛陪你啊？蓉，走，嫂子陪你读书去。你不是不识字吗？怎么教？罗云启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菊花诗那会儿，他的确是这么说的。那是嫂子骗你的，嫂子认识的字可多了，还教我了呢。是啊，我也和嫂子学了。韩烨挑起了眼眸，内中藏了几分探究。难道那首诗真的是罗云启做的？转头看向了罗云启，罗云启已扭身站起，收拾桌子去了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春风吹又生。一瞬间，竟似醍醐灌顶，灵光开了窍。他韩烨便如那野草，烧不尽，春又生。想罢，他快步走进了偏房。罗云启不由欣喜，踮着脚，悄悄地走过去偷看。俩小的也学着他的样子挤到了门口。嫂子，你说送我去学堂是为了骗大哥的吧？当然不是啊，嫂子已经打探好了地方，明日就送你过去。谢谢嫂子。可是如果两个哥哥都是读书，那谁陪蓉蓉呀？当然是嫂子陪你啊，以后你就和嫂子去超市，咱们好好的赚大钱。超市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什么都卖的地方。那我要去超市。好，明天咱们就去。第二日，罗云启难得起了个大早。娘子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你若是有心，就好好读书，拿个丞相回来我瞧瞧。你的志向倒是不小。那当然，我不敢求你当皇上，难道连个丞相还不敢想吗？韩烨双手环住了他，眼眸里满是深情。好，我韩烨便在此立誓，定要当上天龙国的丞相。
样。罗云启立即插起了小蛮腰，点着韩烨的脑门说道：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已经拿小本本记上了，你要是当不上就对不住我。瞧着罗云启娇俏刁蛮的小模样，韩烨心头一荡，将他拉到了自己的怀里。我若当不上，便……哎，不许瞎发誓，出来吃饭啦！一会儿我送韩墨去学堂，蓉蓉我也带到铺子去，你就安心在家读书吧。铺子？那个我在集市租下了个铺子，又找到了一个可以提供蔬菜米粮的货源，本来还等着你给写个幌子开业，谁知又出了李慎的事，你不说我还倒忘了，赶紧给我写块匾额，我一会儿拿去糊上。韩墨和韩蓉早就拉好了架势，站在院里等着罗云启。罗云启一手拉住了一个，领着2个孩子出了门，把韩墨送到了一家名叫墨香的书院，便带着韩蓉来到了市集。店里就进来了一个穿着碎花罗裙的女人，身后还跟着2个小厮。你倒是有些本事啊，竟然开起了铺子。罗金贵在店里走了一圈。和你有关系吗？要买东西就买，不买就给我出去。还从来没听说过开铺子赶人的道理，就算不买东西，难道还不能进来看看呀？不能看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就偏要看，你能奈我何？2个跟班立即走了过来，一左一右把罗云启夹在了中央。姑娘，你到底想买什么？见他声音颤抖，罗金贵胆气更壮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坏人，你为什么要推我嫂子？蓉蓉乖，别说话啊！罗金贵哼了一声骂道：哼，小崽子，算你躲得快，把这些都给我装走。1两银子。罗金贵不屑一笑道：哼，我1文钱都不会给你这个贱货。咱们走。给我站住！罗云伸手拦到了门口，让他滚开。俩小厮立即如狼似虎地冲了过来，将罗云启给架到了一边。看着3人扬长而去，罗云启气得牙齿直痒痒。大姐，要不然我去找二哥吧。不用了，反正咱们还有，今日开业就让他一次。又叮嘱韩蓉不要把这事告诉韩烨，这口气他忍了。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便领着韩蓉站到超市的门口去吆喝。因为东西齐全且又不贵，一上午竟然就卖了70多文银子，好多东西都被卖空。早些回去吧，明天不用来那么早，多睡一会儿。看着罗云启一脸笑容的瞧着自己，谢蔷薇更觉愧疚难耐，嗯了一声，便面红耳赤的走了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的一辆马车里，一老一少2个女人正在恶狠狠地看着罗云启。就是这个小贱妇害了你哥，若非他搔首弄姿勾引你大哥，你大哥就不会死。香儿啊，娘就你这一个女儿了，你若不能给你大哥报仇，娘就算死了也不会瞑目的。娘放心，香儿定会让他家破人亡，好替大哥报仇。李慎他娘擦了一下眼泪道：我要你去勾引那个姓韩的，然后再杀了他，想办法嫁祸给罗云启。李湘用力的点了点头，脸色狠厉的说道：娘放心，无论是用什么办法，香儿都会让娘达成所愿。好，我的好女儿，娘总算没白养你。若有什么需要啊，你尽管和娘说，娘都会满足你。罗云启从马车旁边走过，却并没听到里边说什么，心情不错的领着韩蓉回到了家，门口又特意嘱咐了一声，千万别把罗金贵来闹的事告诉韩烨。只见韩烨一手背在身后，一手拿着书，正站在院子里默默诵读，直到开了火，韩烨才发现罗云启回来了，为免他来回奔波，便自告奋勇去接韩墨。门口罗云启叫住了他：啊，你自己在家里读书就行了，真的不用去私塾吗？这些书已足够了，便是去学堂学的也是这些东西。那就好，店铺的生意还不错，这点小钱犯不着节省。韩烨长身一揖，拉长了声音道：小生遵命。罗云启扑哧一笑，伸出小拳拳捶了他一下：快些去吧，一会儿韩墨等急了。韩烨离开之际，一道身穿紫色罗裙的人影在门口闪了一下，又迅速的消失了。半个时辰后，小哥俩从门外走了进来。罗云启特意用白面掺和玉米面包了一顿白菜肉馅的蒸饺，一家人吃得其乐融融。晚上他又和孩子们睡在一起。韩烨在屋里转了好几圈，又拿眼连连瞟了他几下。罗云启假装没看见，搂着韩蓉就上了床。韩烨幽怨地看了他一眼，只得去了偏房。罗云启忍着笑，吹了灯。翌日送走了韩墨，便带韩蓉去了超市。刚到门口，就看到了无比嘚瑟的罗金贵，眼见他身后还跟着那2个小厮，罗云启就知道他没想好事儿，冷冷说道：罗金贵，有在一可没有在二，你再来找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罗金贵哼了一声，无比欠揍的说道：哼，我知道你救过方少爷的命，那又如何？我只是拿了几个果子，谁看到我没给钱了？我还说你黑店欺客呢，你简直是找揍！罗云启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一个肘击对在了他的肚子上。罗金贵闷哼了一声，捂着肚子蹲到了地上，咬牙切齿的说道：你们2个还不给我好好教训这个贱人！2个小厮正要动手，忽听身后一声怒喝：慢着！一个穿着月白长袍的公子从远处走来。罗金贵，你若再敢找他的麻烦，赌坊便别想开了。方少爷，
方少爷误会了，这是我的家姐，我们俩闹着玩呢。我要开店做生意，没工夫跟你闹着玩。罗金贵忍着疼痛朝他拱了拱手，便提着裙子跑了。那小妹就改天再来看你。看着罗金贵仓皇的背影，罗云启一阵解恨，接着又赶紧对方露之道谢。多谢方少爷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方露之伸手扶起了他，笑吟吟的说道：罗姑娘不用见外，你让我爹破了一桩陈年旧案，我帮你也是应该的。那也是要谢的，正好我铺子里有些水果，方少爷若是不嫌弃，便拿些回去吧。罗云启转身去开铺子的门，却被方露之给拦住了。不了，我也是路过，还要回去读书做功课，罗姑娘就不必忙活了。说完就带着小厮急匆匆的走了。少爷，你不是专门去看人家的吗？怎么才说了2句话就要跑啊？方露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你知道什么？香蕉讲究点到即止，若是老去纠缠，我岂不是和李慎那厮一样了？小厮撇了撇嘴，明知道人家成亲了，还找各种理由去偷窥，你也没比李慎好多少好吗？罗云启这边已经打开了店门，把蓉蓉支走，便赶紧摆东西。刚刚弄好，谢蔷薇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赶来了。大姐，大姐，我爷爷病了，我给他熬药，先生来的晚了。哎呀，那就不要来了嘛。村长年纪大了，身边没个人可不行。你把钱放这儿吧，我给你买。谢蔷薇有些犹豫，罗云启打趣的笑道：怎么还怕我昧下你的钱不成？谢蔷薇连忙摆手：不是的，我是怕大姐忙不过来。好妹子，放心吧，这不是还有蓉蓉吗？帮我看着，不丢东西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身上的钱够抓药吗？说着，便又给谢蔷薇拎了一只哈密瓜。来，这个拿回去给村长解解渴。谢谢大姐，药我已经抓完了，那就回去吧。罗云启把他推到了门外，谢蔷薇也很担心爷爷，就又朝镇外跑了。因为东西多，卖的也不贵。刚临近中午，罗云启就把东西卖的差不多了。瞧着到手的100多个铜板，罗云启回家的步子都跟着轻快了不少。一进院儿，就奶声奶气的喊道：大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韩烨从房里走了出来，对他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罗云启不由有些纳闷，怎么了？韩烨低声说道：有位姑娘晕倒在了咱们家的门口，我把她扶了进来。她说是逃荒来的，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我给她喝了些粥，现在正在睡着呢。一听到姑娘俩字儿，罗云启的笑容顿时没了。八成是韩烨的烂桃花又来了，怎么斗完一个又一个，还没完没了了？人在哪儿呢？韩烨皱了皱眉，指了指西侧的房。我把她放在那儿了。罗云启没理会他，噔噔噔的进了屋，果然看见床上躺了一个28年华的姑娘，身上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灰褂子，一张小脸倒是干净，好像一掐就能掐出水似的，是不是真的饿晕了？可瞧那干净透白的小脸又不太像，就没见过哪个逃荒的能把自己的脸拾掇得这么干净的。看了一眼，罗云启就退了出来。说话之际，那姑娘已经睁开了眼。韩烨，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娘子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心思。看到罗云启面色不好，韩烨也读不下去书了。他本就不是个花心的人，没有就好，别妨碍我做饭乞丐。韩烨伸手把他抱住。娘子，你分明就是在生气了。别没个正形，让孩子们笑话。听到罗云启的声音软了下来，韩烨就知道他没火了，不由将脸埋在他的脖梗间。别闹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罗云启蒸了一锅2合面的馒头，大便又炖了一锅白菜土豆汤。你们先吃着，我去看看那位姑娘。进了屋，发现那姑娘已经醒了，正四处的打量着。看到罗云启进来，慌忙爬了起来。是你救了我吗？是我相公。姑娘是从哪里来啊？那姑娘的眼顿时红了。我从淮水县来，姓吴，叫吴阿香，家里出了瘟疫，我便跟着逃荒的人跑出来了。罗云启哦了一声，又上下打量着她。怎么瞧这姑娘似乎都不太像她说的那么惨呢？若说原因，还是因为那张小脸太干净了。硬是饿了吧？我做了些饭，姑娘若不嫌弃就吃一点。吴阿香赶紧下地道谢，然后便端起了汤，细嚼慢咽的吃了起来。看到她吃饭的方式，罗云启不由勾了勾嘴角。这女人根本就不是因为饥饿而昏倒的，她来此究竟是为了韩烨，还是为别的什么？想到店里卖的那些东西，罗云启不由皱了皱眉，随即又笑了笑。姑娘先慢慢吃着，稍后我再过来看你。多谢嫂子，嫂子快去忙吧。罗云启回到了主屋，吃的却是心不在焉。片刻，就听门外响起了脚步声。吴阿香从门外走了进来，她目光直直地看向了韩烨。救我的可是这位大哥？韩烨赶紧站了起来，淡淡的说道：举手之劳，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吴阿香却是身子一软，一下子扑到了韩烨的身上。韩烨没办法，只得扶住了她。罗云启的目光不由冷了一下，这女人分明就没安什么好心。阿香妹子啊，来这边坐。他挽住了吴阿香，将她扶到了一边的床上，笑着说道：姑娘来此必是要投亲的吧？可说出地址，我送你过去。吴阿香顿时又抽噎上了。不瞒嫂子，我在这儿并无亲人，还望嫂子再收留我几日，待我身子好些，我自会离开。听到这话，罗云启顿时就来了气，这分明就算计好的，不然为什么别人家不晕，偏偏晕在他家的门口啊？嘴上却道：也好，那我这就扶姑娘回去。吴阿香瞅了韩烨一眼，对他笑了笑。
我来是想谢谢这位大哥的。罗云启挡在了韩烨的身前，瞧着他笑道：“已经谢过，骗早些歇着吧。”吴阿香没办法，只得回了下房。瞧着罗云启回来脸色不善，韩烨不由勾了勾嘴角，低声说道：“想不到我的娘子竟然还是个醋缸。”罗云启在他腰上掐了一把：“滚你的去！”韩烨夸张地揉着腰，作揖道：“为父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”看着韩烨都会开玩笑了，罗云启心中的堵闷顿时消了不少。只是一想到家中放了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和韩烨独处，就怎么都开心不起来。第二日，他没带韩荣，临走前偷偷嘱咐他盯着吴阿香，不能让他和韩烨接触。韩荣立即点头：“嫂子放心，蓉蓉保证替嫂子看好大哥。”罗云启走后，韩荣就搬了一个小板凳，坐在门口盯着吴阿香的房间。没一会儿，吴阿香果然出来了。蓉蓉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韩荣年纪小，说话也不懂得转环，便实话实说的道：“我嫂子让我盯着你。”吴阿香便笑了笑：“盯着我做什么呀？”韩荣小脸严肃的说道：“嫂子说了，不许你接近我的大哥。”吴阿香眼神冷了冷。这时，韩烨从房中走了出来，对韩荣轻斥道：“蓉蓉，不许胡说八道。”看到韩烨，吴阿香立即勾出了笑容：“韩大哥不必责怪蓉蓉，孩子年纪小，难免会胡说，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”韩烨朝他点了点头：“吴姑娘不多想便好。”正好回身，忽听吴阿香哎呦了一声，跪坐在了地上，立即走了过来：“吴姑娘怎么了？”可能是饿得久了，眼前常会发黑。韩大哥，你能不能扶我一把？韩烨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出了手。吴阿香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整个身子全都贴在了他的身上，一股幽香透鼻而入。韩烨不由微怔了一下，慌忙撒开了手。吴阿香身子一晃，伸手搂住了韩烨的腰。韩大哥，我好晕啊！韩烨没办法，只得扯出他的衣襟。我这就送姑娘回房间休息。吴阿香吐气如兰地看着他，眼中带了些许哀求。韩大哥，我晕沉的厉害，动不了了。眼见两人贴在了一起，韩荣腾地站了起来，将韩烨的胳膊拽开了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你不可以对不起我嫂子。乖蓉蓉，这并不是对不起你的嫂子，姐姐只是没力气，想让你大哥帮我一下。那也不行。蓉蓉，别胡闹。韩烨扶住了吴阿香，将她送进了屋。瞧着韩烨俊朗的样子，吴阿香勾了勾嘴角。他要姿色有姿色，要身段有身段，就不信韩烨不动心。铺子里，罗云启心不在焉的：“大姐，你今日是怎么了？”没什么。可能是昨日累了。未免谢蔷薇跟着自己操心，罗云启没把吴阿香的事情告诉他。村长今日怎么样啊？可好些了？谢蔷薇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多了，饭也吃了不少。”那就好。谢蔷薇瞧着他神色不对，担心地问道：“大姐，你是不是和姐夫吵架了？”罗云启笑了笑：“没有，我是不会和他吵架的。韩烨可是他的金主，只要他不太过分，他都不会生他的气。”谢蔷薇的鞋已经卖完了，罗云启知道他要走1个多时辰的路回家。别的还要不要啊？我可以算你便宜点。不用了。猎人给了45文银子便走了。赚钱的喜悦顿把罗云启烦躁的心思给冲淡了不少。看着案板上还剩了不少青菜，他决定再等一会儿再走。中午，罗云启在外边买了一个炊饼，填了填肚子。他能为韩烨做的全都做了，这段日子好感度忽然就停滞了。看来还得需要大点的事才能触动他，好继续增加好感度。如果最近找不到什么大事儿，就只能在他秋事上做文章了。罗家赌方，罗云启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可别再想韩烨了，听说他杀了人，就算他长成了天仙，我也不许你嫁给他。罗金贵白了他娘一眼，我又没说我要嫁他，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罗云启的铺子里很多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。娘，你说他一个妇道人家，是从哪儿弄到这么些好东西的？就是这个季节青黄不接的，他哪来的那么多新鲜水果和蔬菜？罗金贵立即说道：“娘，你还记得那个李二娘不？她说罗云启是个妖精变的，本来他都上吊自杀了，可是又活了过来，而且还性情大变了。可是罗云启要真是妖怪变的，还不早把咱们都吃了呀？”罗金贵白了李淑琴一眼，道：“娘，你怎么这么实在？咱们只要把这话传出去，他的生意准会受到影响，他没生意不就得了？这样既整治了罗云启，也不得罪县太爷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啊？”李淑琴扑哧一笑道：“算你脑子好使了一回，娘一会儿就找几个人去茶楼，把这话给透出去。”一晃眼，天也黑了。罗云启熬了一下午，蔬菜又卖出去了不少，赶紧关门回去了。刚到家门口，就听吴阿香娇滴滴地说道：“韩大哥，你对我可真好。韩大哥，你对我可真好。”罗云启脚步一顿，只见吴阿香坐在门口，手上拿着一个烤土豆，显然是韩烨给他弄的。一想到这种吃法还是他教韩烨的，一张俏脸霎时就冷了下来。嫂子，你回来啦！蓉蓉乖。吴阿香也赶紧站了起来，楚楚可怜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嫂子回来了。”罗云启哼了一声，瞅着吴阿香道：“瞧阿香妹子的气色比昨日好了不少，想是用不了几日就可以离开了。”吴阿香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起来。
嫂子，我现在晕沉得很，幸好韩大哥给我烤了2个小土豆。嫂子，可千万不要误会韩大哥呀。罗云起勾起了唇角，讥讽一笑道：哼，我自家的男人我自然清楚，他这个人呐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烂桃花。韩烨皱了皱眉，娘子，他中午只给韩荣做了些饭，就是怕罗云起多想。刚才吴阿香胃疼不已，他没办法才给他烤了2个小土豆，怎么又扯上桃花了？罗云起回眸看向韩烨，冷声说道：怎么，我说错了？难道你从来没有过桃花？那罗金贵和关雪燕又是什么？眼见罗云起又把这些事翻扯出来，韩烨不由皱了皱眉，回身进了屋。随即系统就传来了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减10，白面下架；男主好感度减10，苹果下架。听到有东西下架的声音，罗云起一下子怔住了。韩烨竟然为了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，对他减少好感度，真是太没良心了。再生气那也要做饭。罗云起吸了吸鼻子，走进了主屋，拿柴火烧火。韩荣立即跟了进来。我有好好看着大哥，是那个女人老找大哥说话，她是坏人。嫂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罗云起清了清嗓子，没有，嫂子挺好的。韩墨也围在他的身边问道：嫂子要是心里难过就骂我几句，嫂子不高兴，韩墨的心里也难受。罗云起强行挤出了一丝笑，瞧着2个小的说道：我哪有不高兴啊？2个小鬼头别胡思乱想了，去外面玩吧。韩荣使劲的摇了摇头，瞪着乌溜溜的小眼睛道：不要，我要陪着嫂子。我也不想玩，我想跟蓉蓉一起陪着嫂子。嫂子乖啊，嫂子不哭，嫂子要是再哭，蓉蓉就不喜欢嫂子了。这话可是他经常对韩荣说的，不想竟然被他给学去了。嫂子没事，你们2个晚上想吃什么啊？嫂子给你们做。韩荣想了想，小声说道：嫂子，我们可不可以吃排骨啊？罗云起点了点头，笑着说道：好啊，嫂子给你们做。排骨一直都没下架，但是为了掩人耳目，罗云起没敢拿出来卖，也不敢见天的给2个孩子做着吃，毕竟小孩子吃馋了也不太好办。门外吴阿香瞧着罗云起没好气的抡着刀，不由抿嘴一笑，还以为他们夫妻俩有多好，他只不过随意挑拨了2句，2人就开始斗气了。反正杀韩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不急在一时，倒不如好好气气这罗云起。吴阿香想了想，便走进了韩烨的屋。韩大哥，嫂子是不是生咱们气了？罗云起听罢更是恨得慌，立即让韩墨把门关上了。韩墨瞪着眼睛瞧着他，恨恨地说道：他好不要脸啊，嫂子，我去给你教训他。罗云起赶紧拉住了韩墨，神色冷淡地说道：咱们不去，既然你大哥喜欢，就让他们过日子去吧。可是你才是我大哥的娘子，我很快就不是了。罗云起说了一句，便把排骨下了锅。晚饭，罗云起没管韩烨，带着2个孩子饱餐了一顿，一扇排骨被3人吃的差不多了，2个小的也没说要给韩烨留，最后还是剩了一小碗。罗云起用油纸盖上，心想着韩烨要是过来就会看到。至于那个吴阿香爱饿死不饿死，他才不会管呢。一晚上罗云起都在等韩烨过来，只要他说几句好话，他也就不气了。没想到韩烨倒是有种，居然宁可饿着也没过来。罗云起再次冒火，下地把门别上了。偏房里，韩烨手拿书卷站在地上研读，修长的身躯犹如苍松翠竹，笔挺颀长。吴阿香不由多看了2眼，随即忍着饿，娇滴滴地说道：韩大哥，要不要我去向嫂子解释一下呀？韩烨淡淡地说道：不必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还要读书。吴姑娘也早些回去吧。吴阿香的眼睛顿时红了起来。嫂子在生我们的气，阿香如何能睡得安稳呢？他站起来拉住了韩烨的胳膊，娇声说道：韩大哥，我们还是去和嫂子赔礼吧，不然我在这住着也不能安心啊。韩烨推开了他的手，声音又寡淡了几分。若是吴姑娘不安心，可早些寻个他处。吴姑娘不安心，可早些寻个他处。你我非亲非故，住在这里总不是常事。吴阿香顿时抽泣了起来，掩着面道：阿香一路逃难来此，哪里还有去处可以投奔？说是韩大哥肯收留我，阿香愿意为奴为婢的，好好伺候韩大哥和嫂子。韩烨瞟了他一眼，淡淡说道：这件事我会和娘子商议，若没有别的事了，还请吴姑娘早些回去吧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难免会让人怀疑。眼见韩烨一个劲儿的下逐客令，吴阿香只得告辞离开。看着他的背影，韩烨的眼眸微微的眯了眯，内中闪出了一丝冷色，旋即又转向了主房。只见里边的灯已经熄了，不由轻轻的叹了一口气。第2日，罗云起睡到了日上3竿，反正谢蔷薇有店里的钥匙，他也用不着担心。这些日子忙里忙外的，也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。迷迷糊糊间，就听到锅碗瓢勺的响声，罗云起顿时惊醒，还以为是韩烨进来做饭了。来到厨房，神情顿时凝住，竟然是吴阿香。嫂子，是我。吴阿香朝他笑了笑，腼腆的说道：我寻思着总不能一直在这里白吃白住，正好我也会做饭，以后的饭菜就都由我来做吧。哼，才来1天就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。罗云起上前抢下了舀子，冷冷的说道：多谢吴姑娘美意，孩子们吃惯了我做的饭，换了人就没胃口了。吴阿香站着没动，半晌娇滴滴的说道：
这也是韩大哥的意思。什么？罗云启回过了头，吴阿香垂着眼眸道：“我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，就和韩大哥商量着要帮帮嫂子，他也同意了。”罗云启的火顿时又涌了出来，将盛面的舀子摔到了锅台上，便出去找韩烨。韩烨正端坐在房中写着什么，侧脸的轮廓越发的凌厉分明。是你让那女人做饭的？看着小女人站在门边，一双杏眼圆睁，小脸鼓得犹如松鼠。韩烨眸中的笑意一闪而过，瞬间便又消失于无形。是我。他撩袍站起来，却脸上冷冷淡淡，看罗云启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罗云启顿被冰冷的眼神给刺痛到，只觉一盆冷水从头泼到脚，浇得全身冰凉。好，韩烨，算你狠！他转头就朝外边跑。韩烨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嫂子，吴阿香从主屋里走了出来，看到罗云启出门，一脸惊讶，但却没能掩住那双狡黠眸子中的喜色。韩大哥，嫂子怎么走了？不要管他了，昨晚没吃东西，你定然也饿了，咱们做饭吃吧。韩荣立即跑了进来，拽着韩烨的衣袖说道：“不要，蓉蓉不要吃他做的东西，蓉蓉要嫂子。”韩墨的声音随后传来，冷冷的：“我也不吃，这就去学堂了。”韩烨皱了皱眉：“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吃完了饭我送你去。”韩墨哼了一声道：“不用，我自己能走，你就在家陪着这个女人吧。”韩墨！韩烨喊了一声，韩墨也没回头，眨眼间就跑出了院。看着二哥走了，嫂子也走了，韩荣小嘴一扁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韩烨赶紧抱起来蓉蓉：“蓉蓉乖，不哭了。”“我不要你抱，你要走开，我要找嫂子。”蓉蓉，让姐姐抱抱你，姐姐给你做好东西吃。韩荣立即推开了他：“坏女人，你滚开！”吴阿香的脸色有些难看：“你没良心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，我要找嫂子去。”韩荣迈开了小短腿就往外边跑，韩烨赶紧追了上去：“好，你要找嫂子，我带你去。”韩大哥！吴阿香立即站身后喊了一声，韩烨看了他一眼道：“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追了出去。看着韩烨的背影，吴阿香得意地笑了笑。一大一小追逐之际，罗云启也来到了市集，他一路狂奔，强忍着没让眼泪掉出来，却不小心撞上了一个人。对不住了，我没看到。罗姑娘，铺子里出什么事了吗？怎么走得这么急啊？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罗云启抬起了头，果然看到了一脸笑容的方露之。罗姑娘，你怎么了？罗云启挤出了一丝笑，没什么。方少爷今日不用读书了吗？方露之笑了笑道：“读书总也得有个闲着的时候，若是整天抱着书本啃，岂不是要读傻了吗？”方少爷所言极是，今日天气转暖，确实挺适合出来踏春的。小厮立即说道：“只可惜没有美人相伴在侧，实在是少了不少风雅。”你懂什么？还不把嘴给我闭上！罗云启抬起了头，正好看到方露之脸色不自然地瞅着自己，霎时间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急忙说道：“方少爷一表人才，美人自然不在少数。我铺子里还有事，就不多做打扰了。”正好我也出来一会儿了，也该回去了，不如咱们一道走吧。方少爷，请。恰巧这功夫，韩烨正好抱着韩荣追了过来，看着罗云启和方露之站在路中间有说有笑的样子，又见两人一起走了，一张俊脸瞬间冷沉，犹如罩了一层寒霜。蓉蓉，咱们回去。蓉蓉，咱们回去。大哥，嫂子会不要我们吗？不知道。韩烨说了一句，便抱着韩荣往回走。大姐，你来的好早，这是我三妹蔷薇，这位是方县令家的少爷。谢姑娘好。谢蔷薇的小脸腾的红了，蚊子般的说道：“方少爷好，大姐，我先进去啦。”我三妹脸皮薄得很，人却是蕙质兰心，做的一手好女工。说是以后我不在了，方少爷定然要过来多照拂照拂啊。方露之眉头拧了一下，旋即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既然罗姑娘已经到了，那我便告辞了。”哎，方少爷好走。罗云启回身进了铺子，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传来：“男主好感度减10，排骨下架；男主好感度减10，鲫鱼下架。”罗云启怒极而笑：“好嘛，这是彻底的过河拆桥了。既然韩烨不想好，那就都别好了。今天别卖了，大姐带你逛逛铺子去。”罗云启进了铺子，伸手把谢蔷薇拉了起来。“大姐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”谢蔷薇被他给吓了一跳。“你就跟我走吧。”罗云启拽着他就直奔绸缎铺子。这些日子他一直穿着这件扯破的衣衫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，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韩家人，简直是怎么想怎么亏得慌。如今他决定不再苛责自己了，先买件衣服给自己穿穿。谢蔷薇有些纳闷：“大姐，我的布脚还有呢，咱们来这里干嘛？”“当然是买衣服啊，为什么呀？”“你就别问了。”因为罗云启常给掌柜的东西，老板顿时热情地迎了上来。“好，布脚又攒了一些，二位姑娘这就要拿走吗？”“谢谢老板了，今天我们是来看衣服的。”“这正好有几套做好的，姑娘若是能看得上眼，我算你们便宜一点。”掌柜的说着就拿了2套罗裙出来。“掌柜的，这2套罗裙怎么卖啊？”“两位姑娘要是喜欢，给我80文钱就行了，咱们也算是熟人了，我不会多要你们的。”谢蔷薇立即说道。“大姐，我不要。”罗云启已摸出了铜钱，利落的数了80枚，给掌柜的递了过去。“有没有地方让我们姐妹俩换上衣服？”“当然有了，你们俩去后堂吧。”“大姐，你要是喜欢你自己留着吧，我还有衣服，我不要，都买了，你不要我放哪儿去啊？赶紧的跟我过来。”罗云启生拉硬拽的把他拉到了后堂，就要动手给他脱衣服。不要，大姐，哎呀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”谢蔷薇提着裙子别别扭扭的走了出来。“大姐，我穿这个很难受。”看到一身紫色罗裙的罗云启，
谢蔷薇也微张开了小嘴儿，大姐实在是太好看了。见她怔怔地瞧着自己，罗云启伸手在她鼻梁上刮了一下。你傻了呀？怎么不说话？还行吗？谢蔷薇这才缓过神儿。大姐穿这身衣服也太好看了，姐夫若是见了，恐怕魂儿都没了。你个死丫头，也学会贫嘴了。谢蔷薇不知罗云启家里的事儿，还以为他害羞了。老板见到这两位水当当的妙人儿，更是惊为天人。两人拿着旧衣服，携着手离开，一直逛到晌午才回了店。远远的就看到有人朝铺子指指点点的。罗云启心情还算不错，也没管那些。来到门口，又看到了昨日那个管家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姐妹出去了一会儿，让你久等了。那管家点了点头，进来又要买水果。瞅着空荡荡的苹果柜台，罗云启不由想起了韩烨，心里又开始发堵。那管家见没了苹果，似乎有些失望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都问了问几种少见的青菜，便给钱走了。谢蔷薇却是站也不对，坐也不对，生怕把裙子给弄脏了。罗云启打趣了几句，便让他先走了。一晃眼天就黑了，看着逐渐散去的市集，一股巨大的孤寂感从心底袭来。罗云启第一次感觉自己犹如一只浮萍，无依无靠的。虽然来了古代一些日子，却忽然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一直到人群全部散去，他才无奈地站起了身，准备收拾一下后边的房子，今天就在这儿睡了。正要关门，忽见一个小小的身影从外边跑了过来。嫂子，我来接你了。韩墨，你怎么来了？看到一身紫色罗裙的罗云启，韩墨也微微的惊愕了一下，黑白分明的眼睛瞪得溜圆。嫂子，你真好看。臭小子，你懂什么是好看？我当然懂，嫂子就是好看。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娶一个像嫂子这么好看的美人儿。罗云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瞧着他身上的小布包，问道：刚下学？我见嫂子没在家，就过来接你了。你大哥呢？话音刚落，便听有人轻咳了一声，道颀长挺拔的人影出现在了门口。看到韩烨，罗云启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韩烨也是微微一怔，眼中有丝惊艳，更多的却是难以窥破的复杂。这时韩荣从韩烨身后跑了出来：嫂子，你不要离开我，蓉蓉想嫂子了。哎呀，蓉蓉不哭啊，嫂子是不会离开你的。真的吗？嫂子不许骗我。嫂子什么时候骗过蓉蓉啊？如果蓉蓉再哭，嫂子可真就不回去喽。那蓉蓉不哭了。韩墨也拉住了他的衣角，仰着小脸央求道：嫂子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咱们回家。罗云启抱着韩荣，拉着韩墨出了铺子。韩烨默默地跟在身后，夕阳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两个小的倒是兴奋得很，一路上好像两个小燕子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一晃眼就到了家门口，吴阿香正站在门口等着，见到罗云启，立马迎了上来。嫂子，你回来了。罗云启瞅了一眼冒着烟的烟囱，讥讽地说道：哟，胡姑娘还没走呢。吴阿香顿时一脸委屈地看向了韩烨。韩大哥，罗云启冷哼了一声，带着两个孩子进屋去了。路上他也想清楚了，房子是他买的，凭什么要让给那个狐狸精啊？要管那也是他管。片刻，韩烨也从门外走了进来，大声说道：房子又不是不够住，娘子何必要为难一个姑娘？罗云启的火立马就窜了出来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房子是够住，但是这房子是谁花钱买的？他韩烨有出过1文银子吗？他真的很想和韩烨大吵一顿，但是一想到超市里接连下架的东西，又硬把火给憋了回去。我怎么为难他了？他和我非亲非故，在这住了好几天了，难道我还不能问一下他什么时候走吗？罗云启也拔高了嗓门，韩烨哼了一声，一甩袍子出去了。罗云启气得浑身直发抖，这还没遇到公主呢，他就受不了勾搭了。若是遇到九公主，他还能活得了吗？一想到自己苦心经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，罗云启的心又开始不受控制的泛着酸。随即他又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，自己不是明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吗？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难道他喜欢上韩烨了？不，这绝不可能，他对姐弟恋无感，肯定是因为自己付出太多，心里不平衡了。不行，他必须得改变自己的心态。退1万步来讲，没有韩烨，也没有这身好看的罗裙，更不可能有这些铜板和吃食。所以他和韩烨应该是合作的关系。这么一想，罗云启的心里顿时舒服了不少。只是若让他去讨好韩烨，他却是怎么也做不到。耳听外边吴阿香一口一个韩大哥，一直折腾到了深夜，终于有了一点睡意。就听房门吱呀一声，罗云启立即坐了起来，就见吴阿香披着衣服又朝韩烨的房中去了。韩大哥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韩烨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就把头低下了。还要赌一会儿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些歇息吧。吴阿香坐在了韩烨的身边，一双藕臂扯着衣角。我也睡不着，韩大哥能不能陪我说说话？罗云启已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门口，听着吴阿香的茶言茶语，心里的怒火来回翻滚。这个贱人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他罗云启不发威，还真以为他是只病猫呢啊！想罢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表情，清了清喉咙。罗云启推开了门，看到罗云启进来，吴阿香顿时站了起来。嫂子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罗云启笑了笑，伸手将吴阿香拉到了一边，自己坐到了韩烨的身边。
都这么晚了，阿香妹子还没睡啊？我来看看我夫君，这几日他接连挑灯夜读，我总担心他累坏了身子呢。寒夜不由挑起那双乌黑的眼眸，泪中的色彩明暗不定。罗云起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轻笑道：“你瞧着我做什么呀？难道我这做娘子的还不能关心一下自家相公吗？你累了一天了，该好好休息。我没事。我再累也不如相公累啊！哎呦，瞧你这几日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人家都心疼死了。”罗云起抱住了他的胳膊，将头枕在他的肩膀上。吴阿香用力地抿了一下嘴，眼中闪出了一丝恨意，嘴上却笑着说道：“那嫂子就陪陪韩大哥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看着吴阿香出了门，罗云起勾了勾嘴角，果然用绿茶的办法对付绿茶才更为有效。今夜我就睡这儿了。韩叶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不置可否。他重新将视线转落回到书上，狭长的眸子里却是笑意陡升。第二日一早，吴阿香又跑去主屋做了饭，两个小的却什么也不吃，死活都要吃罗云起做的饭。听着韩荣奶声奶气的找嫂子，罗云起赶紧爬了起来，却见韩叶双眼微闭，躺在了自己的身边，骨节分明的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睡姿沉稳大气。打开门，正好看到了被韩荣推开的吴阿香。眼见他从韩叶的房中出来，吴阿香的脸色也有些难看，但还是挤出了一丝笑。嫂子，罗云起淡淡哼了一声，颇有当家主母的气势。韩荣立即跑了过来，仰着小脸说道：“蓉蓉要吃嫂子做的饭。”好，嫂子这就给你做去。他看都没看吴阿香一眼，便抬脚进了屋。侧房中，韩叶睁开了眼，看着被罗云起枕出了一个小坑的枕头，嘴角再次上扬。嫂子啊，我不去送二哥了，我要在家里看着大哥。那好，你就乖乖的留在家里等嫂子。吴阿香在屋里听着声，见罗云起走了，立马又跑了出来。蓉蓉，你怎么没和你嫂子去啊？我要在家看着你，坏女人，不许你碰我大哥。吴阿香的眼中顿时闪出了一丝狠色，眼中寒光一闪。吴阿香一语双关的笑了笑，朝着屋里说道：“你大哥是个好人，我是不会碰他的。韩大哥，我想出去走走，确实也叨扰了几日了，总不能老赖在这儿。我这就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我的活。”韩叶从房中走出，挑眸看了他一眼，点头道：“也好，那边出去看看吧。”吴阿香应了一声，走出了门。看着他的背影，韩叶忽然又皱了一下眉。蓉，大哥带你找嫂子去。罗云起已来到了市集。你呀，什么都舍不得穿啊。大姐别生气，我来回走，穿那个不方便。罗云起想想也是，白了他一眼道：“好吧，等你什么时候不想来回走了，一定得天天穿给我看。”好，听大姐的。曹家媳妇这些日子还卖草鞋吗？谢蔷薇摇了摇头。二哥去了武行，我也来了大姐这儿。曹嫂子没了伴儿，已经几日没来了。况且天也暖了，村子里也要开荒种地了。种地倒也用不着全天的种，她晚上肯定没什么事儿。不如你把破布脚卖给她一些，教她怎么对花色，然后你从她那儿低价收。瞧着你这些日子生意也还不错，咱们应该涨涨价了。谢蔷薇惊愕地张开了小嘴。大姐啊，咱们这又不是布鞋，涨价会有人买吗？罗云起信心满满的说道：“当然会，这镇子里会用这种方法做鞋的，你可是独一份儿。咱们得想办法把它打出名气，制作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品牌。大姐，什么是品牌啊？就是一提到你谢蔷薇，人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你的鞋，这就是品牌。到时候咱们还可以限量供应啊，并用不同的花色分出3、6、9等，价钱自然也不能一样了。比如说我这个紫色的裙子，就需要配一双紫色偏多的鞋；蓝色的裙子就需要纯蓝色的，或者蓝色配色偏多的。大伙会因为喜好购买，而且咱们也可以自己穿上打样。”谢蔷薇听得云里雾里。什么叫打样啊？难道是罗云起他们村的土话？罗云起扑哧一笑。就是咱们自己穿上给别人看啊！哎，你别舍不得，你给曹家媳妇布脚，她勾完了，你用2文钱收来。布脚比草还要容易，她也不亏，拿回来咱们就卖8文钱一双，那咱们一双就能赚6文了。当然，然后你再在鞋上弄上一个蔷薇的标志，这样就是你的品牌了。谢蔷薇顿时被说兴奋了。大姐，那我这就去拿布脚去。罗云起笑了笑说：“去吧，我就不跟着你了。哎，把这2捆菠菜给掌柜的带去。”好。谢蔷薇拿上东西就快步出了门，正想着好事儿，忽见吴阿香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嫂子，韩大哥让我来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罗云起的脸色冷了冷。吴阿香往前走了几步，伸手关上了门，笑容满面的说道：“是韩大哥想找你。”他说了一半就闭住了嘴。突然暗下的光线让罗云起生出了警觉，不由盯着他的脸问：“想干什么？”却见寒光一闪，一把匕首朝自己的肚子捅了过来，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快到罗云起无法反应，且两人距离又近。罗云起只觉腹部一阵刺痛，一股血溅顿时喷了出来。吴阿香冷笑了一声，抽出了刀，正要再下手，房门忽然被人踹开，一道人影闪电般的冲入房门，一脚就将吴阿香踹倒在了地上。紧接着就听有人喊道：“娘子！”罗云起只觉眼前发黑，腹部疼得厉害，他费劲地睁开了眼，隐约看到门口站了个人，好像是寒夜，想张嘴，却觉眼皮发沉，一下子倒在了地上。迷迷糊糊中，罗云起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回到了现代，还梦到自己找了一个男朋友，两人一起去饭店吃火锅，那男的却一转眼变成了寒夜。寒夜看着男人的样子，罗云起惊呼出声。娘子，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手，温暖而又有力的感觉让罗云起一阵安心，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再睁眼，
天已经黑了。蓉蓉，默默，娘子，好些了吗？韩烨从外边大步走近，俊朗的脸上一片忧色。罗云启转过了脸，不想看他。若不是因为他，自己能挨这一刀吗？嫂子不要错怪我大哥了。其实大哥早就看出吴阿香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罗云启根本不想听，要是早看出来，何必还和他黏黏糊糊的？韩烨摆了摆手，两个小的立即很有眼色的跑了出去，把房间让给了韩烨和罗云启。娘子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出去吧，我想睡一会儿。我真的没骗你，娘子。那日我闻到吴阿香身上的脂粉味，就知道她不是逃荒而来的。那些话也都是故意说给她听的。我知道关夫子家在镇上并无亲戚，家族的人丁也比较单薄。吴阿香应该不是他的人，剩下的就只有李胜了。不论因果如何，李胜的死都是不可辩驳的。李家人如何能够咽得下这口气？自然要想别的办法来对付咱们，所以我才将计就计。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对娘子下手。罗云启闷哼了一声，这个原因我倒是知道，定是那姓吴的相中了你，所以才想杀了我而后快。韩烨皱了皱剑锋一般的眉，无奈地说道：娘子不要胡说，我对你的心思可昭日月。罗云启有气无力地白了他一眼。我是说他，又没说你，你心惊什么？我没有心惊，我只是不希望娘子不相信我。瞧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，罗云启的火顿时就没了。只是一想到吴阿香和他腻腻歪歪的，心里仍然有气。那吴阿香呢？去哪儿了？你不会把他放走了吧？大姐放心，已经被姐夫送去官府了。谢蔷薇端着一碗粥从门外走了进来，显然是哭过，一双眼睛红红的。大姐，你好些了吗？罗云启扯了扯嘴角，应该是死不了。谢蔷薇立即说道：不许胡说，你好好的怎会死啊？这些好的用不了几日身体就能好了。那就借三妹的吉言了。旋即又看向了韩烨。那个吴阿香，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县老爷是如何说的？想起不断询问罗云启的方露之，韩烨的目色顿时深沉了几分。他招出了李胜的娘，如今已经去拿人去了，恐怕我明日还要去县衙走一遭。韩烨，你不会心软吧？韩烨斩钉截铁地说道：当然不会，若是这点是非都分不清楚的话，我岂非枉称读书人了？罗云启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那便好，你若是心软放过吴阿香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大姐，你失了不少血，先不要说话了。谢蔷薇盛了一勺粥，细心地吹完，喂给了罗云启。罗云启吃了几口，却实在是没有胃口。谢蔷薇只得把碗放下。大姐要是不饿，那就明日再吃。先睡一会儿，我去陪孩子。看着忙前忙后的谢蔷薇，罗云启一阵感激。他走后，韩烨又在床边坐了下来。你回去读书吧，不用在这儿陪着了。韩烨摇了摇头。你是我的娘子，我如何会不陪啊？况且这件事情也是因我而起，若是我早些留意墙上的钉子，李胜也不会死。他死就死了，活着也是祸害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还疼吗？我又不是铁打的，怎么会不疼？方少已经知道你受伤的事情了，讲过来瞧瞧。若是你愿意，明天我就把他带过来。方露之？罗云启皱了下眉，再瞧韩烨脸色不对，不由勾了一下嘴角。我和他非亲非故，干嘛让人家过来？就算我和他说了话，那也是最普通的人际交往。你要见到他，就说他的好意我心领了，看就不需要了。韩烨挑起了深邃的眸子，像是在品味他话中的真假。更何况我早就已经嫁作人妇，以你为先，一心朴实的过日子。方少爷再怎么样，那都和我没有关系。看着那张苍白清丽的小脸，韩烨心头一软，低声说道：好了，你快别说话了，我没有不相信你。接着罗云启便又听到超市里好感度增加的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加10，39麻辣烫调料上架；男主好感度加10，白面上架；男主好感度加10，苕粉上架；男主好感度加10，葡萄上架；男主好感度加10，西瓜上架。我去，居然上架这么多，还有苕粉和麻辣烫调料，我没听错吧？耶，如何了？说倒是说了，可是人家要人证物证，我上哪儿去找去啊？这苹果不就是物证吗？至于人证，随便找些人，给点银子，还不知道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这个若是被查出来可怎么办？哼，等治了罗云启，咱们就让这件事死无对证，不就结了？你身子还没好，就着急去铺子，是不是累到了？我又不是纸糊的，哪有那么娇贵？这几日你的脸上都没有什么血色，听我的，再休息几日，反正铺子里面有蔷薇妹子呢。那也是我妹子。韩烨勾起了嘴角，淡淡的笑了笑。为夫自然知道，她是我家娘子的小三妹。韩荣立即凑了过来：嫂子，那我就当你的四妹。你不用当四妹，你永远是嫂子最最宝贝的小妹妹。我是嫂子的小宝贝。韩墨一边说道：对，不知羞，嫂子和大哥的孩子才是小宝贝。嫂子，你以后有了孩子，是不是就不喜欢蓉蓉了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嫂子最喜欢蓉蓉了。嫂子的伤还没好呢，这几日可不许打嫂子抱了，知道吗？韩荣懂事的点了点头，瞧着罗云启问：嫂子，你还疼不疼了？早好啦，和你大哥玩一会儿吧，嫂子给你们做饭去。哦对，今天去进货，那婶子给我几串葡萄，我给你们洗了，都尝尝吧。晚上，罗云启照例哄睡了2个小的，自己却又失眠了，实在躺不住，便披着衣服来到了门口。又想起了白天的中年人，在集市待了这么长时间，买菜的人他早已认识的差不多了，可今日的人和那接连来了几次的管家却是面生的很，莫非不是本地人？正想得入神，就见韩烨从房中走了出来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听到了门声，不放心，就出来看看。罗云启哦一声，便歪过了头，靠在了韩烨的肩上，悠悠地说道：如果别人都认为我是妖精，你会怎么想啊？怎么又想起这个了？
没什么，我就是挺好奇的。我早就对你说过了，你是我认定的妻，无论你是什么，我对你的情谊都不会改变的。既然不会变，那你对我的好感度怎么会下降啊？好感度？罗云起吓了一跳，怎么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前些日子你对我很冷淡。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那是为了麻痹李湘。不要脸，还闻人家身上的香味儿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是不小心闻到的。如果我撒谎，我就……好了，人家相信你还不行吗？娘子，我对你别无二心，放你一个人就已经占满了，哪还有地方去放别人呢？看着韩烨热烈而又真挚的眼神，罗云起的小脸顿时红了一下，别过脸道：“哎呀，你这张嘴今晚是抹了蜜吗？你若喜欢听，我可以天天说给你听。谁喜欢听这些？”罗云起站起来要走，腰却被韩烨抱住，腿上一软，顿时跌坐到他的怀里，四目相对。别闹了，你该回去读书了。韩烨将他抱坐在自己的腿上，今日不读了，我只想好好陪着你。看着那张不断放大的俊脸，罗云起不由有些慌乱，他伸手抵住了韩烨，手腕却被韩烨抓住，温热的鼻息已朝他压了下来，四片唇刚要碰到一起，忽然听到一声脚步声，罗云起吓了一跳，赶紧推开了韩烨，却见韩墨揉着眼睛，睡眼惺忪的走了出来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怎么还不睡啊？这就睡了。罗云起转身往屋里走，却又不小心抻到了伤口，不由嘶了一声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都早点睡吧。我扶你进去。干什么啊？人家又不是不能走。韩烨讪讪的收回了手，瞧着他的样子，罗云起又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，赶紧开门回了屋，躺倒被窝里，又忍不住胡思乱想。唉，真是难呐。一家人吃完早饭，韩烨便去送韩墨。罗云起的伤才刚见好，韩烨不想让他太劳累，罗云起没办法，只得答应了。回来的时候，韩烨忽见门口外站了一个熟悉的人影。韩大哥，关师妹。韩烨眼露诧异，没想到关雪燕竟会找到这儿来。韩大哥，你能陪我走走吗？韩烨抿了抿嘴，答应了。关雪燕眼露喜色，跟在了韩烨的身旁，两人走了一段，关雪燕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韩大哥，是我对不住你。”韩烨淡淡一笑，以用最短的时间将心态调整过来。关师妹不必再自责了，不知师娘近况如何，可有吃药调节一下？吃了几副汤药也不见效，我也是没办法才过来找你家娘子的。我娘子又不会治病，关师妹会不会是搞错了？那是你家娘子去府上找我，给我一些药，我娘吃了确实见起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在县衙揭发了我爹，如今无处可求，只能再来求他了。娘子已经去了铺子了，若是关师妹想寻他，我可以带你过去。那就多谢韩大哥了。路上，关雪燕又说了一些家里的事，一晃眼就已到了市集。就听有人议论道：“听说那罗家的小媳妇真是妖精变的，还是个狐狸精呢，要不然他上哪儿拿那些紧俏的货去？没准都是石头树叶变的，以后可不敢再去那儿买东西了。”另一人道：“可他卖的东西确实便宜啊，不便宜吃大亏，没准吃的你肠穿肚烂。”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？我也是听他们说的。到底是从哪传出来的？那人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一步。这话是从赌坊里传出来的。哪家赌坊？就是镇东的天元赌坊。你说的最好都是真的。韩大哥，赌坊里都有打手，你万不可贸然前去啊。无妨，我倒是想看看是哪些吃饱了撑的，四处诋毁我的娘子。哎呀，韩大哥，我不准你去。关师妹，你让开。韩烨绕过了关雪燕，关雪燕又追了上去，却听到有人诧异的喊道：“韩烨！”两人回过了头，顿时看到了脸色清冷的罗云起和双眼圆睁的韩荣。看到玉树临风的韩烨和身材娇小的关雪燕站在了一起，就犹如一对璧人。罗云起的手指不由紧了紧。娘子，他又是谁啊？为什么你身边总有这么多姑娘？蓉蓉不可无礼，这是关姐姐。哼，你不在家好好读书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嫂子别误会，我本来是想去找你，碰巧遇到了韩大哥，恰巧又听到了及时的风言风语，韩大哥便要去赌坊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想说就让他们去说，犯不着和一些小人置气。不知关姑娘找我有什么事？是我母亲，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进铺子里给你拿去。关雪燕拿过药，伸手就去掏钱。哎，不用了，你救了我相公，我帮你也是应该的。而且我这药就算花多少钱也买不到。关姑娘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就请回吧。眼见罗云起下了逐客令，关雪燕也不好多待，瞟了韩烨一眼，便告辞了。近日市井传言不少，我今后那家婶子怕惹麻烦，就不供水果了。大人捻着胡子问：“哦，不知有何传言？”一些眼红的人编造的瞎话罢了，实在没什么好听的。那姑娘可告知这些货物是从何处进得呀？这个就告诉不得喽。万一老先生和我是同行，岂不是要抢了我的生意啊？姑娘此言也不无道理。既然今日没有水果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吧。大人已经连着来了2天了，可又瞧出了什么？大人摇了摇头。听那姑娘说话和寻常人也没什么不同。那些水果虽然稀奇，却也并非他们所说是什么东西变的。我倒瞧着那姓罗的另有心思。哎，你派些人手，这2边全都跟一跟，看看能否查到些什么。若是查不出，10日之后咱们出镇回朝。是。管家领命去了，大人则直奔了县衙。罗云起跑到门口瞧了一眼，眼见两人彻底走了，一颗心才放下来。大姐、三妹，你们让我好找啊！陈武，二哥，你今日怎么这么清闲？今日轮到我和李琦出来打柴，正好路过市集，就来看看你们了。罗云起瞳孔一缩，指着那半大孩子问：“他
叫什么？刘成武挠了挠头，憨笑道：“啊，他是李七啊，大姐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就是瞧着这孩子挺干瘦的，干活你可得多帮着他点儿。大姐，这你可看走眼了，别看他瘦，比我还有劲儿呢，还不给大姐和三姐问好？”李七羞赧的抬起了头：“大姐好，三姐好。”可别欺负人家孩子。来，先进来，凉快凉快。我去拿个西瓜出来，咱们解解渴。吃完了瓜，刘成武又问了问韩烨最近怎么样，随后又得知罗云启前2天遇了刺，不由义愤填膺，说什么都要找李家算账去。直到得知李湘被抓，李母也被判了罪，才算消停过来。为免刘成武听到市集中的谣言闹事，罗云启赶紧让他们背着柴走了。想不到二哥才去了不到1个月，人就赚了这么多。是啊，若是练出出息，没准还能考个武状元什么的，那可是好了。姐夫若是能考个文状元，咱们家岂不是出2个状元啦？几位差大人，这刁妇就是那个姓罗的，马上将他给抓起来。你想干什么？罗姑娘，县太爷想叫你过去问点事儿。什么事？看到罗金贵，他就知道没好事儿。姑娘去看看就知道了，请吧。大姐，我跟你一起过去。嫂子，我也去。蓉蓉乖，你和蔷薇姐姐看着咱们的铺子，嫂子又没犯罪，就是问问事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罗云启，有人说你的东西来路不正，你如何解释？果然是因为这个。罗云启眸子一转，不卑不亢地抬头说道：“大人明鉴，罗金贵与我有仇，一直在处心积虑的陷害我，一切都是他诬告与臆想。大人明鉴，咱们县从未有过此物，分明就是这个妖妇变出来的。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为何别人都没有，只有他有？此物是我从一个南方的婶子那里寻得的，就是因为事情有人造谣，如今那婶子已经不供我货源了，而这些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水果，大人不能因为咱们镇子没有，就判定他来路不纯。妖妇还想狡辩，早前李二娘看破了你的身份，已经被你设计驱赶出村了，而在那之前，李二娘也曾亲眼见到你上吊自杀，事后你又活了，还跑到罗家报复，不是妖妇又是什么？李二娘离村是她咎由自取，我自杀是被你们罗家妇女所逼，不想老天有眼，又给了我活的机会，为何到你口中就成了妖妇？堂上陆恒通轻咳了一声，方县令立即喝道：“住口！公堂上岂是你们可以吵闹的地方？罗云启，我问你，你可否让那供应菜果的婶子上堂作证？那婶子是个行脚的货郎，民女并不知道她家住何处，所以无法让她作证。”陆恒通哼了一声道：“哼。本官已观察了你数日，却从未见你与谁接触过。这些鲜菜究竟是从何而来？”回大人，民妇一次进购了能卖1个月的菜，自然不用天天去联系。且那婶子也并无固定的日子，所以民妇便会多存一些。哦，你把那些东西都存在哪儿了？就在民女后院的菜肴里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尽可派人去看。陆恒通哦了一声道：“来人，速去查看，看他所言到底是不是真。”随即又问：“有人说你杀人越货，吃人肉，喝人血，这些你又该如何解释？”民女区区一介肉身凡躯，哪能做出那种事？民女若真有那种能耐，便不会被李湘刺杀了。这件事更是子虚乌有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敢与证人对质？当然敢。一声带人证，片刻便从外边走进来2个衣衫褴褛的人。你们说县县的罗是吃人喝血，可有此事？千真万确，草民曾见他生啖人肉，吃得满嘴流血，他真的是个妖精啊！哼，我若是妖怪，你看到我吃人还有活命的机会？是我跑得快。另一人紧接着也说道：“小人也看见了，千真万确，当时是在大晚上，这女人吃得满嘴流血，恐怖至极啊！莫非你生了夜明眼？大晚上竟然能看这么清，简直可笑！”方县令不由点了下头，看向了陆恒通。仔细想来，罗云启之语也不无道理。陆恒通手捻胡须，略作沉吟道：“既然你说是黑天可以看见，那便留在县衙，今晚本官便瞧瞧你能看到什么东西。”那人顿时吓了一跳，本以为说了就结了，谁想到大人竟然还要把他留下，不由得看向了罗金贵：“大人让你留，你便留，你看我做什么？”莫非这2人是你买通的？妖妇，你给我住口！2位大人都坐在这里，你还敢诬陷？话音刚落，就见几个官差从外边走了进来，跪地道：“二位大人，小的前去韩家检验过，他们家确实挖了一处大菜窖，里面确实存满了新菜。虽说你有存储，但是你并不能让供应之人上堂作证，嫌疑还是免不了。不知大人以为的嫌疑究竟是什么？莫非大人也和这些刁民一般，视为民妇是个妖精不成？”陆恒通不由看了他一眼，这妇人好利的一张嘴，大胆！所谓无风不起浪，若非你真的可疑，为何会生出这许多谣言？方县令，韩烨求见。韩烨是这位小娘子的夫婿，大人可宣他入内，或许能从他身上找到什么不一样的线索。陆恒通明察秋毫，早已对罗金贵产生了质疑，闻言点了点头：“宣吧。”草民韩烨参见2位大人。方县令点了点头道：“起来说话吧。”听几位差大哥说，有人污蔑草民的妻子，还请2位大人明辨是非，还草民一家一个公道。哼，你且放心，此乃是当朝3品的巡案大人，若罗云启并无错处，大人自会还他清白。你既非本案直系，不用下跪，起来说话吧。多谢大人。陆恒通瞧了他一眼，心中不由一惊，砰地站了起来。此人正是自己寻找了多日的砍柴少年。大人，陆恒通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又缓缓地坐了下来。方大人继续什么？方县令心说：这不是你审的吗？怎么又扔给我了？草民方禄之前来给韩罗氏作证，草民与韩家夫妇相识已久，当可证明此人安分守己，绝非妖人。草民也愿以人头作保，我娘子绝非妖人。草民也愿以人头作保，我娘子绝非妖人。当日他是被罗家所逼，一时想不开轻生，后被草民弟妹所救，便安下了心思，与草民一起过日子。若他是妖人，草民如何还能活到今日？且县城里风平浪静，从没有听过有何人死亡，不知那些造谣我娘子吃人的，又是从何处听来的此等谣言？之前那个作证的人立即说道：说不定他是在别的村子里杀的人。这里是公堂，说话要讲究证据，不是你能随意揣测臆想的地方。草民之妻从未夜不归宿过，来日
在铺子里卖货养家，晚上则在家里陪着草民的弟妹。如果说他从别的地方拿过来的人，草民是第一个不信。方禄之也紧跟着说道：“事实确实如此，还请方大人和玄爱大人明鉴。”陆恒通见到韩烨，也有不想再管此事的心思，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先将韩罗氏压下，那自言在夜里看清之人也留在此处。今夜本官拿义务让他关桥，若是他说对了，便放他走；如果他说错了，就是诬告。不但是他，便是罗金贵等人，也要一并受罚。都退下吧。”那人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大人，小民只是来作证的，为何要被羁押呀？”巡案在此，岂有你质问的余地？带下去。没什么事，你放心的回去吧。有巡案大人和方大人在，自然会还我公道。未免他担心，韩烨点了点头，出了衙门，人却站在门口未走。片刻，谢蔷薇便带着韩荣赶了过来。姐夫，大姐的事情到底如何了？又是罗金贵搞的鬼。若此次你大姐没事，我定会去找罗家算算总账。姐夫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蔷薇妹子，今晚又要劳烦你陪着我弟妹了。你大姐一个人在此，我不放心，今日便等在这儿了。这夜晚风寒的，那好吧，天也快黑了，孩子们可能也已经饿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陆巡案则有些激动，韩烨自然是认识陆恒通的。草民参见大人。此处不是县衙，你休眠了。小哥可是姓韩？正是，草民姓韩，单名一个叶字，不知我娘子。清者自清，既然你娘子不是妖怪，方县令自会还她公道，你不必心急啊。不知韩小哥可愿陪本官随便走走呀？啊！韩烨一时吃不准陆恒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便点头答应了。陆恒通只带了一个管家，便跟着韩烨走进了集市。不知大人想去何处？只是随意走走，韩小哥不必拘束，全当和老夫我拉拉家常了。不知韩小哥可有读书呀？草民有读书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应该会参加今年的秋试。好啊，不知韩小哥志在何处啊？草民志在庙堂，若幸得功名，当往京城一展生平之抱负。好，有志气。说完，便从怀里掏出了一枚玉佩，送给了韩烨。来，他日你若真去了京城，可持此玉佩去府中找我，本官愿意做你的引荐人。韩小哥有礼了，我家大人叫你进去，不知陆大人唤草民进来有何事啊？适才我和方大人见了一面，那证人竟然真的在黑天看见了他手中拿的画卷，这样可就不太好说了呀。啊，这如何可能啊？陆大人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哎，老夫也认为不可能，便又让他试了一遍，不想他连老夫手里拿的鸡蛋都能看清啊。”韩烨一急，砰的一声跪了下来，还请大人救命啊！我敢用身家性命发誓，我妻子绝对不是妖怪，若他是，草民和弟妹哪里还有命在？精怪之事确实荒谬，稍后老夫会再去见那证人。多谢大人。若是本官硬要救你妻子，倒也不难。以本官的官职，亮方县令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是要如何做，还请陆大人明示。若能救得草民的妻子，草民愿来世结草衔环，以报大人救命之恩。既然如此，你便答应本官一件事。韩烨忙道：“大人请说，草民什么事都愿意答应。”老夫一时也没想好，这样吧，等你考了功名，咱们再谈。草民定然会拼尽全力考上功名，以报答大人。好，有你此言便足够了。你且在这稍待一会儿，我这就去找方县令。陆恒通说完，便带着管家出了门，一路上心情很是不错。陆大人，下官正要找你呢。哦，何事啊？方县令道：“是在下官已对证人测试过，别说是漆黑的夜晚，便是天刚摸黑，他也看不到下官手中的东西。那就是说他说谎了？没错，下官已经问过了，那人说一切都是罗家妇女之事。哦，莫非他们与那罗家小娘子有什么怨仇？既然如此，那方县令明日便放人吧，其他人要如何处置，便由方大人自行做主了。老夫来了已有几日，也该回朝复命了。”第二日重新开堂，证人被折磨了一晚上，一到堂上就什么都招了。方县令立即传来了罗家妇女，盼其去铺子门口给罗云启道一上午的歉。出了衙门，罗云启不由好好的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娘子，都说了我没事，你何必在这苦等着？我陈渊时娘子为我四处奔波，如今换成娘子，为父自然也不会让你独自在牢狱中受苦。